老苏家里头啊，还有一个女娃娃，但这件事啊，谁都不知道，只知道老苏家有个备受宠爱的男娃娃，尤其是脖子上的那块玉佩，中间镶着金，好大的一块，一看就不是凡物。村里人多嘴杂，不是没有人揣测过这玉佩的来历，都被苏家泼辣的婆娘骂了回去。他娘的，这群烂嘴的东西啊！那玉佩它就是我儿子的，你们这群臭婆娘再胡乱说，小心我撕了你们的嘴！苏映雪隔着屋子就听到苏家婆娘在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她在屋子里小心翼翼地喂着苏家婆娘心尖上的儿子吃鸡腿。苏映雪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她看着鸡腿，口水不断地分泌，想着自己要是能吃上一口鸡腿，那就好了。我不吃，鸡腿一点都不好吃。苏家婆娘的儿子与苏映雪是同岁，此时躺在地上撒泼，嫌弃鸡腿没有味道，做的不好吃，正好被叉着腰气势汹汹的苏家婆娘撞了个正着。啪的一声，苏映雪被扇了一个巴掌，倒在地上。随后苏家婆娘像是不解恨，又是接连踢了她好几脚。娘别打了，我疼？疼才让你长记性。那鸡腿是你能看的东西吗？啊，和外面那群骚东西一样，看着就不是好东西。滚出去干活！没管苏映雪，苏家婆娘一把拉起自己的亲儿子，满脸的心疼。哎呦，大宝，鸡腿都不吃，你想吃什么呀？啊，猪肉吃不吃啊？不吃，我要吃鸟蛋。哎呀，我的大宝啊，鸟蛋有啥好吃的？吃点心不？甜滋滋的，可好吃了。我要吃点心。屋子里母慈子孝，一片欢乐融洽，没有人管苏映雪饿不饿，吃了几顿饭。苏映雪喂完了鸡和猪，又准备了明天的草料，接下来还要去刷尿壶、洗衣服、摘菜。活干完了？干完了。苏映雪小心翼翼地回答着，随后咣当一声，她的面前被扔了一个盆，里面赫然是被大宝丢在地上的鸡腿，只是上面没有什么肉，全都是骨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本来是要给大黄吃的，你不正好没吃饭吗？今天骨头少你了。苏映雪看着那根骨头，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嘿，你个死丫头，一点都不知道感恩，你就是个赔钱货！她被扯着耳朵骂了一会儿，似乎是感觉到累了，苏家婆娘才放开苏映雪的耳朵，进屋睡觉去了。苏映雪抱着腿坐在苏家的门口哭，虽然她的年纪小，但也早就知道自己不是苏家婆娘亲生的了。可是如果不喜欢她，当初为什么要捡她回来呢？她吃的也不多，2天就吃一小碗没有脱好壳子的粮食，还能干很多的活的。苏映雪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干了那么多的活，可苏家婆娘还骂她是个白吃饭的白眼狼呢。第二天，苏映雪就被关在屋子里，还给她吃了满满1整碗的粗粮饭。苏映雪害怕，没敢吃。你果然是赔钱的东西，有饭都不吃。说着，苏家婆娘拽着苏映雪的脑袋，把她的脸摁在饭盆上。吃，你给我吃！苏映雪的脸上沾着饭粒，一边哭一边吃，泪水混着饭，吃到肚子撑了，这才停下。晚上，她被关在猪圈里，睁着眼睛睡不着，只能看着天上的月亮，又大又亮，是苏映雪除了那块玉佩见过最好看的东西了。外面窸窸窣窣的传来谈话的声音，听着赔钱货、小骚货的字眼，苏映雪惊恐的捂住嘴，睁大了眼睛听。隔壁村那个老瘸腿又来了，想把赔钱货买回去当童养媳。多少钱？这个数。哎呀，少了点儿。那个老东西也真是不知羞啊，赔钱货也就和他小孙女一样大，还像老牛吃嫩草呢。这个数就这个数吧，咱们拿到银子，这丫头死活可就不关咱们的事儿。老牛吃嫩草怎么了？人家可是给银子了。听着两人的对话，苏映雪忍不住的流出眼泪。这是要把她嫁给一个孙女和她一样大的老男人吗？虽然很多事她还不懂，但是听着苏家婆娘和她男人的对话，苏映雪也知道这不是件好事。
况且，如果他走了，也就再也见不到给他起好听名字的宋哥哥了。他得逃跑。到了晚上，苏家人都睡熟了，苏映雪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爬起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苏映雪拉开门，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不知道门上什么时候竖了一个木棒子，一下子就砸到了一旁的大黄狗的身上。狗叫声惊醒了苏家人，听着屋子里的声音，他直接推开门赶紧跑，依稀听到苏家婆娘的声音：“嘿，你个小兔崽子，你是长本事了是吧？你还敢逃跑？看我不抓回来打折你的腿！当家的，快抓住他！”苏映雪对于外面的世界很陌生，根本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跑，只能是胡乱的跑。好在她的身子小，能钻到一些狭小的树林里，可这儿的路她哪能有苏家的俩人熟啊，一下子就被堵住了。小骚蹄子，本想让你过几天好日子就给你卖了，你居然还敢逃跑了！看我不打烂你的脸！苏映雪的脸是苏家婆娘最嫉妒的东西，明明吃得少，干的活最多，整天的大太阳底下晒着，虽然是瘦了吧唧的，可就是白白嫩嫩，那眼睛水汪汪的勾人。苏家婆娘看着她那标致的模样就生气，长得再好看有个屁用啊，还不是得给她干活。至于小裴千货的家人，她也不怕找过来，说不定都死绝了呢，要不然能把小裴千货扔到水里吗？那玉佩他捡到了，那自然就是他儿子的，和这个裴钱货一点关系都没有。苏映雪再镇定，也只是个小孩子，可他不想被抓回去。仗着身材娇小，他一路的往树林子里钻，也不知道是跑了多久，脚下一空，苏映雪掉进了河里。我说当家的，这水也太深了，你可不能下去啊！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哎呦，银子也没你的命值钱呀！一个丫头死就死了吧。苏映雪只感觉自己的身子是越来越沉，慢慢的沉了下去。苏映雪想，如果自己可以重活一次，她希望自己不要被苏家人捡走。她想每天都能吃上好吃的，知道自己的身世，看看自己的亲人，和宋哥哥每天学写字，这样就挺好的。老苏家那块本属于苏映雪的玉佩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消失在大宝的脖子上。苏家的屋子里还能听到大宝的哭喊声：“娘，你们快回来！见鬼了，我玉佩不见了！娘，点个订阅吧。”一声贯彻天际的雷声响彻整个王家村，仿佛在预示着一场不平凡的狂风暴雨。一个小老太太佝偻着身体，等雨停了才开始赶路回家。她的眼神不好，眯着眼睛望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家村口都被水给淹了。哎呦呦呦！哎呀呀！这贼老天！看着眼前的一片破败，王老太太忍不住愤愤骂了一句：“都是地里刨食的人，这可让人怎么活呀？难道真像村里那些老婆子说的，是他们家带来了晦气？”一想到自己大老远去庙里烧香的目的，王老太太只感觉心里堵得慌。虽然她不信这些东西，但有时候又不得不信。她年轻的时候，老头子上山打猎，结果一个大石头滚下来，正好砸在脑袋上，老头子没了，自己成了寡妇。这些年没少被人说三道四，可谓是点儿背到家了。好在他还有个儿子，可谓是千顷地里一棵独苗。结果边关吃紧，独苗苗被抓去当壮丁，至今为止一封家书都没有来过。王老太太觉得这人呐，8成是没了，要不然咋一封家书都没有呢？1年前大儿子刚离开，儿媳妇就怀了他第4个孙子，坏的嘛，生完孩子儿媳妇就没了。看着黄澄澄的雨水，王老太太心里也是有些打怵，摔进去肯定要被冲进江里，估计得2、3天后才能浮上来。她蹲在山尖尖的石头上，从怀里掏出饼子啃，等着吃完了就回去见自家那4个小崽子。虽然老大王海会打猎，那猎物又不是虾，总不能天天都有的抓吧。老二的身体不好，每天病恹恹的，好像随时都要嗝屁。老三才6岁，不爱念书，淘气的厉害。老4才1岁，有个屁用啊，就屎尿多。王老太太一点点地磨着手里的干饼子，越想家里的4个小崽子，她越觉得发愁，以后这日子可咋活呀？拉扯4个孩子可难着呢。
正在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王老太太脚底下的石头一松，只听扑通一声，人带着石头一起滚到了水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有没有人呐？王老太太拼命地扑腾，地方没咋动，肚子里倒是灌了不少的水，这可把她急坏了。自己都快家门口了，还能被水给淹死吗？就这，那秃驴还说他鸿运当头，啊呸！王老太太感觉自己要沉底儿了，一个不小心，水灌到嗓子眼儿，又咳了一下，水都要没过脑袋了。一股窒息的感觉扑面而来，突然的，她感觉自己的手好像抓到了什么东西，她可不管那是啥呀，好不容易抓住了救命的东西，拼命的往上爬。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王老太太咳了2声，大口的喘着气。等她定睛一看自己身处的位置，心砰砰狂跳不止，声音都情不自禁小了下去。哎呦呦呦呦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哎呀，哎呦，这咋还是个船呢？哎呦，这咋还有个孩子？王老太太看着睁着大眼睛看着她不哭不闹的娃娃，心里美滋滋的。那秃驴主持的话，她这才信了。要是没有这小船，她可就死定了。救了她的老命，死里逃生，可不就是鸿运当头吗？再看那船上的小娃娃，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害怕慌张的眼神让老太太一阵心疼。哦，乖乖，别怕啊，一会儿就带你回家。苏映雪睁着眼睛看，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我不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吗？这个老婆婆又是谁？过了好一会儿，苏映雪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又被人捡走了。不过和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捡到她的并不是苏家人，而是一个面生的婆婆。真好，她死前的愿望好像实现了，只是实在是太困了。苏映雪闭着眼睛打瞌睡。王老太太见小娃娃身上挂着红绳，便拿出来看了看。可这一看呀，就不得了了。这娃娃的襁褓里居然还挂着一枚玉佩，上面是啥字儿，王老太太也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东西看起来流光溢彩，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看完之后，她连忙把这些东西放回到娃娃的脖子上，再用襁褓包好，心下暗道：这孩子呀，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再对上这孩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王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又是忍不住泛起了一丝心疼。哎呦，这小娃娃真乖，跟祖母回家啊，祖母给你煮米汤，肯定饿不到你的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好在没多久，雨停了，她带着小娃娃跳出船，船嘛，她直接拖到一个只有她知道的小山洞里，正好离这儿也不算远。弄好这一切，王老太太才敢带着孩子回家，就连说辞她都想好了。王老太太也没看到自己怀里的小娃娃，像是松了口气般的眨了眨眼睛，这才闭上眼睛睡觉。这一路上倒是没遇上什么人，让王老太太早已准备好的说辞扑了个空。也是，他们家离正经的村子远着呢，没人看到更好，省得那些个长舌妇传来传去，麻烦得很。临近家门口，王老太太突然想起一件被她忽视的事儿，连忙又解开襁褓看了看，一瞬间脸上的褶子都被挤在一起了。哎呦呦呦，怪不得这么乖，原来是个女娃娃呀！就说那些臭小子小时候都皮得很，怎么可能这么乖嘛？传宗接代嘛，有一个两个就够了。他盼着儿媳妇有个女娃娃，已经盼了多少年了？一连4个小子，谁苦谁知道啊？现如今一个女娃娃送到他的手上，再加上自己遇上的那些苦难事儿，王老太太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个小娃娃就是个小福星。果然呀，这些臭小子屁用没有，关键的时候还得他小孙女能救他的老命。王老太太走了没多远，就看到自家4个孙子在门前等着。她表面上板着一张脸，心里一软，也还行吧，至少比别人家的臭小子有那么一点用。独苗苗给4个孩子取名为海纳百川，整得文绉绉的。接连的2声咳嗽让王老太太眉头紧皱。我说老二，你身子不好，怎么还出来了？赶紧回去。
没事的，祖母。没事什么没事啊？王老太太推了他一把，让老二赶紧进屋子里去。长得跟他那个儿媳妇一样，弱不禁风，长得和个小白脸似的。老太太心里看着老二，百感交集。论长相，还是自己的大孙子符合自己的心意。这孩子看着就能干活，不过自己怀里抱着小娃娃，身上又湿乎乎的，难受的要死。就算是自己得意的大孙子，王老太太也没给好脸色。哎呀呀，去，回去再说。你们想冻死我老太太啊？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这是什么？哎呀，这是什么？这是小娃娃呗。你怀里不也抱着一个？这话让老三王柏一哆嗦，打心底里发怵。他最怕祖母了。可是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弟弟，又看了看奶奶怀中的那个小娃娃，怎么看都觉得不一样。祖母怀中的小娃娃长得粉嫩嫩、白胖胖的，看起来软软的，就像上次赶集看到过的大白馒头。想起大白馒头，老三努力地吞咽着口水，好饿呀，他想吃大白馒头。老三这模样看得王老太太生气。老三想啥他能不知道吗？成天就知道吃，比那饭桶还饭桶。老太太大手一挥，把泡湿的半个饼子扔给了老三。哎呀，去，找你二哥去，别围着我转啊，看着就心烦。像赶苍蝇似的把人赶走了。回头一看，老大王海还杵着站在自己身后呢。那你妹妹身体不好啊，今儿刚从寺庙里接回来，你看一会儿祖母出去一趟啊。之后不由分说的把小娃娃塞到老大手里就走了。小娃娃再好看，那也是要吃饭的呀，总不能一直喝米糊糊吧。老太太一狠心，准备把自己藏的钱拿出来一点，给孩子们买鱼做汤。要说为啥不自己捞鱼呢？王老太太一想到自己这霉运连连，就摇头，不能捞啊，说不定鱼没捞到，人还要掉下去呢。还不如趁着发大水，鱼便宜，合计着还能多买一些。此时屋内，大哥，祖母怎么说？这是咱妹妹。什么？我有妹妹了？老三激动得恨不得原地跳起来，他终于有妹妹了。看村里的石头每天炫耀他妹妹，王柏的心里不是滋味。这下他也可以出去炫耀了，自己的妹妹长得这么可爱，比石头家的好看多了。妹妹，老二来得匆忙，看着大哥怀里的小孩盯着他看，觉得很有意思。妹妹在看什么呀？苏映雪眨巴着眼睛，把脸扭到了王海的胸口。这是困了？苏映雪听了一会儿，也大概听明白了这个家的状况了。看着围了一圈盯着自己看的几个人，苏映雪感到很害怕，索性她闭上眼睛假装睡觉。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一会儿，王老太太就带着一些铜板回来了。那桌子上的铜板啊，你拿去收点鱼，这么大的水得冲出来不少鱼呢，多收点啊，正好给老二补一补。这两个小的呢，还能喝点汤。见老大收起了桌子上的铜板，老太太嘱咐了一句：多收点儿，别舍不得那几个铜板。哎，不许下水去捞鱼，听见了没有？知道了，祖母。老大点了点头，揣着铜板带上大木盆就出门了。大孙子走了，王老太太又开始轰人了：老二啊，带着你弟弟看书去，别没事围着我。实在没事干呢，就教老三认几个字儿，让他成天出去逃的。老三憋着嘴，哭丧着一张脸，怎么又要他跟着二哥念书呢？还不如哄四弟自在呢。半块湿饼子下肚，老三反而更饿了，肚子咕噜噜的叫。可一想到大哥去收鱼，老三就觉得自己饿着肚子也是值得的。祖母做鱼的手艺好着呢。二哥，我去多准备几个木盆。老三把四弟放到二哥的腿上，头也不回的跑了。天哪，要他念书还不和要了他的小命一样，简直是生不如死啊！等着这些小崽子都去做自己的事儿后，王老太太抱着苏映雪来到了屋子里，隐约觉得自己脖子上有动静，吓得苏映雪赶紧睁开眼睛。只见王老太太从她的脖子上摘下了一块东西，苏映雪惊呆了，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因为这块玉佩她以前见过，只不过并没有到她的手里，而是在苏家婆娘亲儿子脖子上挂着。这玉佩竟然是我自己的东西！见苏映雪小脸上闪过惊恐，王老太太以为是自己吓到了孩子，
哦，乖乖呀，祖母吓到你啦，不怕不怕哦，乖乖睡觉喽。王老太太又伸手把玉佩藏在床下，忍不住亲了一口这看着就让人心软的小娃娃。哎呀，小孩子带这些东西啊，太危险了。祖母先帮你收着，等你长大些呀，就还给你啊。苏映雪以为自己的玉佩会被扣下，没想到这家的老婆婆居然是打算还给她。一时间，她有些茫然。这户人家好像是户好人家。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海听了王老太太的话，抱着木盆去村子里收鱼。一圈下来，只有一家肯卖给他鱼，是和他们家关系还不错的海棠婶子。面容憨厚的海棠婶子二话没说，直接把巴掌大的2条鱼放到了木盆里，让老大直接拿走。哎，这年月能吃到鱼也不容易，全靠着这次发大水，给春花还有他弟炖了几条大的，就剩下这2条小的了。婶子就不要你铜板了，拿去给你弟弟们还有祖母吃。海棠婶子，这可不行，我怎么能白拿你的鱼？提起王老太太，海棠婶子脸上的笑都多了。好久没见到你祖母了，她身体还好吧？我呀一直想去看看她，可家里这活是越干越多，忙得抽不开身。没想到一发水，反倒是有时间了。这样，我和你一起去见见你祖母，免得我成天惦记。老大依旧是没吭声。哎呀，你还和婶子客气啥呀？你以前打猎没少给春花吃，那丫头以前天天去你们家蹭饭，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米了。你拿2条鱼怎么了？不行啊，海棠婶子，这不一样。见老大死活不同意，海棠婶子叹了口气，她象征性的拿了点铜板，把剩下的铜板都推回到老大的手里。老大这才笑了，谢谢海棠婶子。你们家也不容易。王海刚要走，却又被喊住了。哎，孩子，你等等！喊住了王海，海棠婶子赶紧对屋子里喊了一嗓子：“春花呀，你还不出来？你海子哥可要走了！”话音刚落，屋子里钻出来一个丫头，正是海棠婶子的女儿春花。海子哥，你喝一碗鱼汤再走吧。好不容易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海子哥，他眼睛都舍不得从王海的身上挪开。你自己喝。老大不知道春花这是啥意思，况且他也没有道理白吃人家的东西呀。海棠婶子一看自己家的丫头，就是忍不住的叹气。老大这孩子好是好，打猎好手，长得又俊俏，10里8村都找不出第2个来。王老太太也是个好人，对他们家恩情不浅。自家丫头那眼神啊，海棠婶子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海棠婶子一家是给王老太太家当仆人的，海棠自己都算是王老太太看着长大的，感情自然是深厚。虽说后来她嫁了人又成了寡妇，可对王老太太的感激之情半分未减。自己当年揭不开锅的时候，王老太太没少帮衬自己，怎么能是2条小鱼就还得清的呢？在海棠的心里，王老太太就像自己的亲妈一样。要她说呀，村里的人就是太过分了，趁着人家没了顶事的男人，居然强占人家的屋子和田，还抢走了那么多的家产，简直就不是个东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孩子，你喝了吧，要不然春花又要和我闹脾气了。老大迟疑了一下，这才在春花热烈的注视下，拿着碗将那鱼汤给喝干净了。海棠婶子想着，光给人家1碗汤也不好，又让春花再回去一趟。孩子呀，你再等等。海棠婶子拿着碗，让王海装到木盆里，这个你拿回去给你祖母还有弟弟吃。老大一看，居然是一个大鱼头，他皱着眉想要拒绝，却是被海棠婶子强硬的塞到了木盆里。哎呀，你爹娘和我的关系好得很，好孩子，你就拿回去吧，一点鱼头而已，你祖母不会说你的。那谢谢婶子了。孩子呀，我先交代交代家里，你先回去和你祖母说一下，我一会儿就去看她。海棠婶子交代了一声，就钻进了屋子里。好嘞，婶子，我这就去和我祖母说。老大也不再犹豫，端着木盆里的2条鱼还有1碗鱼头，大步离开了。等着海棠婶子出来的时候，自己家那傻丫头还站在那儿看呢。这孩子影都没了，你还看啥？眼珠子都要粘到人家身上去了。春花顿时闹了个大红脸，眼神飘忽。娘，你说什么呢？虽然春花对王海一片痴情，2家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可这样被自己的亲娘直白的捅破，多少还是有些害臊的。老大捧着木盆往家里走，小鱼在盆底显得整个盆空荡荡的。王老太太交代他的事儿，他没干好，全村也只有海棠婶子肯卖给他鱼。这要是被王老太太看见呀，保准生气。这样回去，祖母肯定要生气。老大拧着眉，这2条小鱼也做不了多少汤，更别提给老二补身体了。他坐在水边上，想自己捞点鱼，可是一想到王老太太的交代，他又犹豫了。要不就带着这2条小鱼回家算了。就在这个时候，远远的就听到了自己3弟稚嫩的声音：“大哥，大哥，祖母让我来接你回家呢。”老三看到大哥，就仿佛看到了美味的鱼汤，忍不住的咽口水，像只猴一样的飞快的跑到了老大的身边，兴冲冲的问道：“大哥，收了多少鱼？”就2条。老三低头看着盆里比他巴掌还小的2条鱼，气得都要哭了。大哥，他们是不是都欺负你，不卖给咱们家鱼？我就知道那些人以前就嫌咱们家晦气，祖父在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的，都想赶着巴结咱们家的。祖父没了，他们就换了一副嘴脸，把咱们家的房子占了，还把咱们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他们都不是好人。真好看，点个订阅吧。怎么把小妹抱出来了？祖母说咱家那个破房子潮得厉害，光是在这里面待着也不好，让我带小妹出来带父亲散散潮气。可一打眼就看到盆里的那2条鱼，老三笑嘻嘻的脸又变成了气包子。哼，这村里就没有好人。别这样说，海棠婶子是好人，以后这样的话少说，祖母听了会不高兴。海棠婶子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因为什么？王海目光如炬地看着自己3弟，一头雾水。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海棠婶子是好人，但除了海棠婶子呢，其他人可不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咱们家富裕着呢，4弟小妹也不用为一口鱼汤发愁，二哥的病也不会因为没有银子买药越来越严重，祖母也不会那么大年纪还要去做农活。王海听着老三的话，心里也不是滋味，可那又怎么样呢？就算是这样，也还是要活着的，怎么着也得等着爹回来呀。放心，哥不会让你饿肚子的，抽空再去打猎，总有一天能给老二买上药。等哥攒了银子，就去找一个大院子，咱们就搬走。哦，对了，一会儿海棠婶子要来看望祖母。啥？海棠婶子要来看祖母？那春花姐是不是也来？应该吧。老三哦了一声，心想：哦，果然如此。海棠婶子对他大哥好，还不是因为春花喜欢？哼，春花那眼神，每次他一看见都浑身哆嗦。哎呀，这女人呀，果然可怕，和她祖母一样，都是母老虎，吃人不吐骨头的。走，回家。见老三抱着小妹不走，王海笑着问道：还不走？今天海棠婶送了鱼头，加上那2条鱼也够吃了。那炖出来的汤也不够小妹和4弟吃几顿了吗？说着，他把碗放到大哥王海手上，自己拎着大木盆蹲在水边。大哥你先走吧，我在这儿蹲一会儿。王柏说完，就抱着小妹蹲在水边上。二哥，书上都说了，那个老头钓鱼愿者上钩，万一就有鱼，就想往我这盆里蹦呢。说完就不吭声了，大有一副鱼不上来我不回家的模样。苏映雪看了看和自己3哥差不多高的大木桶，觉得这件事有点难啊。就算那鱼不长眼睛，总不能往盆里蹦的吧。再一看水面，苏映雪哇的一声哭出声。她上辈子就是在水里淹死的，之前还没觉得有什么，现在发觉3哥离这水边近了，她的心里一阵恐慌。真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三一阵的手忙脚乱，不知道小妹怎么就突然哭了呢？王海端着碗，拧着剑眉：别闹，小妹都哭了。再说鱼哪有那么好弄？要是这样的话……话还没说完呢，3人就见一条差不多和老三一样高的鱼从水里面窜了出来，紧接着那鱼一跃，直接蹦进了大木盆，尾巴一扫，把2条小鱼甩进水里了。这一幕不仅王柏和王海2兄弟看傻眼了，就连苏映雪也是惊讶的张开小嘴巴，忘记哭了。这鱼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真自己往盆里跳。大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看着盆里和他差不多长的鱼，王柏咽了咽口水。大哥，还等啥？咱们快把这鱼带回家去吧，祖母肯定是高兴。这么一大条，光是一个鱼头都能够咱们家吃上好几天的了。
走，咱们回家。说完这话，王海两条黝黑结实的手臂端起木盆，稳稳地迈着大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抱着苏映雪的老三。见着抽抽搭搭的小妹，老三眉开眼笑地哄她：小妹别哭喽，哥哥抱你回家，祖母做的鱼汤可好喝了。祖母，我们回来了。王海一进家门，赶紧地把装着鱼的木盆放在地上。这鱼你和谁家换的呀？是不是你海棠婶子呀？王海摇摇头，端起一旁的鱼头。祖母，这个是海棠婶子给的，让我带回来给咱们吃。啥？这是你海棠婶子给的？这年头，每家能吃上一口肉都不容易。海棠给他们家这么大的一个鱼头，也算是没忘了以前的情分。祖母，大哥换了2条鱼，才巴掌大小。你也知道村里那群人是怎么对咱们家，哪肯换给大哥？就那2条，还是海棠婶子换的呢。那这鱼，你去捞鱼了？一想到这种可能，王老太太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自己去捞鱼。没有鱼，咱们家就不吃。要是因为这么一条鱼丢了性命，你可让祖母怎么活呀？祖母，你放心，我没去捞鱼。这鱼是自己蹦进盆里的。哎呦，你拿我老太太当猴耍呢？那家的鱼会自己跳到盆里？老三悻悻道：咱家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老太太话头一噎，转头把眼睛放在老大的身上，她紧紧盯着老大看。哼，你三弟没个正经话，你说这鱼哪来的？老大嘴唇动了动，自己跳到盆里的。王老太太还是不大相信这事是真的，哪有那么傻的鱼呀？祖母，你信大哥，大哥不会骗你的，这鱼真的是自己蹦到盆里的，我和大哥亲眼看着的。这可真是怪了。王老太太虽然还是半信半疑，可是眼前这鱼却是实实在在的，鲜活得很。想到自己的乖孙女儿和老四的口粮，她想着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人没事就好，又连忙把老大往自己身前推了推。去杀鱼去。王娜匆匆忙忙从里面的屋子里走出来，找出家中唯一的一把刀递给王海。眼见着这条大鱼，老二也是有些吃惊。大哥，这鱼好大。是啊，一会儿正好做鱼汤。老大应了一声，手里举着的刀尖散发着寒光。开了刃的刀很快的，他手起刀落，鱼就已经被处理好了。哎呦，这鱼是大哦，够吃上好几天了。哎呀，乖孙女儿啊，祖母给你做鱼汤喝哦。说完了，恋恋不舍地把自己的宝贝孙女递到老二的手里。哦，乖哦，祖母去给你和老四做鱼汤。说完，他看了老二一眼。哎呀，你身体不好，老这么抱着也不行，去那边坐着吧。祖母，你去忙，我这就带着五妹去那边坐着。等会儿，急什么呀？王老太太端着木盆想了想，表情严肃。你妹妹虽然还小，但也不能一直叫老五老五的，多不好听啊。咱们家呀，就属你最有学识，给妹妹起个好听点的名字，知道不？好，这事交给我，您放心。见状，王老太太这才放心的去存放剩余的鱼肉。屋子里只有一脸傻兮兮的老三和老四，老大蹲在外面在处理鱼头，老二抱着苏映雪翻看着自己的那些书籍，想着取一些好听的名字。他翻着书籍，抱着小娃娃取了好几个名字。小娃娃圆溜溜的眼睛滴溜溜的看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妹，不喜欢吗？那咱们再换一个。他也没指望这么小的小妹能说话，只是自言自语说上几句。没想到苏映雪咿咿呀呀的挥舞着小拳头，落在了2个字上。映雪。苏映雪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生怕他不同意。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这2个字组合在一起，倒是挺冰清玉洁，颇有一番风骨。小妹啊，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名字，以后你就叫映雪了，可不能后悔啊。苏映雪这才开心的翘着小嘴笑了，真好啊，她还叫映雪。老大王海正在收拾鱼头，只见突然他用力的把刀插进去，但是受到了阻碍，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
大哥啊，你怎么啦？是不是里头有石头？我来帮你吧。你抱着老四离远点，别崩上血。老三哦了一声，这才抱着老四站得稍稍远了些。老大觉得不对劲儿，把刀扔在一旁，直接用手往出掏。没多久，他就从鱼嘴的深处掏出了一个闪闪发亮的珠子。大哥，这是什么呀？老二，租了一下。大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等祖母回来。好吧。老三点了点头，眼珠子一直盯着那颗珠子看。大哥都不知道是什么，看来只能问祖母了。王老太太转身把剩余的鱼肉安置妥当，放在井水里，就算是这么热的天气，也能保存好几天呢。今天先做鱼头汤，鱼汤分给2个小的，鱼肉给老二、老三他们吃。这顿饭也算是能吃得尽兴。鱼头收拾完了吗？在那傻站着看啥呢？哎呦喂，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连我和你说话都听不见？耳朵聋啦？祖母。老三一看见王老太太那模样，弱弱的喊了一声，急忙的抱着老四推到一边去了，只求大哥自求多福吧。正在气头上的王老太太眼神更不好使了，直接忽略了老大手上的珠子。她刚想开口骂几句呢，就见自己大孙子手一伸，这啥东西？怪亮的！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真是太大了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呦呦呦，这可真是发财了！这么大的珠子，可是值不少钱的嘛。正巧这个时候听到喊声的老二抱着苏映雪走过来了。祖母，怎么了？哎呀，怎么了？自己看呐，没长眼睛啊？啊，非得要问我老婆子。深海珍珠？祖母，这哪来的？我哪知道啊？问你大哥去。谁知道这东西他从哪儿弄的？一进屋就见他拿着。鱼嘴里掏出来的。鱼嘴里？老太太拔高了声音，显然也没想到鱼嘴里会出现这么个东西。她充其量以为是大些的好看些的珍珠罢了，结果老二又说是什么深海珍珠。可是他们这离那什么海可远着呢，这鱼怎么过来的呀？王老太太挽起袖子，扒拉着鱼脑袋，左右的翻过来调过去。祖母，你干啥呢？别捣乱，再翻一翻，万一还有呢。王老太太弯着腰，开始看盆里的鱼脑袋。翻了2下，王老太太觉得累，盆子往地上一放，开始指挥。我说老大老三呐，你俩再翻一翻。老大听了王老太太的话，开始继续拿刀砍鱼头，里面零零星星的又出了几个小珠子。虽然没有淡金色的大珠子大，但是光是这些小珠子也值不少钱了。一家人围在木桌子旁边数了又数，1、2、3，一颗大珍珠，5颗小珍珠。祖母，你都数了5遍了，就是1颗大的5颗小的，没错。老三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只想快点吃饭，哪想到饭没吃上，一家人饿着肚子在这数珠子呢。哎呀，吃的，我还能不知道你？有啥可着急的呀？那鱼又跑不了，啥时候吃不是吃啊？只是看着手里光洁莹亮的珠子，王老太太心中有些恍惚，这些珠子真是他们家的了，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可她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有一件事她一直没有想明白。他们一家人正可谓是晦气缠身，就连老大去打猎，那剑都插到兔子身上了，兔子都能跑没影。再对比今天的事儿，王老太太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他们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多了个小娃娃。突然的，王老太太想明白了，自己这乖孙女是个小福星啊！她一来，家里这霉运就被冲没了。除了这个，王老太太再也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想到了这儿，王老太太目光如炬，神色严肃的看着兄弟几人交代道：“我说，这珠子的事儿啊，你们就当没看见，谁也不许说出去。”祖母您放心，我们不会说出去。老大点着头回应，老二也是如此啊。老三自从知道这珠子的价值之后，也是笑嘻嘻的。茶不外露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是吧，二哥？见哥几个的态度，王老太太这才安心下来。最大的那颗，老二说价值1000金，这东西突然出现在他一个山野老婆子手里，可不妥当。
王老太太活了这么大岁数，心里清楚得很，这种贵重的宝物可不是她一个老太太想卖就能卖得掉的，她也没那个实力护得住，还是不拿出来最好。王老太太左想右想，觉得最大的这颗珠子留着给她的宝贝孙女当嫁妆最妥当。心下有了主意，王老太太自己来到床板子下，把这颗淡金色的珠子和苏映雪脖子上的那块玉佩放在了一起。至于那些小点的白珍珠也要先收好，等到日后日子不好过了再拿出来卖。把板子上的被子整理好，王老太太这才出去做鱼头。出门见到老二就问道：你小妹的名字取好了？取好了，祖母。小妹叫映雪。映雪？哎，这个名字好啊！哎呀，这个名字好！哎呀，一听就是乖乖的女娃娃，还又学识。王老太太的手艺自然是没得说，苏映雪就是被一阵阵香味给勾着醒的。苏映雪觉得自己仿佛是做了一个梦，睡得很沉。梦中的她好像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一排排的食物琳琅满目，上面的字她也不认识，觉得陌生得很。那些东西奇形怪状的，让苏映雪心慌。但那些架子上有食物，比如那个大鸡腿，在一个透明的东西里，看得见模样，却闻不到香味儿。她梦里的鸡腿比苏家儿子吃的鸡腿看上去可香多了。可奇怪的是，这样大的地方空荡荡的，除了苏映雪自己，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她有些害怕这样的环境，只祈祷自己快点从梦中醒过来。就算那鸡腿看上去实在是诱人，苏映雪也没敢动手去拿。在之后，一阵香喷喷的味道萦绕着她，睁开眼睛就见到王老太太抱着她笑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老太太看着外面的天色，暗自嘀咕：这海棠他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还没到？不会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抬头对着老大说：我说老大呀，你出去看看，这大晚上的可别出了什么意外呀。这孩子也是，明天来也是来，非赶个大晚上。过了一会儿，海棠婶子终于带着春花来了，手上还带着一堆东西呢。一进了门，海棠婶子就看见了王老太太。一段时间不见了，觉得她苍老了不少。一瞬间，海棠婶子的眼眶就红了。王家婶子，我来看你了。哎呦，人来就行啦，拿东西干啥呀？这不生分了吗？不生分，不生分，这都是应该孝敬您的。说着，忙把手上的东西递给王老太太。这是我腌的猪肉，没多少，您别笑话。这个菜是我种的，看着不太好看，吃着不差。啊，还有这边的篮子什么的，总想着您能用得上。王老太太恍然大悟，怪不得海棠这么晚才来呢，背着这些个东西怪沉的。哎，海棠啊，你人来了，我老婆子就很高兴了，以后可别再带这些东西了啊。说着又看向在门口不知所措的春花。哎呦，这是春花吧？这孩子又变漂亮了，长得俊。哎，我说老大呀，你赶紧给春花盛饭，带着你海棠婶子吃饭。哎呀，这天太晚了，王家婶子，这饭我就不吃了，我就是来这儿看看您。现在见也见了，我也安心了，我这就带着春花回去，再晚就不好了，难免有人说闲话。王老太太叹了口气，也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那些个人黑的都能说成白的，也就没有再挽留。海棠婶子一出门，才看见王家老三怀里抱着个小娃娃，她有些傻眼的回头看，老王婶子怀里还抱着一个，这老王婶子家咋有2个小娃娃了呢？见到海棠吃惊的模样，王老太太解释道：哎呀，这俩孩子呀是龙凤胎，这女孩啊身子骨不好，生下来就送到寺庙里静养去了，这不昨天才接回来。啊，我还想着呢，你们家老四和以前长得咋不一样了呢？原来是龙凤胎呀！海棠婶子看着王老太太怀里的小娃娃，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她。她一靠近，那小娃娃还咧开嘴笑了，咯咯咯的。点个订阅吧。祖母，我出去打猎了。哎呦喂，等会儿，急什么？
只见王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手帕，打开后里面是2颗白色的珍珠，没有什么光亮，俨然不是鱼头里掏出来的那些。祖母，这什么这呀？家里粮快没了，也该去买些。哎，还有你二弟的病，不能再拖了，把这俩珠子拿去换钱。药方的你是知道的，给老二买一些，能喝一点是一点。他那病可不能再拖了。祖母，这是爹给你和娘买的。屁话，家里要吃喝，2颗没用的珠子而已，带着他在身上，难道还能填满咱家的肚子？就算是卖了，你爹回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啊？给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我做主，这珠子卖了换吃的。听着王老太太的话，老大觉得有道理。祖母，这2颗珠子卖掉后，先给二弟买药，剩下的我都买2米。快去，别在这儿碍我的眼。王海走后，王老太太开始收拾屋子，苏映雪则是被老三王柏抱在怀里晒太阳。老四，今天的鱼汤是不是很好喝？小妹，今天你吃饱了吧？以后还想不想吃？哎呀，看我这脑子，你们还不会说话呢。四弟小妹，你们快些长大，我就能带着你们一起爬树、掏鸟蛋了。尤其是烤山雀，虽然肉少，但是吃起来可香了。听着眼前的小哥哥对着他们俩不停的念叨，苏映雪听得入了神。她还没有见过三哥说的那些东西呢。苏映雪对老三描述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不一会儿，一丝莹亮的口水就挂在了他的嘴角。听着王柏的那些话，他最后还是抵不住瞌睡，直接睡了过去。梦里，他又来到了上次那个奇怪的地方。苏映雪的心理年龄只有7岁，再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让他想起了以前听说过的吃人的妖怪。只有那些妖怪才会变出罕见的东西进行哄骗，之后再把那些小孩给吃掉。想到这些，苏映雪忍不住脊背发凉。这里究竟是哪里呀？苏映雪哆哆嗦嗦的在这里待了好久，也没有见到传说中会吃人的妖怪。渐渐放松之后，她悄悄地抬起脖子看了一眼，自己周围都是食物，最低的地方只要她爬一段路就能够得到，最高的地方也摆放了好多模样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她也看不清，但她不敢动，哆哆嗦嗦在这陌生的奇怪地方待了好久。就在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只觉得头脑一晕，再次睁开眼睛，自己还在三哥的怀里，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样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大背着弓箭上山，天气热，猎物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进了林子，只能听到虫鸣鸟叫。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在地上仔细地寻找着，没一会儿就见到一串脚印。眼看着草里棕褐色的野兔，老大快速地从后背抽出了一支箭，嗖的一声，那一箭飞快又准确地射中了野兔。只是还没等老大赶过去查看呢，这兔子就带着屁股上的箭一蹦一蹦地窜走了，眨眼就没了踪影。王海只得再盯着别的猎物，可是无一例外，今天的猎物都是中了箭却还吊着一口气儿，总是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逃得不见踪影。老大倒也不吃惊，因为他打猎一直都是这样，就算他百发百中，弓箭势如破竹，可是那猎物最后都会逃走。只是今天从他手下逃走的猎物比平日里多了些，这不算奇怪。抬头看着太阳，想起王老太太交代的事儿，一会儿要是再抓不到什么东西，他直接赶去县里把2颗珠子当了，早点把米买回来。眼见着太阳往下移，王海只打了一只野鸡。大哥，大哥！远远的就听到老三的声音，老大的眼皮子直跳。站着别动，我马上就下来。知道了，大哥，你快来，我带了小妹和老四来看你了。听着老三笑嘻嘻的声音，老大的身子一顿，紧接着加快了脚步。一见到老大下来，老三恨不得原地蹦起来。虽然大哥打猎也倒霉的事儿他们知道，但时不时的也能打回来一点小东西。吃是不够吃，但是足够打牙祭尝个味儿了，总比没有强嘛。苏映雪看着大哥手里拎着的东西，一时间想到了老三说的山雀，咂巴了下小嘴巴，口水止不住的分泌。老三的脑子里只有吃，见到苏映雪嘴角的口水，他忍不住笑了，忙走上前问道：大哥，你今天打到啥了？啊，一只小野鸡。老三看着野鸡也很满意，肉是少了点儿，但是也能煮上一锅汤，祖母的手艺可不差呢。这么想着，他脸上美滋滋的，
仿佛是已经喝到野鸡汤了。大哥，这野鸡我帮你拿回去吧，省得你再往家里跑。我可是带着海棠婶子的筐来的，老四和小妹正好睡在里面，东西我拎着回去就成了。王海伸手接过老四和小妹，将他们俩放在筐里，直接背在自己身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三的手里没了孩子，筐也在王海的身上背着，一时间感觉身上空荡荡的，他还有点不太习惯。大哥，要不还是我背着吧？不用，我背着，咱们一起回家。那我拿野鸡。老大摇头，声音有些疲惫。走你的路。老三这才哦了一声，跟着大哥往前走，身上没筐，手上没有弟弟妹妹，一身轻松。老三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轻快的感觉了，他跟在老大的身后，一边走一边蹦。嘿嘿嘿，我去喝野鸡汤喽！突然，老大停住了脚步，只见他屏住了呼吸，耳朵动了动，伸手拦住了继续往前走着的老三。大哥，怎么啦？怎么不走啦？嘘，别出声。老大凝神将老三的嘴捂上，一个闪身拉着他便爬到了树上。大哥，咱们上树干啥？有老虎。老虎？大哥，那你可要看好小妹和四弟。听到大哥这么说，老三不淡定了，他撑着胆子偷偷的往下面望，怎么着也没看到大哥所说的老虎啊。大哥，老虎。还没等老三的话说完呢，不远处的林子里突然一声虎啸冲破天际，吓得老三浑身一哆嗦。只过了几秒，那只森林之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竟然是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只见那只白色的大老虎突然冲着一只兔子追了上去，奔跑起来沙尘四起。老三此时已经忘记了喘气儿了，他的脸憋得通红，就怕自己一喘气儿，这老虎就奔着他们过来了。野兔一蹦一蹦的往前窜，白额吊睛老虎在后面追，一前一后，你追我赶。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那兔子一个转弯，原地蹦跶了一下，两腿一蹬，死了。那老虎体型庞大，还来不及转头，就一头撞到他们所在的大树上，声响巨大，树木都被撞得剧烈抖动。老三一个没留神，差点就从树上掉下来了，还好老大及时抓住了他。大哥，老三的眼泪顿时就出来了，抓着老大的衣裳不肯撒手。要是大哥没抓住他，就算不被摔个半死，也要被吓死啊！下面那么大的一只白老虎，谁知道死没死啊？他还不够老虎塞牙缝的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大见着下面没有动静，直接一跃从树上跳下来，拿出自己的匕首，一刀送着白老虎去见了阎王。为了确保虎皮的完整，王海只割了喉咙，没让这老虎流多少血。毕竟虎血可以是好东西啊，这只白老虎浑身都是宝，不能浪费。相比之下，那野兔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拿草绳一捆，直接和小野鸡一起都扔给了老三。这两个你拿着。说着，老大拖着白老虎的两条后腿就要走。突然的一声奶声奶气的弱小的声音打破了此时的融洽。大哥，我后面有东西叫。见到老三被吓得够呛，老大眼中杀气迸射，向后方看去，草丛中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一只白色的小东西摇摇晃晃的走了出来。只见小东西摇摇晃晃，小爪子跑到那只大老虎的身下，湿乎乎的鼻子拱来拱去，找奶喝呢。小老虎崽子而已。老大眼看着小老虎哼唧哼唧的喝奶，也没有着急，想着让小东西喝饱了再走。大哥，这真是老虎崽子，怎么长得和猫一样，还没有隔壁那只大花猫长得大呢？苏映雪在老大身后的大筐里睁着眼睛看，这只纯白色带着花纹的动物比大黄好看多了，叫声弱弱的，也不会咬人。老大弯下腰，一下子把小老虎翻过来，又对着老三说：行了，咱们该走了。老三用力的点着头，手里拎着野鸡野兔，跟上老大的步伐。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苏映雪又听见了那奶声奶气小猫似的声音。她顺着缝隙看，那只小动物居然跟到了他们家门口。苏映雪都看见了，老大和老三自然也听见了。大哥，这东西怎么还跟家里来了？他可是听说过，这狼啊虎啊这些动物报复心很强的。一瞬间，老三心慌的不行，这东西怎么跟着他们回家了呢？
老大看着这只老虎崽子，直接拎着脖子塞到了老三的怀里，吓得老三站都站不稳了。哎，大哥，你干嘛呀？拿回去给小妹玩。老大刚才一回头，就看见小妹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这个小崽子看，眼睛都不肯眨一下，肯定是喜欢极了。这老虎崽子没了母老虎，横竖也是死。既然小妹喜欢，还不如留下来给她玩呢。要是伤了人，就扒了皮给小妹做东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你快出来看看呐！大哥可是拖回了一只大老虎呢，可大可大了。老虎？哎呦喂，一天天说话都没个边了。哼，翻了天了还，今天打虎，明天就打龙啊！我看你们这群小子。话说了一半，老太太也走出门了，没骂完的话被王老太太咽回肚子里了，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可是旁边还站着他俩孙子呢，这又像是真的。王老太太冲过去，对着老三的屁股掐了一下。祖母，你掐我干啥？哎呦，看看是不是做梦。见老三龇牙咧嘴，他又觉着烦。屁股肉多，至于那么疼吗？平时上树摔下来也没见你叫得这么厉害。老三一股脑的把东西塞到王老太太手里，捂着屁股往王海的身后跑，生怕王老太太再掐他一下。还有野鸡和野兔呢。王老太太看了一眼，没在意，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头，怎么自己的怀里还有东西在动呢？哎呀，这是活的呀！他定睛一看，一只毛茸茸的虎崽子在他的怀里拱来拱去。王老太太一哆嗦，急忙把虎崽子扔到地上，怒道：哎呦，这是啥？谁带回来的？祖母，只是只小虎崽子，带回来给小妹玩。老大这话说的轻巧，可是听得王老太太直着急呀，伸手在王海的手臂上啪啪连拍了几巴掌。哎呦哎呦，这东西是能随便带回来的吗？小时候养着就算了，那大了可咋整啊？不得和地上那个一样大？那伤着人怎么办？祖母您放心，没事儿，有我在呢。要真伤了人就宰了，先给小妹他们玩着，不碍事儿。王老太太看着地上那一大坨的老虎，就心颤颤呀。老虎全身都是好宝贝，那怎么就弄回来个这么大的东西呢？虽说老大他们好好的站在他的面前，他还是不放心，觉得心里慌得很。映雪和老四呢？老大手臂一滑，把身后的大筐晃到了身前。祖母，这儿呢。王老太太赶紧伸着脖子往筐里看了看，只见两个小的都伸着手冲着他笑。王老太太心口压着的大石头这才被挪开了，整个人是长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拉着老大左右的看。没受伤吧？这么大的东西可怎么弄回来的呀？拖回来的。拖回来的？王老太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大孙子还有这本事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也是，咱家人啊力气都大，随我了。只是看了后，王老太太又心里发愁，嘱咐道：哎呀，家里够吃，不够还有珠子呢，少弄这些危险的东西。要是这几个孩子没了，以后的日子他都不敢想。这些东西再值钱，还能有几个小崽子的命值钱吗？人没了，再有钱有啥用啊？他又谨慎地问道：你们回来的时候没让人看见吧？没有，祖母你放心吧，咱家离村子那么远，没事谁会过来？没有人就好。老大呀，你今天啊也别去换粮了，赶紧把这老虎给卖了，能扒皮就扒皮，能整只的卖也行，可别留在咱家里头过夜。不是因为别的，对着这么一只大东西，谁能睡得安稳呀？那眼珠子大的和铜铃似的，吓到小孙女怎么办呢？王老太太说的在理。王海看了看天色，我先拖屋子里去，省着谁路过看见，等天黑了我再拿去卖。行，咋都行，快去吧。王老太太摆摆手，让老大赶紧把这大家伙弄走，自己这老命本来就没几天了，天天还有心颤悠啊。老三等了半天也没见着二哥，转头问了一句：祖母，二哥呢？你二哥呀，给你海棠婶子家送点鱼肉过去，还没回来呢。王老太太算了下时间，也是有些奇怪。这按理说你二哥也该回来了，这咋你们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呀？不知道，要不我去看看。一会儿啊，让你大哥去看，你先陪你小妹他们玩一会儿。
王老太太忙起来，脚不沾地，扔下一句话就带着小野鸡和兔子走了。院子里还没安静多久，就来了一阵敲门声。王家婶子，王家婶子在不在？你们家老二掉水里了。是海棠婶子的声音。老三直接从凳子上窜起来，急忙跑过去开门。婶子，我二哥掉水里了，洒掉的水里，我二哥人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往门外看，没见着自己的二哥，倒是看到了春花姐，还有一个从没见过的男人。真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三呐，你别问了，快去把你祖母和你大哥叫来，再不去，你们家老二命都要没了。你二哥脸都白了，进气呼气都变少了，你赶紧的吧。老三听了也知道事情严重，慌慌张张的跑着去喊人。祖母别炖鱼肉了，海棠婶子来了。哎呀，来就来吧，咱家又不是没吃的。他往旁边一看，这也没人呢。老三啊，你海棠婶子人呢？你咋不让人进来坐？你该不会让人家一直在外面站着吧？祖母，海棠婶子不是来串门的，二哥在掉水里了。老大，你快出来！王海听见祖母喊他，急忙跑了过来。赶紧，你二弟掉水里了，你海棠婶子来家里，咱们赶紧过去看看。祖母，咱们快走。海棠，我家老二咋样了？婶子，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你们家老二这情况，哎呀，不太好啊。王老太太心里一晃，眼睛更看不清东西了。完了，早知道她今天就不应该让老二去送鱼的。本来老二这病就是一拖再拖，这下子掉水里，那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口气了。没病的人呛几口水都难受，老二这能不能挺过去也不好说呀。王海觉得这样赶路慢，直接背起王老太太一起赶路。老三的手里抱着2个小的，跟在后面跑。婶子，这不是去你家的路啊！哎呀，怪我，这事儿太突然了，都忘了和你们说了。海棠婶子呼呼地喘着粗气，赶了这么远的路，她有些累了。这位是宋玉生，隔壁苏家村的教书先生。你家二弟被冲到苏家那边河里去了，就是他先看见的，找了村里的赤脚大夫看着呢。他这也是打听了一圈，找不到你们家，就直接找上我了，这不就来找你们来了。本来你们家这老二的情况就不太好，直接抬去他们家了。老二是在苏家村里的河里被看见的，这老二不是去送鱼肉，怎么还给自己送河里去了？海棠啊，老二没去你们家啊？没啊，婶子，你咋这么问呢？没事。海棠婶子还想追问几句，王老太太却是让她别再问了。她心里门儿清，老二出事儿是意外，老二也算是海棠看着长大的。海棠要是知道了老二是为了送鱼才出去的这趟，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这事儿还是别对着海棠说了。苏家村离着王家村不算远，但也不算近，光是靠着2条腿得走上一阵子呢。路上碰到了几个八卦碎嘴的婆子，跟着他们问东问西，他们一行人也没有理会，紧赶慢赶的，总算是到了宋玉生的家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屋里老二正躺在木板床上，衣服头发都湿透了，脸惨白的。王老太太只看了一眼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这脸白的和死了几天一样，8成是没救了。大夫啊，我孙子情况怎么样了呀？这孩子本来身子骨就有娘胎带来的病，要是一直有药吊着，虽不能根治，但也能好个7、8分。可你们不仅断了药，还让他落了水。哎，气息薄弱，脉搏都要把不到了，只是现在还吊着一口气，和死了也没差啥。你们早些料理后事吧。哎，你骗人，人胡说，我二哥才不会死，他肯定会活的，你是个庸医。哎，小娃娃，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们打听打听，我治好了多少人？你们家这情况，我是真没法子了。哎，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行行好吧，救救我二孙子，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成。老大见王老太太跪下，也跟着跪在地上，就希望赤脚大夫能再想想法子救老二一命。哎，你们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一个赤脚大夫有啥办法呢？你孙子这情况要100年人参吊着才行，那东西哪是咱们这种人家用得起的，就是见也没见过呀。我这办法告诉你了，你说说，你能找到老山参吗？
您知道哪里有吗？我们凑一凑，还是可以换一点百年老山参的。哎，你们呢？你们真是……哎，那东西啊，县里都没有，你们得去关老爷府邸的位置。那些个大户人家手里都捏着一两根，但路这么远，赶马车一来一回就得1、2日。哎，没说完的话不言而喻。老二这是活不成了，就算他们能换点老山参，路太久，时间也来不及了。赤脚大夫带着自己的东西匆匆离去，手里捏着几枚铜钱。出门的时候交到救人的宋玉书手中。这病人我没救活，药也没用，这钱呢我也就不收了。还没等宋玉书说什么，他便匆匆离去。王老太太身体一歪倒了。主母，王老太太哪能不知道这大夫是啥意思呀？她只恨自己没能留住钱财，亏了老二的身子，让老二丢了小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咱们现在咋办呀？咋办？能咋办？你二哥就算是死，也不能死人家里头啊，给人家添晦气。王老太太搭着老大的胳膊站了起来。来，咱们抬着你弟弟回家。海棠啊，来帮婶子搭把手。哎，我这就来。海棠婶子听到王老太太的声音，赶紧收敛情绪，跑上前去搭手。春花也想上去帮忙，被海棠婶子推到了一边。这不用你帮忙，我一个寡妇，别人说闲话也就说了，你一个没嫁人的姑娘，就别掺和这事儿了。春花没有办法，只能干站着，看着自己娘和王海忙活。宋玉生想要上前去帮忙，王老太太也没让，人家忙前忙后，屋子里还差点死了人。想到这些，王老太太心里已经是很过意不去了，怎么好意思再让人家帮忙呢？今天可真是谢谢你了。王老太太说着，又要给人跪下。婶子，这可不行，我哪能承受得住这个？折煞我了。年轻人啊，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老太太我家里忙，改天一定来登门道谢。之前没工夫瞧，现如今才真正的打量了一下宋玉生的样子。这宋玉生一副文人墨客打扮，长得虽然和老二截然不同，但是身上的气质如出一辙。要是老二没出事儿，以后说不定也是这个样子，最差也能当个私塾先生啊。可惜了，人都要没喽。临走，王老太太还在和宋玉生道谢。好孩子啊，好孩子，今天真是麻烦你了啊。老三抱着哭得撕心裂肺的苏映雪跟着大哥走了。苏映雪哭得眼睛都肿了。老三转头的时候，他正好面对着宋玉生手里抱着的娃娃。他看着那个娃娃，只觉得有些眼熟，像是见过，但一想到自己二哥就要永远都见不到了，他又大哭起来，不断地伸着手想要拽老二。老三却只以为苏映雪哭烦了，默默地用手臂裹着苏映雪和老四的小手。小妹四弟，你们别哭了，你们一哭我也想哭。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哟，王家婶子，你家老二这是咋了？哎呦喂，这脸咋这么白呢？这都赶上县里买的白面了。嘿，我早就说了，老二身子不好，少给他往里头搭钱，说不定哪天一下子就没了，铜钱也就打水漂了。哼，看看我说什么来着，真就被我给说着了吧。王老太太垂着眼角，没有搭理他们俩，长叹了一口气，让老大带着老二他们先回屋子里去。还没等王老太太把人撵走呢，这俩婆娘一打眼儿，就见到老三怀里抱着俩娃娃。奇了怪了，他们家啥时候有2个小崽子了？啊，不知道啊，还真是俩呀。老三人小，一下子就被抢走了怀里的妹妹。你们干啥？快把妹妹还给我！祖母，你看他们把妹妹给抢走了。去，看看咋了？你们家不就是一个老四吗？咋还多出来个妹妹？看着老三在他周围蹦跶，方子一把将老三推到地上去。哈哈，反了天了！今天要是让你们几个给欺负了，我王老太太岂不白活了？王老太太怒从心中来，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都被气成了猪肝色了，下手更是又狠又重，像是要把今天所有的愤恨都撒出来。哎呦，谁打我呀？方子正打着歪心思呢，只感觉自己的脑袋一痛，感觉热热的东西从自己头上流了下来。
他伸手一摸，嗷嗷大叫起来：“啊，血！啊，出血了！哎呦，救命啊！杀人了！”王老太太一把夺过苏映雪，看着小娃娃的脸都哭红了，她的心里是又气又急。这两个挨千刀的东西，居然还敢打起她乖孙女的主意。方子一旁的根子媳妇见了血，也有些怕了，但根子媳妇还是壮着胆子，手指着王老太太跳脚，手指头刚伸出去，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哎呦，你居然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们两个，打你怎么了？就算是你家根子见了我也得叫一声婶子，我就算是打他，他也不敢放一个屁。轮到你在这儿和我叫唤。祖母，打他刚才直接把小妹抢走了，他还推我。祖母你看，我手都破皮了。本就要失去一个孙子了，现在老三的手破破烂烂，孙女又明着被人抢，谁能咽下这口气呀？王老太太把怀里的乖孙女递给老三，沉声道：“老三，看好你妹妹。”王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出了名的泼辣，也就是这两个婆娘脑子里不装事儿，才敢这样对王老太太。此时被一棍子又一棍子揍在身上，两个人不断的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院子里那只小老虎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迈着小肉爪子也跑了出来，围着根子媳妇他们俩脚边撕咬着他们的裤脚。哎呦，哪里来的小畜生啊！咬他们，咬他们！小妹，大哥说的没错，这家伙还真是亲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老太太打够了，把手上的棍子往地上一扔。呸！滚！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们！要是让我知道你们两个出去乱说，我就撕烂你们的嘴！根子媳妇儿和方子俩人看到王老太太的眼神像是见了恶狼一样，头也不回的跑了。祖母，你刚才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把他们两个打跑了。哼，少说那没用的，你要是有我一半厉害，还能被那两个挨千刀的推地上？哎呀，你妹妹没事就好，这两个臭婆娘居然敢打映雪的主意，真是欺负咱们家没个顶天的男人了。想到自己早死的老头子，王老太太心里总像是压了块石头，又看了一眼围着老三转圈的小老虎崽子。哎，行了，反正有你大哥看着，这小崽子就在咱们家住下吧。王老太太接过苏映雪，又看了看老四，见这俩孩子是真的没伤到碰到，才长舒了一口气。哎，咱进屋瞧瞧你二哥去吧。哎呀，婶子，你可算是来了，快进去看看你们家老二吧，孩子我来抱。苏映雪不干，她也想进去看看二哥。海棠婶子刚接过手，她就挣扎着想往王老太太那边去，伸手抓啊抓的。婶子，你们家孙女想和你一起去呢。王老太太也笑了，把苏映雪搂在怀里。哎呦，乖孙女儿，咱这就去看你二哥。那婶子，我就先带着春花走了。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直接让人去找我，我肯定来。哎呀，今天啊就不留你和春花吃饭了啊，别怪婶子。哎呀，婶子，我咋能怪你呀？你想哪儿去了？两人总共也没说几句，海棠就带着春花走了。祖母，我给二弟擦干净了，又换了几件干爽的衣服。唉，王老太太沉声应了一声，没再说话，看着老二连连叹气。老王家全家人都围着老二，就怕他啥时候咽气儿了，没人知道。过了一会儿，王老太太让老三抱着两个小的去一边玩。老三呐，和你弟弟妹妹去玩，只有我和你大哥就够了。锅里有鱼肉和鱼汤，给你弟弟妹妹喂点，别饿着肚子。知道了，祖母，我这就去给小妹他们喂鱼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妹，你不能再吃了，村里有个崽子就是一下子吃太多时撑死了，晚点我再喂你吃。老三看着苏映雪鼓起来的小肚子，说什么都不肯喂了。他四弟倒是没有吃那么多，只喝了一碗就开始打瞌睡。老三也觉得困，抱着两个小的去到另外一个屋子睡。那张大虎皮就铺在地上，老大刚扒好了就走了，剩下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呢。屋子里一股血腥味儿，要是以前老三肯定懒得在这睡的，可是现在他懒得绕过去回到自己的屋子，两只眼睛恨不得粘在一起打瞌睡，能在哪睡就在哪睡吧。苏映雪本来还很精神的，眼睛盯着大虎皮看，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听到自己三哥打呼噜的声音，
他点着小脑袋，也觉得有些困了。梦里，苏映雪再次来到了那个地方，她往前爬了几下，依旧是没有一个人。苏映雪前前后后进来了3次，每次还都是在她睡着的时候。她又爬了一小段路，苏映雪发现这里和她刚刚在的地方好像有些不一样。她睁着眼睛打量着周围的环境，都是她没有见过的东西。她所见到的那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怪模怪样的，可是苏映雪就是知道那是什么。苏映雪一抬头就见到几个大字：老山参专营店。苏映雪手脚并用，开始往野山参的屋子里爬。她不知道是不是有妖怪，可是野山参能救二哥的命，如果真的能把野山参给他，就算被妖怪吃了，他也愿意。苏映雪一个没注意，手脚滑了一下，直接撞到了一个硬东西上。紧接着，她的眼睛里好像是看到了一排她看不懂的文字，但是苏映雪觉得自己隐约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无可用资金，是否选择以物换物？以物换物，她知道，她见过以前的苏家婆娘拿着鸡蛋去换粮。苏映雪看着水一样的东西里面有着一颗很大的野山参，和周围的那些都不一样。她试了好几次都够不到，急得苏映雪的额头出了一层薄汗。这可是二哥救命的东西呀！突然的，苏映雪睁开眼睛，自己又回到了三哥的怀里。老三还在打着鼾，只是那些野山参和他曾经见过的东西都不见了，就像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真好看，点个订阅吧。苏映雪没了野山参，急得哇哇哭。老三累得很，睡得像头死猪一样，就连这样的哭声都没有听到。小娃娃蹬着小腿儿，一个翻身从老三的怀里掉到了地上的虎皮上。他的眼睛里又看见了一行字，咿咿呀呀的。苏映雪还不会说话，奶声奶气的啊出了那些字的意思之后，他已经忘记了哭。下一秒，那张巨大的虎皮凭空消失了，而苏映雪的面前多了一颗根须盘绕的老山参。老三睡得迷糊，梦里只听到有个小娃娃的哭声。老三猛地睁开眼睛，一咕噜从床上滚下来。小妹，你咋又哭了？是不是摔头了？把他抱起来看了一圈，还是白白胖胖，胳膊上也没有伤着。老三笑嘻嘻地哄着苏映雪玩，却没有发现苏映雪早就不哭了，小手一直摆动着。老三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把它放在地上。这一放可就坏了，苏映雪的旁边多了个萝卜一样的东西，能铺满地的大虎皮却不见了。呀，家里这是进贼了呀！祖母，咱家来贼了！那张大老虎皮不见了，还给咱家扔了个丑萝卜。叫唤啥呀？祖母，咱家进贼了，大虎皮不见了，还给咱们家扔了个这个。王老太太可是见过世面的，见着老三手里那东西，她昏花的眼珠子都亮了，一把将老三拽进屋子里，从老三的手里拽出那根丑萝卜，掰了一根须子，直接塞进了老二的嘴里。祖母，这萝卜又小又丑，给二哥吃这个干啥？咱家不是有大萝卜吗？那个多水灵，长得也好看。王老太太瞪了老三一眼，紧接着把老三口中的丑萝卜用手帕小心仔细地包好，压在老二身边的枕头底下。王老太太把老三拽到身边，说，仔细地说，这东西哪儿来的？虎皮又是咋的了？我带着小妹还有老四去睡觉，睡着的时候还好好的，醒了的时候发现小妹在哭，还滚到地上，我就去哄小妹，结果发现地上那张虎皮不见了，还多了一个丑萝卜。这东西就在小妹脚边上，我见着了就拿来找你和大哥。祖母，你说咱们家那虎皮能被谁偷走？是不是刚刚在咱家吵架那俩人，他们盯上了咱们家了？听着老三说完了这些话，王老太太眼泪止不住的流啊，照着老三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祖母，你打我干啥？咱家都进贼真好看，点个订阅吧。就咱家这样，能有贼看得上？王老太太抹着眼角的眼泪，别瞎说，咱家哪是进贼了呀？分明是进了小福星喽！啊，小福星哪儿呢？大哥，你看见小福星了吗？没看见。你们两个可真是榆木疙瘩脑袋，一点都不开窍。咱家有大鱼往盆里蹦，别人家有啊？没有。老大，你打猎也有几年了，
你见过这大老虎自己往树上撞啊？没有。王老太太说到这儿，老三和老大也明白了，只是他们还是有些难以相信。祖母，你的意思是说小妹是小福星，因为小妹在家才有鱼和虎皮的，可是虎皮没有了，被人偷走了。王海看了老三一眼，又见王老太太这样谨慎，心底隐隐有了猜测。祖母，那这老人参会不会也是因为小妹才有的？王老太太这才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老大的说法。啥？老山参？我拿着的丑萝卜是野山参？祖母，大哥，二哥真是有救了。王老太太也高兴地跟俩孙子点头，一激动把自己那天接苏映雪回来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只觉得能碰到这么个小娃娃是自家的福气。老三和老大这才知道，苏映雪不仅救了王老太太的命，自从她来到家里，他们老王家的霉运都少了不少。祖母，小妹是不是从天上下来的？万一被老天爷抓回去咋办？那我不就没有小妹了吗？你这小妹呀，说不定就是天上的小福星，下来经历磨难来了，怎么着也得在人世走一走才能回去呢。王老太太深思熟虑，叮嘱两个人这件事儿千万别和别人说。祖母你放心，我不说，大哥也不会说出去的。可是祖母，为啥大鱼和老虎都是自己送上门，到了二哥的野山参，虎皮就没了？这个你二哥知道的多，等你二哥醒了问他。看着老二的脸，王老太太沟壑的老脸总算是缓和了。有了这野山参，老二也算是能捡回一条命了。他们老王家欠着小娃娃的可太多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哥，你说祖母让咱买母羊和母鸡干啥？咱家也养不了这些东西。要是母羊和母鸡死了，祖母还伤心生气。这么热的天，咱家又吃不了一只羊，还要买糖和点心。不会死的，祖母都说咱小妹是小福星。对啊，我怎么给小妹忘了？那以后咱家养啥都不会死了。对，要不按咱家这运气，哪能拿鱼肉填饱肚子？老三也反应过来了，王老太太为啥突然让他和大哥买糖和点心？那是给小妹吃的。等这两兄弟赶到县里的时候，天都要黑了。路边的小贩都收拾东西，挑着担子往家里走。大哥，咱们现在去哪儿？医馆。老大没有四处转，而是直接进了一家医馆。掌柜的，掌柜的！啊，大哥，这地方可真大，好像那个大酒楼，我害怕。不怕，咱们卖完就去下个地方。来了来了！永生堂的掌柜听着有客人进来了，急忙加快了脚步。可他一钻出帘子就傻眼了，脸上的笑骤然消失。哪儿来的小乞丐？我永生堂也是你们能进来的地方，穿得破破烂烂，也不怕脏了我这地儿。滚滚滚滚滚，赶紧滚！哎，你这人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哼，难听？滚不滚？不滚，我可叫人扔你们出去了。大哥，你看他。老三，咱们走吧。老大动了动嘴唇，本来还想着再说些什么的，但是看着掌柜那副样子，知道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再找个地方试试呢。哼，臭要饭，居然还敢要到我这儿来了，身上都带着一股穷酸味。大哥，咱们现在去哪儿？不急，咱们再去下一家看看。有了上次的经验，他没有选那些看起来很贵的医馆，而是直接左拐右拐，进了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医馆。但愿世间人无弊，何妨架上跳生尘。哈哈，两位客人来我这儿可是有事？老先生，我们是来卖虎爪和虎骨的。虎爪、虎骨哪儿呢？快拿来让我瞧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三急忙把手里的这堆东西递了上去，只见那老头一会儿叹气，一会儿胡子抖动的大笑，吓得老三往王海的身后躲。过了一会儿，只听这老头高声赞叹：哈哈，好东西，好东西啊！两位，如果我没看错，你身上的是虎肉吧？是。不如一起卖给我如何？
你这东西再换别的地方卖也麻烦，不如一起卖给我，价钱嘛，是否可以适当的便宜些？那是自然。如此甚好。说着急匆匆的跑走，再回来的时候，他的手里捧着一个木匣子。虎肉加这些虎骨，还有虎爪一副，10两银子可好？啊，老夫只有这些银两了，但老夫允诺，你家中日后有人需要医治，尽管送来，老夫分文不取。老大虽然想到虎骨和虎肉能卖上些价钱，但也没想到能值10两银子呢，那可是1万个铜钱呀。照着老头的话，应该能卖上更多的银子，但是现在他们急着买东西回家，也顾不得太多了。尤其是这最后的一句承诺，让老大直接把手里的肉和骨头都堆在老头的柜台上了。家里有个弟弟，正好需要医治，尽管送到我这儿。2个人告别了这老头，往卖羊的地方走。2个人出去的这段时间，王老太太一会儿觉得自己的眼皮跳跳，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心口闷得慌。她抱着苏映雪和老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祖母，我们回来啦！老大老三，你们2个弄回来这么多？岂止啊，祖母，大哥手里还有很多银子呢。王老太太打开盒子一看，果然是银子。老大他们东西买了不少，9两银子再加上铜钱，还是满满的一盒子。这可把王老太太乐坏了。有了母羊，乖孙女以后就不愁没有喝的了。日后再牵来一只公羊，还能下几只小羊崽子呢。再往旁边一看，老太太心里更高兴了，足足5只母鸡呢，一看就是能下蛋的。银子嘛和铜钱嘛，自然是要留起来的。王老太太乐得脸上的褶子都皱在一起了。我说老大呀，这母羊和母鸡都有了，总不能让他们在院子里乱窜。挑个好日子，弄个鸡窝、羊圈什么的，旁边再弄个猪圈。知道了，祖母。祖母，咱家还要养猪啊！养？不养你小妹长大了吃啥？也对，那咱家多养几只。小妹想吃猪蹄就吃猪蹄，想吃猪头就吃猪头。王老太太觉得光是养1只也不太行，于是狠狠心，让老大明日去弄3只小猪崽子来，放在家里养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呀，你小妹光吃蛋也不行啊，家里原本的点心啊就先放着，你再去买几盒来。咱家那俩珠子呀也别留着了，不能当饭吃，赶紧当了吧。那我先去看看二弟，一会儿就去买点心。行了，去吧。这猪圈还没有修好呢，买猪的事儿晚个2天再说。老大进了屋子，先是伸手摸着枕头下面，掰下一根老山参的须子塞进老二的嘴里头，之后他才带着铜钱去县里头买点心了。也没瞧见自己拎着点心往回走的时候，被人瞧了个正着。哎，你们干啥呢？踩到我的菜了？不就是踩坏你点菜吗？拽着爷爷我干啥？快松手！就是，你这菜你不值几个钱。小贩突然觉得这俩人的声音有些耳熟，回头再一看，居然是游手好闲到全县都有名的苏金和苏银，顿时觉得晦气，连带着踩坏的菜也不要了，厉声道：走啊，赶紧走！你，金哥，咱们干正事要紧。也是，咱们这就回去告诉娘。苏金、苏银打定了主意，这老王家呀，肯定是手里有铜钱了。娘，我们说的可都是真的，我那大外甥手拎着好几盒上好的点心呢。是啊，娘，我也看见了，还有那么大一袋子粮呢。好啊，苏晴这个死丫头果然是个赔钱货，有了铜板都不知道帮衬家里2个弟弟。苏家老爹是个老实人，听着家里这几口人说着的话不吭声，沉着一张脸坐在一旁。老头子，你倒是说句话呀！说啥？大丫头都嫁出去那么些年了，咱们家里也没说帮衬过一点，如今人家只不过是上街买了点东西，咱们就去人家婆家闹。苏家老爹怎么想都不对味儿，这要是真去了，可让他的老脸往哪里放啊？再说了，他也没脸去呀。当年家里被2个败家子挥霍的揭不开锅，王家当时有银子又有地，趁着自己当年不在家，老婆子居然把女儿给嫁了。虽说是嫁，可是要了老王家足足5两银子呢，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件事，他被戳了多久的脊梁骨啊！这些年来也一直没有那个脸面去老王家看看女儿。3个儿女中，就大女儿最懂事，
一想到自己的大女儿，苏家老爹一个农家汉子都是忍不住的红了眼眶。真好看，点个订阅吧。苏家老太婆不死心，两个弟弟不管，这爹娘也不要了。这么些年买过一盒点心来看看咱，自己崽子买那么多点心呀，也不怕回去吃了噎死。别说了，这个家我还做得了主，这事你们别想了，人家家里头吃啥和咱们都没关系。看着一向性格老实的苏家老爹突然发了这么大的脾气，苏家老太婆心里也有些打怵。见几个人没吱声，苏家老爹背着手冷哼了一声，头都不抬的就走了。你这老头子，不过就是个丫头，也值得这样惦记啊！娘，咋办啊？爹不让咱去。我的两个傻儿子，你爹不让咱们去，咱就不去了吗？娘，我们俩不傻，只是爹都不让咱们去了，爹知道了肯定生气啊。老大，那是你们亲姐姐，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肉呢。再说了，当年那5两银子，你们不是花的挺好的？前几天那鱼汤吃的不也挺香的？虽说这么多年没有走动，那不是看他们老王家太穷了吗？可现在不一样了呀，老王家这手里头都有闲钱买点心了，那不得给儿媳的亲娘亲弟弟吃点儿？娘，能行吗？娘，那老王家不能管咱们要5两银子吧？要啥钱？那钱给了咱们家就是咱们的，那是他们老王家应该给的。你大姐一黄花大闺女，还不值5两银子？要我说，当年就是要少了。早知道老王家要被抢财产，咱们当年就应该要个40、50两的，这钱还不如给咱们花了呢。娘，那咱们现在咋办？收拾收拾，咱看看你大姐去，这家里都穷成啥样了呀？她一个丫头还有心思吃香喝辣的，2个弟弟还没娶老婆呢，有了铜板也不知道往家里拿。既然她不来孝敬爹娘，咱们就去她家。娘，那还等啥？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去吧。哥，娘，那爹那边……娘不说，你大哥不说，谁能知道咱们去啊？苏银想想也是，他们去吃香喝辣的，这是好事儿。也不知道他爹为啥一直拦着不让去。他们这当弟弟的，去姐姐家里吃点东西怎这么了？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哥，你说二哥咋还不行啊？应该是还没到时候吧，再过1、2天看看。行吧，二哥不和我说话，每天都像少了点什么一样，怪难受的。黄婶子啊，老大、老三，你们在家吗？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海棠婶子，春花姐，怎么我来了你不高兴？哪能啊！春花姐来，我当然高兴了。海棠婶子，我祖母刚出去买菜苗了，估计得些时候才能回来呢。不碍事的，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今天来呀，就是给你小妹还有四弟来送鞋子的。坐着大了些，等你小妹和四弟会走路了，估摸着穿上正好。哎，对了，你们家老二怎么样了？没事了，已经快醒了。那就行。哎呀，天也不早了，婶子今天还有事，改日再来看你们。婶子，您等等。见海棠婶子和春花要走，老大连忙喊了一声，转身迈着腿进了屋子，没一会儿就拎出了2盒点心。海棠婶子，这是祖母让我给您的2盒点心。哎呀，不行不行，这我不能要，这东西太贵重了。婶子，你就拿着吧，本来祖母说带着东西去看你的，正赶着遇见了，你就拿着吧。婶子，您也知道我祖母的脾气，您今天不要，她改天也要送上门去的。海棠婶子执拗不过，接过后拎在手里打量，只觉得这份礼太过贵重了。他们这种人家拼了命的干活，也只能是勉强糊口而已，哪能吃这样的好东西？这得花多少铜钱啊！孩子，以后要是有了什么事儿，就去找婶子，婶子能帮的一定帮。婶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2盒点心还能拴着您干活？祖母知道了，怕是要打我。好，那这点心婶子收下了。海棠婶子既是心疼又是宽慰，这孩子也不知道打了多少猎物才能换来这2盒点心，让他怎么吃得下呀？告别了老王家的2兄弟，海棠婶子带着春花在路上走。2人走了没多远，对面匆匆忙忙赶来3个人，路也不看，只往他的身上撞。哎呦！海棠婶子被撞倒在地，手上的点心也掉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海棠婶子也不想惹事儿，她皱着眉，伸手拍了拍身上的灰想走，却不想对方那长相刻薄的老太太一把将她拉住了。哎，哥，
你说这是不是大姐？我忘了大姐长啥样了。你都不记得，我哪还记得？不过这点心盒子倒是和咱们那个好外甥买的一样。娘，这是不是大姐啊？苏家老太婆眼睛就没从那2盒点心上挪开过，那个赔钱货长啥样她也记不清了。她眯着眼睛看了会儿，早就忘记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她一吧唧嘴儿，这就是你们大姐？苏金、苏银原本还没敢认，就算是忘了，他们也记得大姐长得漂亮，是附近几个村子里都有名的美。苏金和苏银一把抢过海棠婶子刚捡起来的点心，打开就往嘴里送。春花在一旁干着急，你们怎么抢东西啊？海棠婶子也有些生气，他们素不相识，撞到也就算了，怎么能平白无故的抢她的点心吃呢？她捡起地上的石头块，就往3个饿死鬼一样的人身上砸。吃，让你们吃！几颗小石子儿不痛不痒的，苏金、苏银被砸得哎呦一声，也没停下吧唧着的嘴。苏家老太婆吃得更快，眨眼的功夫就吃了半盒的点心了。眼见着这3个人越来越过分，海棠婶子摸了块更大的石头就扔了过去。苏家老太婆痛得嘴角一抽，连忙捂着脸，嘴里大嚷着：哎呀，反了天了，真是反了天了！金啊银啊，快把他给我抓住！大哥，外面好像是海棠婶子和春花姐的声音。海棠婶子，春花，走出去看看。2兄弟赶到的时候，海棠婶子和春花被推倒在地上，点心也散落了一地。大哥，这咋办？老大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掖了掖衣角就冲上去了。苏老太婆一扭头就见到了王海，还端着自己长辈的架子呢。老大呀，你看看你娘像什么样子？吃了他几口点心，他居然还拿石头砸我的脑袋！你瞧瞧，你瞧瞧，这都出血了！王海和海棠婶子站在一边不吭声，他是见过这2个舅舅和外祖母的。1年前他娘死了，他才知道娘的家里还是有人的。祖母不愿意和他娘的娘家人打交道，便让他去外祖母家知会一声。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在外面敲了大半天的门也没人开。后来门开了，他说他娘死了，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外祖母听没听清楚，他居然说死了才好呢。回家之后，王海就把这个话告诉了祖母。祖母气得在家里骂，在院子里骂，还想着拿着棍子去打人。最后看着他们几个孙子的面子上，还是没有去闹。点个订阅吧。苏老太婆见王海没有动作，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哎呀，我可真是命苦了呢！活了这么大岁数，居然养出了个白眼狼，白眼狼还养了几个小白眼狼，连口点心都不给吃呀！我不活了！呸！你才是白眼狼呢！你个瞎眼的老太太，抢了别人的点心还打人，也不怕子孙遭报应！你居然敢骂你娘！苏晴，你个赔钱货！这么多年一口粮都没往家里拿过，你是要饿死你爹娘吗？你手里头有铜板了，吃香喝辣，小过你2个弟弟吧？他们可都还是没娶媳妇儿呢，你都不说往家里拿银子。是啊，大姐，你说你嫁给了老王家，自己吃独食，我们可是还饿着肚子呢。你当初那5两银子也不够用啊。大姐，你还给老王家生孩子了呢，那1个孩子不得10两20两的？你多生几个，我和大哥就能够娶媳妇了。苏老太婆一抬头，就见到苏晴那个死丫头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盯着她看，红着眼眶盯着她半天没说话。看看，没见过你亲娘想傻了呀！她以为是苏晴这个死丫头想通了，又伸着手让2个儿子把她搀扶起来。娘这次来，你可得把好吃好喝的都给拿出来，别里外不分，有空把你家里东西啊都搬到咱家来，知道不？苏老太婆眯着眼睛往海棠的身后看，这是准备给老大媳妇儿的。说完了，她呲着牙对着王海乐：哪有舅舅还没结婚，外甥就先结婚的？一个女娃，先让给你2个舅舅。这话成功的让王海额头上的青筋直跳。海棠婶子听了这话也生气，哪有亲娘能把自己亲生骨肉认错的，还把外甥媳妇抢走给舅舅，说出去都让人笑话。苏老太婆正叉着腰，心里美滋滋的等着赔钱货低头认错，再把家里所有的银子都拿给他。没想到赔钱货不仅没认错，还对着他冲过来给了他一巴掌。哎呀，我的脸呀！苏老太婆捂着自己被打疼的脸直哎呦，不一会儿吐出一口血来，连带着2颗掉下来的老黄牙。嘿，老东西不知羞，
今日还敢找上门来，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大姐，你咋能这么和娘说话呢？就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没看见娘吃的你点东西怎么了？苏金、苏银还在指责苏晴的不是，岂不知啊，他们的大姐都死了1年多了。尤其是听了苏老太婆的那番话，两个人带着不怀好意的眼珠子直往春花的身上招呼。春花哪里见过这种人，当时吓得退后了2步。王海把她往旁边一拽：“你和老三站一起去。”春花红着脸嗯了一声：“你小心点儿。”她眼看着王海冲过去，眼睛一会儿担心自己娘，一会儿又想去看王海，忙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看，点个订阅吧。春花姐，你就别担心了，我哥力气大着呢。要是这几个人他都对付不了，以后可怎么娶你进门？这种事情瞎说什么呢？我和海子哥哥八字还没一撇呢。哦，老三看了他春花姐一眼，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气得春花又羞又臊，想打人。要说老大王海打起架来那是又凶又狠，几下子就把苏金、苏银都撂倒在地上了。王海，我可是你舅，那可是你外祖母。就是啊，哪有你这样打自己舅的？苏家老太婆挨了海棠婶子好几下子，牙都没了好几颗，说话直漏风。也没有人听得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总归不是什么好话。哼，我没你们这样的舅，也没这样的外祖母。对，我们没你这样的舅，也没你这样的外祖母。听见熟悉的声音，王海猛地回过头来。二弟，老三在一旁惊得嘴张得老大。他二哥啥时候醒了？还能下地走路了？二哥，你总算醒了，祖母念叨你好几天了，小妹也好想你。苏金、苏银见了老二，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你，苏金眼神惊恐地看着老二，手指头抖个不停。老二不是被他们俩推进河里去了吗？那么深的水，他们可是眼看着掉下去的。别说是人了，一头牛掉进去都得没命，更何况是老二这个病秧子呢？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老二王娜可没管那么些，径直往前走了几步，拉住了老大的胳膊。他微微摇头：“大哥，不可！当年娘死了，他们可是都没来看一眼，现在又来呢。大哥，我知道这件事，让我来。”王海看着老二单薄的身板，直皱眉，他不放心：“大哥，你放心，我绝对没事。”苏老太婆眯着眼看了又看：“老二是吧？听说你2个舅舅说上次还碰见你了，那鱼肉可真是新鲜，炖了满满一大锅呢。”是吗？那外祖母，我的2个舅舅有没有和你说，他们把我推下水？啥？推下水？苏家老太婆赶紧向四周看了看，见没有旁人，这才松了口气。王海2步跨上前，怒道：“什么？二弟，他们还把你推下水了？你瞎说什么？嘴上连个毛都没有，还会扯谎了？你有什么证据？自己掉水里头关你舅啥事儿？不过就是吃了点你东西，就这样诬陷人，我要去官府告你去。”苏老太婆开始叉着腰撒泼。在她的印象中，只要她说出了去官府这样的话，一般人都会害怕的，百试百灵。都是平民老百姓，谁能和官家斗得起呀？尤其是王娜这样的读书人，最看重名声了，还不得求着她不要去？好看，点个订阅吧。要告官府，你尽管去，就怕您不敢去。说完了，王娜从衣袖里拿出了一颗纽扣，淡然一笑：“这可是当时我从舅舅身上抓下来的，您说算不算证据？虽然不知道是哪位舅舅的，但这种扣子可不常见啊。如果是官府去查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就查到吧。”苏银经常和狐朋酒友出去玩乐，这衣服是他仅有的一套，经常穿着出门装面子。他低头一看，自己衣服的扣子还真就是少了一颗。苏银顿时慌了：“娘，你可不能告官府啊！我那扣子还在老二手里呢。”杀人那可是要偿命的，虽说这老二没死，但是把人推下河去，也是少不了要挨一顿板子的。苏家老太婆还想伸手去抢老二手里的那颗扣子，被老大一把推开挡住了。苏家老太婆眼睁睁地看着那颗扣子被老二慢条斯理地收起来，她却没有任何办法。外祖母，这扣子我就先收起来了，您要是以后再来闹，我可就真要去官府转一转了。眼见着这事儿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又怕老二真的会被王娜拉着去告官，苏老太婆拉着自己的2个儿子就跑了。没良心的小崽子们，给我等着！老大王海的2只眼睛冲着怒火，还想再追上去。大哥，别追了。二弟，他们都把你害成这样了，你可是差点就没命了。大哥，
这扣子不简单，你放心，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的。老大沉声应了一声，虽然脸上还是带着怒气，但一想到二弟的话，还是没有去追。春花飞奔着去了海棠婶子身边，老三也抱着小妹和四弟找哥哥。发生了这些事儿，海棠婶子也不能再带着春花去买东西了，只能回家。他对着王海交代了几句，就带着春花离开了。老三急忙跑了过来，把手里的2个小娃娃往二哥的怀里一放。二哥，帮我抱一下。等着老二把2个小娃娃抱在怀里，老三就自己蹲在地上捡点心。看着地上的这些点心，他就生气，这么好的东西，真是便宜了那3个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再说苏老太婆这边，她带着2个一瘸一拐的儿子往家里走，她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娘，咱就这么走回去啊？我腿疼，想坐马车。坐啥马车呢？这村里哪来的马车啊？这才多远的路就不能走了？偏偏这个时候，好好的大太阳没了，天就像是漏了一样，下起了大雨。3个人瞬间全被浇了个落汤鸡。娘，我的亲娘，这还有多远的路？苏老太婆还没等回话呢，天上一道紫色的雷轰隆隆的劈了下来，吧嗒一声，3个人齐刷刷直挺挺倒在地上，嘴里吐着烟，没了声。王老太太回到家，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祖母，你看，二哥醒了。醒了？这是真醒了？祖母，二弟是真的醒了。醒了好啊，醒了好啊。王老太太像是还没有从惊喜中缓过神来，直拍着老二的手掉眼泪。祖母，我真的没事了，而且感觉身体啊反而比以前更好了。你们看，我这么久了都没咳一声。王老太太还是不说话，拿着衣袖抿着眼泪。老三这个时候也不敢说什么，只能捅了捅大哥的胳膊。二弟，我们都以为你醒不了了呢。他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老二听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大哥是说小妹给了我一颗隐身参。是啊，这可多亏了你小妹，你以后可一定要对你小妹好，这可是帮你捡回来一条命啊。祖母，那是我小妹，我本就应该好好对她。苏映雪在老二的怀里咯咯咯的笑。老三是个憋不住事儿的，更何况是外祖母带着2个舅舅来了这样的大事儿呢。什么？他们居然还有脸过来？王老太太喘了几声粗气，拎着棍子就要出去找老苏家的好好说道。祖母，你别去了，二哥已经把他们给打发走了，估计走了好远，你追也追不上了。王老太太自然知道自己追不上，可她就是咽不下心里的这口气。哼，也就是趁着我不在家赶来闹一闹，下次再来我就打断他们的腿。她把乖孙女儿接过来搂着，看着几个孙子叹了口气。原本她还想问问老二自己这小孙女儿和虎皮的事儿，但是现在她不想知道这些事儿了。神仙嘛，总该是像画本里一样，有那些凡人不知道的仙术。以后你们小妹就算是变出个王母娘娘，你们也得给我憋着，要是出去乱叫1个字，我就打断你们的腿，拔了你们的舌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苏映雪用力地抓了抓王老太太的衣服，张了张嘴，努力地吐出2个让人欣喜的字：猪。房间里顿时一片寂静，王老太太惊得忘了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缓过神来：哎呦，乖乖，刚才你是在喊祖母？见苏映雪盯着自己看，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连忙哄着：乖孙女儿啊，再喊一遍，祖母还没听清呢。只见小娃娃瘪了瘪嘴，奶声奶气又吐了2个字：猪。全家人谁也没想到苏映雪居然能开口说话了。小妹啊，喊声二哥，二哥给你画一幅漂亮的画像怎么样？喊大哥。小妹，大哥给你做小木碗和小勺子。小妹，你也喊我一声啊，我是你三哥，三哥有好吃的都给你。苏映雪还想再说几个字，却只是吐出个泡泡。哇，映雪还小着呢，现在能开口喊人啊，已经是很不错了。哎呀，让他歇歇吧。祖母，你就让小妹喊我一声吧，这叫一声哥。哎呦，都说了你小妹还小呢，现在哪会喊那么多？去，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儿等着。
随着苏映雪这一声祖祖，全家人心中积压的不快消散了大半。第二日大早上天还没亮呢，王老太太就去叫人了。我说老大呀，起来，和祖母去买猪崽去。老二不知道从哪听到了动静，也穿上了衣服跟着要去。王老太太看了看他这小身板儿，我说老二啊，你大哥跟我去就够了，你回去歇着吧。祖母，你就让我去吧，躺了这么久，我也想出去走走。老二穿好衣服就等着，好不容易才说服王老太太。我说你要是不舒服咱就回来，可别憋着不说啊。王老太太眼角一耷拉，她其实不想让老二跟着的，但是老二非要去，脾气又犟，也不知道是随谁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等着王老太太和老大老二到了地方，才发现事情不对，猪崽儿涨价了。昨个说话1两银子还2只猪崽呢，说好的价格怎么今儿个就变成2两银子了？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呀？婶子，要是往日啊，我肯定卖你，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呀。王老太太没说话，板着脸，就等着听着摊主能说出什么话来。婶子，你去打听打听，这粮米都涨价了，原本5文1斤的粮米，突然涨到了100个铜板1斤了。婶子，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地道，可我也要养活一家老小，这粮突然翻了倍的涨，可让人难活呀。啥？王老太太唏嘘了一声，心里一惊啊！明明她昨日来的时候，这粮米什么的还好好的呢，怎么说涨价就涨价了呢？还这样的贵？那摊主长叹了一口气：“哎呀，被垄断了呗！那家卖粮米涨铜板，受苦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可不买又不行啊，这人还能不吃饭吗？”王老太太和老大老二对视了一眼，猪崽也不要了，直接奔着卖粮米的地方去。等到了地方，前面已经挤了好大一堆人了，吵吵嚷嚷都是要买米的，每个人都拎着大麻袋呢。祖母，咱们也买。买，不买吃啥？上次老大买了10几袋粮米，根本吃不了多久。粮食这东西还是多买些好，还从没听说过粮食多了能吃死人呢。我说老大呀，你快去瞧瞧，这粮米多少个铜板了？王海的个子高，挤着也方便。他看着米里插着的木牌，赶紧回去了。祖母，已经200个铜板1斤了。啥？200个铜板1斤？王老太太惊得心底打颤呢，真是越怕啥越来啥。这粮米可比他想象中涨得快多了。王老太太咬咬牙，买了50斤粮米。这花钱如流水，一眨眼1两银子居然就这么没了。总共4小袋，老大自己一手一袋子。王老太太原本想着自己拎着2个袋子走，可一回头发现另一个袋子已经在老二的手里头了。我说老二啊，你这拿着能行啊？能行，祖母你就别担心我了，总共也不到13斤。要是以前，别说拿粮米了，他走路都要歇上好半天呢。可是现在他只感觉浑身轻松，不咳也不喘的。哎呦，这可真是怪了，鬼门关走一遭，这病还全好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大哥、二哥，你们回来这么早啊？眼睛往地上一看，居然又是几袋米。他疑惑道：“咱们家不是还有米，怎么又买了？”王老太太手里拿着银子，给每个人都分了一些。哎，得买了，米涨价了。涨价？涨了多少？哎，200个铜钱儿。哎，现在恐怕不止了。啥？涨了这么多？咱们啊，再去一趟，这银子也别留在手里，能买啥就买啥，是吃的就成。就怕扎堆儿往那一个地方钻，什么也捞不到。王老太太让人分散开。王老太太没想到，这猪崽子最后还是被买了回来，还是那1两的价格。祖母，这猪崽2只呢，才1两银子。王老太太扒拉了下2只猪崽儿，只感觉其中的1只猪崽儿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都快翻白眼了。哎呦喂，我说老三呐，你这猪崽都要死了，你这只是被人坑了。祖母，那我回去找人，我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子。别去了，人早就跑没了。祖母，这可怎么办？500个铜板呢，可是当肉吃也不顶事儿啊。猪那么小，就算是吃了也没有几口肉啊，白白浪费了500文，不值当啊。哎，
先关进猪圈，再喂点水吧。一只猪崽子在猪圈里撒欢的跑，满地乱窜，另一只就和老二以前一样，蔫哒哒的躺在地上。王老太太扒着猪圈看了一眼，就觉得这猪没几口喘气儿了。老三做错了事，就怕王老太太打他，蹲在一边上数蚂蚁，不敢过去。还不过来帮忙，蹲那儿干嘛呢？祖母，我这就来。老三一听见喊他，就知道这事儿啊算是过去了，疯了一样的开始搬东西。几人这些趟都没有白忙活，满院子的东西都要收拾。王老太太拎回来7只母鸡，5只公鸡，想着以后不仅能生蛋，还能孵小鸡。她还买了些细粮，除了小米，还买了大米、高粱，留着给孩子们吃。就是粮食都涨价了，就算是用银子，王老太太总共也没买的多少。老大和老二买的都是比较实用的粮，可价格又涨了，后买的加起来也不过是200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第二日一早，天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谁呀？他喊了一声，门外没有人应。王老太太心头一喜，鼻子一酸，难道是他儿子回来了？算一算，这都1年多了，也该回家来看看了。他激动地打开了门，可是看到门外的人，他瞬间变了脸，赶紧关门。哎呀，亲家，先别急着关门。谁和你是亲家？少和我攀亲戚！王老太太见着苏家老头子就没好脸色。虽说这个年头大家伙都穷，但谁也没穷到要卖儿卖女的地步。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人的。哼，有啥事儿啊？赶紧在门口说。这话说的苏家老头子面色一阵白一阵红的。他想着上门太突然了，贸然开口问家里的娘3个不太好，便不自觉地说道：那个苏晴呢？我来找苏晴。我来看看我女儿。死了。啥？我女儿死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哼，你自己女儿什么时候死的你都不知道？苏家老爹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不敢相信。亲家，你这是和我开玩笑呢？哦呸！谁和你讲玩笑话了？你去我们村里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儿媳妇苏晴1年前就难产死了？就怕是村里几岁的孩子听着大人聊家常也该知道了。当年我可是让老大去你们家找过的，老大敲了大半天的门，愣是没人给开。你家婆娘可是说了，苏晴死了才好呢。想着自己苦命的儿媳妇，王老太太舌头发麻，眼睛发酸。到死了都没见着家里人一眼，死后更是没人来瞧。你今天还有脸上门？不可能啊，这不可能。苏晴呢？你让她出来。王老太太耷拉着眼角，看着苏家老爹这模样，她心里奇怪，看样子还真像是不知道的。可她实在是生气，火辣的暴脾气一上来，抄起鸡窝后面的扫帚就抡上去了。亲家，别打了！像是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儿媳妇出气似的。苏家老头子叫得越大声，王老太太下手越狠。苏家老头子实在吃不了这么痛，呲着牙带着一身淤青跑了。哼，一家子都是欺软怕硬的东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鸡怎么叫得这么厉害？是家里来人了吧？什么人？哪来的人呢？咱们家呀，那是进黄鼠狼了。黄鼠狼？祖母，这鸡还没下蛋呢，黄鼠狼没偷咱家的蛋吧？哎呦，偷啥呀？你祖母我在这儿，还能让他偷了蛋？早就被我用扫帚打跑了。祖母还是你厉害。老大老二不是那么糊涂的人，稍微想一下就知道王老太太所说的黄鼠狼是谁了。他们对视一眼，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苏家老头子自从被王老太太拎着扫帚打了一顿，他一瘸一拐地提着腿往家里走。那娘3个的下落没问到，自己还挨了一顿打。等着好不容易回到了家，还是不见那娘3个。苏家老头子气得不行。这个时候，他听着门外有人急匆匆地敲门。苏家老头子在家不？你们家那娘3个被雷劈了，正好躺在医馆说胡话呢，你快去瞧瞧吧。等着他好不容易到了医馆去接人，更是气得脸发绿。苏家老婆子一身破烂的衣服，看着像是神志不清似的。他一见着自家老头子就扑上去抱住他的大腿，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喊。
老头子，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住你呀，这俩儿子不是你的种呀。他神经兮兮地看了看四周，我没让人送大丫最后一程，肯定是他想着法子报复我。老头子，你是他亲爹，你可得管一管他呀。苏家老头子听得手发抖，一脚踢开了老婆子。不是我的种，那是谁的种？再说老王家这边，他们倒是没有管苏家老头子怎么样了，他们这个早上那过的是惊喜连连。自从有了这鸡窝，老三就看着捡蛋，他把苏映雪和老四放在院子里，自己一个一个的往外掏鸡蛋。掏着掏着，老三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鸡多了，蛋自然是比以前多，看着就是一大堆，再加上鸭蛋，他都要拿不过来了。老三把蛋都放在地上，数了好几遍，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多了多少。二哥，你快出来！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哎呀，二哥，我数不清有多少个蛋，你来帮我数一数。让你平日里不和我读书，连个鸡蛋都数不清了？这不是有二哥你呢吗？在老三期待的目光中，老二数出了数量，他沉吟了一下。鸡蛋20，鸭蛋5个，一共25个这么蛋。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哥，这可是25个蛋啊！这野鸭子别看小，还是挺能下蛋的。等祖母回来，我就告诉她，咱家又有了25个蛋，祖母肯定惊掉下巴。老二笑着点头，也觉得自家祖母肯定高兴。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到了一声稚嫩的声音。这一声声音听得兄弟二人是又惊又喜，连忙抱起一旁的小娃娃。小妹，再喊一声。老二先老三一步，把苏映雪抱在怀里，嘴角带着笑。老三的手里没有小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二怀里的小妹，你再喊一声吧。二哥没有听清楚，我也没有听清楚。苏映雪眨了眨眼睛，用着力气。虽然吐字不清晰，还奶声奶气的，可是老二和老三就是听清了。正巧这个时候，王老太太和老大背着刚割好的草回来了。祖母，大哥，你们快来！小妹刚才喊哥哥了。听见这一声，王老太太和老大直接把草扔在了门口，紧着脚走了几步。真的假的呀？你小妹又喊人了？那可不，小妹喊了2声呢，我和二哥都听见了。是啊，祖母喊了2声呢。王老太太伸手接过乖孙女，顿时笑得合不拢嘴。看着一旁的老四，她心里又发愁了。乖孙女这都会叫人了，可老四除了哭，连个声音都没有，该不会是个哑巴吧？王老太太看了老四半天，照着屁股拍了一下，老四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可就是不喊人。苏映雪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一家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祖母和哥哥这么喜欢让她喊人。她眨了眨眼，想着已经叫过了3哥和2哥了，自然是不能把大哥给落下的。于是她对着老大奶声奶气的又喊了一声：猪。王老太太心里呀，像是吃了蜜糖一样甜，连老四不会说话的事儿都给忘了。这个时候，老四也歪着小脑袋，吐着舌头，有样学样。猪。这一下子，王老太太彻底放心了，幸亏说话了呀，她还以为老四是个哑巴呢。这个时候，老三猛地一拍脑袋，大声道：祖母，差点忘了，咱们家现在有25个蛋了。哎呦，这可是双喜临门呐！我说老三啊，找个篮子来装鸡蛋。王老太太一抿嘴巴，觉得浑身精气神都更足了，这日子可有盼头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大老三呐，今儿捡了多少箩呀？祖母，没多少箩。王老太太倒也没意外，这年月嘛，本来就是难吃饭，又碰到粮食疯涨，这群人没把树皮吃了都算好的了。老大，你呢？王海递过自己身后的大筐，没有说话。王老太太低头一看，还以为是自己瞧错了。老大的筐里虽说只是个筐底儿，但那可是小鱼呀，是能吃的东西啊。你们这是下河摸鱼去了？祖母，我带老三去了别的地方，树枝挡着，大石头压着，也捡了这么些，根本不用下水。王老太太半信半疑，啥地方不用下河还能有鱼啊？哎呀，祖母，你就别管了，反正咱们家这下就有鱼了。老三可惜道：那水太大了，大哥又不让我下去，跑走了好些鱼，还有胳膊那么大的，拦不住也跑了。
要是能抓住，都够咱们吃上好几天的了。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大哥，你也说句话，大鱼是不是老大了？祖母，老三说的没错，那儿的鱼真的大，就是那些鱼贼得很。我和老三忙活了一个上午，也才抓了这么点儿。老二啊，怎么了，祖母？看着点你弟弟妹妹，我和你大哥他们出去一趟。王娜点点头，也没有多问。王老太太带着俩孙子出门，也没想着能抓多少鱼，3个人就带了一个筐。王老太太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东拐西拐的，拐得她是迷糊。就快要两眼一摸黑的时候，终于看见老大把筐往地上一扔。祖母，到了，就是这儿。哎，苏母，你快看，好多条大鱼！看着干啥呀？抓鱼呀！这么多条鱼，像是要赶着挤着投胎一样，傻子才不抓呢。可是脚下能站的地方又没有多大，这要是摔下去，估摸着也没命了。3个人只能在里面用树枝拦着一些掉到脚边的小鱼，省着跑了。忙活了一下午，筐里总算是有点东西了。都是些小鱼，那大鱼就和长了眼睛一样，都不往里掉。要是掉进来一条，我肯定给它抓住。想那么多干啥？有总比没有的好。祖母说的对。王老太太把筐往老大身上一背。哎呀，走，咱们回家去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老太太还没走多远呢，就皱着眉想着什么。祖母，你咋啦？祖母，您来了。王老太太摆了摆手，只身走到一旁，找了个最大的树叶子垫在鱼的上下两面，又胡乱地掰了些带叶子的树枝扔在上头。祖母，你这是做啥？鱼要露不出来也跳不走。三弟，现在可不像以前了，咱们这时候背半筐鱼，要是被人看见，肯定眼红。那可不，这都啥时候了呀？老三呐，这鱼要是让那群人看见了，一口汤都不能给咱们留着。老三恍然大悟，祖母啊，还是你想的周到。老王家屋子的地方虽然离着村子远，但也并不是没人路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可这人呐，越是怕什么就越来什么。祖孙3人经常走的小路，平时一个人影都难见到，偏偏今天抓了鱼了，就碰见了几个人。嗨，王家婶子，哎呀，王家婶子，你走那么快做啥呀？我又不能吃了你们。啥事儿啊？哎呀，婶子，没事我就不能找你说话了，瞧你这话说的。哎呦喂，找我说话呀？今儿个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这女人啊，正是村长的婆子，比村长小了20多岁，却也有40多了，是个农妇。王家村谁不知道，当初明抢了王老太太家的家产，就属这村长家的婆子拿的最多，隔3差5的还来恶心一下王老太太一家人，最不是个东西了。哎呀，婶子，你这说的是啥话呀？有屁快放，有话快说。哎呀，婶子，这粮啊肉啊的都长得和疯了一样。长疯了？长疯了关我家啥事儿啊？哎呀，这粮长啥样啊，我都快不记得了。要不我去你家尝尝味儿啊？我家也没有粮啊，这不是想着让婶子你买点吗？给村里发一发，村里人肯定都记着婶子你的好呀。记着我的好？哼，你们是什么东西啊？我还要你们记得我的好？你男人是村长还是我是村长啊？啊？当初我家可是被你们瓜分的干净了，连老二吃药的钱都凑不出来。那时候你们怎么没记着我的好，给老二买点药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呀，婶子，这都是祖上的规矩呀。你看，你男人没了，儿子又没了，孙子又小，这家产只能是村里的宗族们帮着拿了呀。这万一你孙子又没了，总不能落在你一个外人手里头吧？这话说的简直是拿刀往王老太太心口上扎呀。他顿时蹬下鞋，拿着鞋底子往那女人的脸上招呼，顿时打的那女人哭爹喊娘的。哎呀，婶子，你咋还不讲理呢？哎呀，咋还动手打人呢？王老太太把自己的鞋扔在地上，冷哼了一声。王翠翠，我光脚的可不怕穿鞋的，你少来有事没事的膈应我，和个癞蛤蟆一样。我告诉你，把我惹急眼了，我死了也得拉你一起。哎呦，婶子，你看你呀，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哎呀，你怎么还动手了呢？哎呀，实话？哼，你咒我孙子死，我先打死你！
王老太太眼睛一瞪，弯腰捡起鞋，吓得那女人一个字儿都不敢多说，灰溜溜的带着人跑了。等着人走了，王老太太才像是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泄气了，在2个孙子的搀扶下回了家。这个婆娘好好的怎么又盯上他们家了呢？王翠翠回了家就趴在床上哭，一会儿心疼自己的脸，一会儿心疼自己新买的衣裳。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又是谁惹你不高兴了？哼，还不是因为你！村里那么多张嘴，咱们上哪弄粮食去呀？这不是正好碰到了王婶子吗？再怎么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那马大呀！我不信他当初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肯定是偷着摸着藏着呢。哎呀，好端端的，你和他搭什么话？这不是找晦气吗？哼，晦气是晦气，可万一藏了值钱的东西呢？要是村里饿死了人，你这村长可怎么当啊？死就死，关咱啥事儿？天灾，这谁有办法？还能和老天爷对着干呢？哎，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啊！什么不对劲儿？你嘀咕什么呢？今天我回来的时候，不是碰到王婶子了吗？那王海的后边还背着个大筐呢，我可是瞧了一眼的，都是木头树枝子，但是还往下淌水，你说怪不怪呀？呀，好大一股子鱼腥味呢！哼，瞎说什么？他家要是能有鱼吃，还能不给他们家老二看病？上次跟着媳妇儿不是说脸都白了，看着就和死了好几天一样。可是那鱼腥味呢？砍柴火掉水里头了呗，水里有鱼，可不就是腥味吗？王翠翠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再想说什么，被老村长一把拽上了床。哎呀，这大白天的，这是做啥嘛？再让人听见了。嘿嘿嘿，听见就听见呗，自己家里怕啥？说完，两人就滚在了一起。点个订阅吧。王老太太回了家，心里头不安，被这婆娘看见了，准没好事，说不准哪天就窜到他们家里来了。原本还想着养些小鱼，可现在看来是留不了了。一招手叫来老二，这里边啊装了鱼和几斤粮，还有10几个鸡蛋，你拿着去苏家村的宋玉生家里看看，听说他是教书先生，你呀打听打听，应该好找。这恩情啊，咱得还。祖母，我知道，我这就去。快去吧，一会儿我和你大哥去看看你海棠婶子去。王老太太说完，就伸手要接小娃娃过来。老二低着头看了看怀里的妹妹，无奈道：祖母，我带着小妹一起去吧。只见苏映雪的小手紧紧地抓着老二的衣裳，只要有人一掰开她的手，她的小脸就皱在一起，像是要被惊醒了一样。还是个小孩子，让他睡。老二啊，你带着你小妹一起去，路上可得注意安全啊。放心吧，祖母。王老太太摇着头在自家的院子里转，那个婆娘可不好糊弄，这要是钻到他们家里，瞧见了这鸡呀、鸭呀、猪啊，可怎么办呢？猛然间，王老太太这才想起来，自己家里还有一只病殃殃的猪呢。她抬起脚来往猪院赶，嘴里还念叨着呢：哎呀，瞧我这记性，这么热的天可别臭了。王老太太打定了那只病秧子猪已经死了，可当她打眼往猪圈里一看，哪里还有什么病猪啊？老大、老三啊，你们出来！老大和老三正吃着饭呢，就被喊了出来。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伸脖子一看，嘿，这猪居然活蹦乱跳的了。祖母，这猪活了。看这样是死不了了。王老太太看着猪圈，抿着嘴乐。她想都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因为乖孙女啊，要不然还能因为啥呀？当即她又往猪圈里多放了些草，把箩壳子砸碎了，喂了鸡鸭，带上东西就要走。可是，一想着老三和老四2个小的在家，万一别人来了也没个主意，便让老大留在家里看着老四，他带着老三去看海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婶子，走了这么远也累了吧？赶紧的喝口水润润嗓子。王婶子，你们家老二咋样了？有好些了没？好些啦，好些啦，身子骨啊也比以前好了，还能带着他小妹出去走走呢。哎呀，醒了就好啊。正说着话呢，王老太太猛地一拍腿：哎呦，哎呀，瞧我这记性，给你们带了东西，光顾着说话都忘了拿出来了。呀，婶子，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呀？这不就生分了吗？嗨呀，生分什么呀？你以前也没少照顾这几个孩子，这点东西算什么呀？
王老太太一样一样的往出拿，活蹦乱跳的小鱼，再加上鸡蛋和粮米，直接让海棠婶子和春花看傻眼了。呀，婶子，这咋还有鱼和粮呢？这东西可太贵重了，我可不能收啊！海棠、春花，你们就收着，你带着春花也不容易，外面连野菜根子都让人挖没了，手里头没点吃的东西，你和春花可怎么过呢？上次老二那事儿啊，你帮着来家里找，怎么着也应该是拿着东西来谢你的，别和婶子客气啊。王婶子，这东西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推来推去的干啥？你不要，我给春花总行了吧？说着，王老太太便将这些东西硬生生地塞到春花的手里。两人正说着从前呢，就听着老三突然喊了一声：“祖母，海棠婶子，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动静？什么动静？就死人办丧事的那种催着的。大晚上的瞎说啥呢？可是我就是听见了嘛，那声还越来越大了。海棠婶子也听到了，他们这村子里可是没听说谁死了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了老三说的话，他隐约的也觉得外面有动静，听着闹哄哄的。不行，我得出去看看。王老太太急忙跟着走。海棠啊，你等等，我也去看看去。老三和春花对视一眼，两个人一起往院子里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呀，婶子，我看着咋像是村长家出事了呢？好像还真是啊。祖母，你看我没说错吧？就是在办丧事。哎呀，别人家的事儿啊，咱少管。海棠婶子一看是村长家的事儿，也没有心思看了。王老太太和海棠婶子心里明镜似的，估计是这村长家里头出了大事儿，要不然能火急火燎的赶着这大晚上的办丧事吗？呸，死了好啊，死了干净，让他欺负人，真是活该。大晚上的，别看了。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看着天色不早了，王老太太又带着老三往家里赶。刚进了家门，就听见老四那冲天的哭声，他眼睛看着屋子里问道：“老二和映雪还没回来呢？”“没呢，祖母，不过估计也快了。”他又把老四递给王老太太眼前。“祖母，老四没见着小妹，睡醒了就一直哭，这都哭了有1个时辰了。”老大也是被哭得头疼，他早就知道老四黏着小妹，只要一睁开眼睛没有看见小妹，就开始张着嘴哭。粘人精，现在就这么黏着小妹，以后还不得成跟屁虫？王老太太瞪着眼睛接过孩子来，忙着哄着，可就是哄不好。老四挥着小手，眼睛四处看，就是要找人。好在没一会儿，老二就抱着孩子回来了。王老太太总算是舒了口气。二哥，你可算是回来了！老四睡醒了没见着小妹，这都扯着嗓子哭了1个时辰了。啊，哭了这么久？他赶紧带着苏映雪走了过去，俩孩子放在一起，老四睁着眼睛瞥了一眼，见着了苏映雪，顿时就不哭了。哼，现在有吃的有喝的，知道黏着你小妹，以后啊，要是你对你小妹不好，你就等着挨揍吧。老四这会儿也不理人了，看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映雪被二哥抱着走了一趟，她早就困了，也是忍不住睡着了。老二啊，怎么今天去了这么久啊？啊，祖母，那宋先生也是个有志向的人，和他聊得投缘，便多说了一些。聊得好便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三呐！祖母，叫我干啥？出去瞧瞧什么事儿这么吵啊？你小妹他们都要醒了。祖母，我这就出去瞧瞧。村子里出了大事儿，喜欢凑热闹的婆子们便聚在了一起，就在他们家不远处的那棵大树底下。平日里这群人都不来这儿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就聚在一起了。哼，要我说呀，这2个人也是不害臊，大白天的居然做那种事儿。哎，听说呀，咱们那个老村长啊，一天这个数。哟，还真是老当益壮啊！哎呀，就算那结实年轻的壮小伙子也不敢这么弄啊。别说是壮小伙子了，就是老黄牛那也累倒下了。老三听了一会儿就听了个明白，转过身飞奔着往家里跑。祖母，我知道他们在吵啥了。哎呀，叫唤啥，大白天的见鬼了。老三嘿嘿一笑，贴着他的耳边说：
听得王老太太那是一愣一愣的。这事是真的？祖母，那还能有假？不信你自己去瞧瞧，听说是死在了王翠翠身上，王翠翠被吓疯了，衣裳都没穿就到处跑，见谁都大喊大叫。他们家去了好些个亲戚，听说王翠翠是个外人又没儿子，不能让家里落在他手里面，听说他家里都要被搬空了。祖母，要不咱也去瞧瞧？让他们以前抢咱们家东西，现在也该轮到他们了，真是活该。哼，不去，我才不去。他们呀，做了丧良心的事儿，这是报应，是他们活该。可是人家家里死了人，咱们也不能落井下石。老三呐，你可不能去看人家笑话啊！祖母，你放心，我不去凑这个热闹。点个订阅吧。我说老大呀，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抓些鱼来？你小妹爱吃这个。那我一会儿就去。既然小妹喜欢，那我也去吧，说不定还能多抓些。去吧，都去吧，我留在家里看着这两个孩子。兄弟三人正琢磨着今天怎么能多抓些鱼回来，刚出门就见着根子媳妇儿踩着自家墙根在上头看呢。爬我家墙头干啥？赶紧下来！扒你家墙头咋了？又没进到你家里去。哎，你个小崽子，你还敢拽我？看我不打死你！他刚想动手，就见着王家老三贼溜溜的往后跑，一抬头就见着了王家的老大和老二。哟，这不是老大和老二吗？你俩咋也出来了？婶子，你要打我三弟？没呀，肯定是你们听错了。婶子，您是来找我祖母的吗？没事，我啊就随便转转。婶子可真稀奇啊！你这一转，咋就转到别人家墙头去了？他又对着自家院子喊了几声：“祖母，有人找你呢！”气得根子媳妇咬紧了牙根。这几个小兔崽子，他不就是想看着这粮食涨价了，穷的底儿朝天的老王家拿什么填肚子？偏偏还被老王家的几个小崽子看见了。根子媳妇害怕老三这一喊真把王老太太喊出来，他黑着脸话都不说一个字，赶紧跑了。大哥二哥，你说他会不会出去乱说？应该不会，他怕祖母。咱们先去抓鱼，等回家了再和祖母说。也是，上次祖母把他揍了一顿，打得他哭爹喊娘的呢，现在见了祖母就和见到猫一样，贴着就发抖。兄弟三人背着筐往前走，谁也没有注意到根子媳妇又折了回来，跟着他们。他走了一段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琢磨着这老王家这三个背着大筐也不像是去挖野菜呀，手里连个锄头都没拿，这怎么能挖野菜呢？再说了，外面的野菜根子都被挖没了，估计过段时间树皮都要被啃光了，哪儿的野菜能装一大筐啊？莫不是发现了什么好地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怪不得老王家那么多崽子能活这么久呢，原来是找了这个好地方啊！我这鱼大呀！只听山洞里响起了一声尖叫声，根子媳妇话都没说出一句，连人带着篮子都一起掉下去了。大哥二哥，你们说咋办？根子媳妇居然跟着咱们过来了。他们最开始是没有看见，但那么大的一个大活人，腿脚还不利索的跟了一路，他们又不是眼瞎。过来就过来呗，反正那么多鱼，咱们也抓不完。那他要是说出去咋办？来的人多，咱们也抢不上鱼啊。不会，他不会说出去。二哥，你为啥那么肯定？咱们这么想，他肯定也这么想。为了别人不去抓鱼，他肯定把这件事瞒得死死的，不会让别人知道的。二哥，还是你脑子转得快，我咋就没想到呢？兄弟三人赶回家，急忙把这件事告诉了王老太太。他还怪会闻味儿的，快赶上狗鼻子了。祖母，这以后可咋办？总不能和他一起去捞鱼吧？这事儿啊，本来也瞒不了多久。上次被王翠翠看见了，那是躲过去了。以后啊，保不准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王翠翠，咱家还能都躲得过去了？我说老二啊，你读书多，你说说有啥办法？祖母，我确实有个办法。老王家几口人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拿定了主意。反正这件事也瞒不久，还不如直接说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也省着到时候说他们家吃独食。王老太太原本还不想这么早说出去，可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老二啊，你去知会一声，我就不去了。好的，祖母，我这就去。
老二先是去了村子里敲了每家每户的门，再让他们去互相通知。老二啊，事儿说完了？说完了。哎呀，真是便宜这群人了，这年月还有鱼吃呢。祖母，你放心，小妹这鱼少不了。我说老大呀，你还有什么法子呀？有，就是看不准，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带着老二和老三，可别自己去。王老太太叮嘱了一声，她不懂老大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想着让孩子们自己拿主意就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妹，咱大哥发现了宝贝地方被人占了，以后这鱼估计是不好弄了。真不知道祖母和二哥怎么想的，居然把那个宝贝地方告诉那群人。小妹，你以后可吃什么啊？突然见到小妹睁着眼睛盯着他瞧，老三很是心虚，知道是被他吵醒的。老三学着王老太太的模样，抱起苏映雪摇晃着。小妹快睡吧，三哥再也不吵你了。苏映雪被晃得昏昏欲睡，又窝在老三的怀里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又到了上次那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上次这地方的老山参救了二哥的命，也没有被妖怪抓走，苏映雪的胆子也大了一些。她睁着一双溜圆的大眼睛坐在地上看，想着三哥的话，便想寻一寻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抓鱼的东西。可是她该用什么东西换呢？不一会儿，王老太太给苏映雪放在一旁晾着的3碗鱼汤凭空消失不见了。老王家破烂的地面上多了一个模样奇怪的绿色大笼子。老三是被抓着头发疼醒的。啊，小妹你这手可真有劲，和大哥一样的。苏映雪撒了手，又唤了一声，眼睛便转了个方向。老三奇怪小妹今日的反常，眼睛也跟着望了过去。这一瞧啊，可是不得了了。老三顿时从木板床上窜到了地上。祖母啊，不得了啦！小妹鱼汤被人偷喝了。不一会儿，苏映雪和老四待着的屋子里就挤了好几个人。老大老二啊，快看看你妹妹弟弟有没有伤着。祖母，你别着急，我和二弟看过了，小妹和弟弟一点事都没有。我说老三呐，刚才你在屋子里，你说说这又是怎么回事？是咱家屋子进来人了？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要是进来人我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鱼汤就好端端的放在桌子上，说没就没了。祖母，这是什么？咱们家里原来有这东西吗？没见过呀，长得这样怪，咋可能是咱们家的？见着全家人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的，急得苏映雪张着嘴要说话。听见乖孙女儿突然说了鱼，王老太太愣了，但是一想到消失的3碗鱼汤，她立马明白了。老大老二老三呐，你们几个看看这东西是不是抓鱼用的？这东西能抓鱼？老三连着看了好几眼才反应过来。祖母啊，这东西又是小妹弄来的。哼，不是你小妹还能是谁呀？我说今天小妹怎么突然抓我头发，原来是想让我看这个。过了一会儿，老大老二就弄清楚了手里的东西该怎么用了。一会儿啊，去我说的那个地方，咱们正好试试。点个订阅吧。见几个哥哥知道了这东西是可以抓鱼的，苏映雪乖乖的窝在温热的怀里，睁着眼睛看。就你这个小娃娃聪明，还知道弄了这个东西抓鱼。哎呀，鱼汤没了，你可吃什么呀？想着那3碗好不容易弄来的鱼汤，王老太太心里觉得可惜。祖母啊，大哥和二哥都知道那东西是怎么用的啦，要是用得好，也还称小妹没鱼吃吗？那倒是。吃过饭，兄弟3人便带着笼子走了，要试试这东西究竟能不能抓到鱼。苏映雪看着几个哥哥离开的背影，皱着小眉毛，想着要是不好用，下次他就换一个。王老太太一打眼儿，就见着这小娃娃眼睛凝着神儿，一猜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哎呀，小乖乖呀，咱们家吃的还够，不用你操心啊。就算不够呢，还有你几个哥哥，他们总能想办法给你弄鱼吃，别老是弄这些东西出来啊。王老太太也不知道小娃娃听没听懂，自顾自的在一旁念叨。她这个老婆子虽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但好歹也是活了这么些年的人了，早些时候就听说过有些白来的东西用了折寿。见自家孙女一连拿出个野山参，又弄出个捕鱼的东西，
着实看得王老太太心惊肉跳，生怕这事儿是折了自己乖孙女的寿命换来的。虽然她的乖孙女是个小福星，但也是个小娃娃，他们老王家还没有到要用一个小娃娃的寿命来换东西的地步。乖孙女儿啊，听到了没有啊？以后可不许往外拿这些东西了。苏映雪瞪着水灵灵的眼睛，轻轻地啊了一声。那祖母可就当你答应啦。苏映雪急得脸蛋通红，也没有再说出一个字。她心里着急，想着自己要是能快些长大就好了，这样她就可以和祖母说，那抓鱼的东西是她用祖母的那3碗香喷喷的鱼汤换来的，不折寿的。点个订阅吧。哎呀，你们可回来了！你们不回来，你小妹和老四啊都不睡觉。小妹，你怎么还不睡？这样下去你可就要变成夜猫子啦！苏映雪见到几个哥哥都回来了，这才闭上了止不住打瞌睡的眼睛。老四见着苏映雪睡了，也跟着闭上眼睛，都没瞧旁人一眼。哼，老四这个粘人精，肯定是看小妹没睡才跟着睁着眼睛的。祖母你瞧瞧，他都不看我们。这老四啊就是粘映雪，你又不是不知道。老三撇着嘴巴哼了一声。祖母，这些鱼怎么办？王老太太一看，嚯，眼睛都看直了，半天没敢出声啊。就是粮食没涨价的时候，他们家也没买过这么多的鱼啊。祖母，你怎么不说话？哎呀，这下可好了，你们小妹啊有鱼汤喝了。这鱼一会儿都收拾了。祖母，都给小妹煮了，我们明天再去抓。我今天晚上住哪儿也行。煮鱼也要先杀鱼，这么多锅里也放不下呀。先做一筐的，煮完了放到咱们家井里冰着，还能多放几天。我说老三呐，你去看看映雪和你四弟去，这里呀有你大哥二哥就够了。祖母，我这就去。一条鱼处理起来不算麻烦，也就是去了鳞和鳃，再把一些鱼肠处理出来，这些东西都进了老虎崽子的肚子。我说老二啊，你这身体还受得住吗？要是累了就回去歇着。没事的，祖母，我和你们一起干，也能快一些。祖孙3人原本想着杀个鱼能要多久啊，可是没想到这整整2大筐的鱼让他们忙活到了后半夜。大哥，咱们今天什么时候去抓鱼？睡醒了就去，就是咱们这一觉醒了，估计都晌午了。大哥，咱们不急。为啥不急？大哥你放心，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在那个小山洞里抓鱼呢，根本就顾不上咱们家。只要咱们小心一些，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况且今天晚上要下大雨，咱们只要赶着下雨前去就行。这么闷的天，鱼都往水面上浮，肯定比昨天还好抓。说不定啊，咱们去了没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大听了，仰头看着天，虽然天是有点闷，但也没个要下雨的意思呀。可他相信自己二弟说的话，也没问老二是怎么知道的，只是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傍晚去，天凉快。那行，二弟就听你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婶子，平日里你消息知道的最灵通，真没见着我家婆娘？没见着。根子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连消息最灵通的婶子都不知道他那婆娘去哪儿了。平日里有野菜都得抢着别人的挖，没道理现在有鱼了，这人还躲了起来呀。根子正发着愁呢，突然被那婶子拎着棒槌打了一下。哎，婶子，你打我干啥？那婶子白了他一眼，话都懒得说，下巴点了点水面上。哎，婶子，帮忙，把我婆娘捞出来。不帮。哎，婶子，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根子急了，他不会水呀。那是你婆娘，又不是我婆娘，死了关我啥事呀？这水里头哪年不死几个？根子没办法了，一咬牙自己下水了。他越游身子越沉，在水里直扑腾，呛了不少的水。等根子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和他的婆娘都到了岸边了。原本在洗衣服的婶子拧着身上的水，这个时候根子媳妇儿咳了几声，吐出了一口水，眼神涣散着发懵。婆娘你咋样了？咋还掉水里去了？他缓过神来，坐在地上看着根子，就开始哑着嗓子哭闹。当家的，你是不知道，这个老王家真是坏透了。老王家？咱们这都姓王，你说的哪个老王家？还能是哪个老王家呀？就是那个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剩下家里一堆小子的那个老王家呀。你瞎说啥呢？你咋能这么说王家婶子呢？咋就不能说了啊？当家的，你看看我这腿，
我这腿可都摔断了。你腿断了，我背着你去找大夫瞧一瞧，和人家王婶子有啥关系啊？这个时候啊，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洗衣服的人。根子媳妇的眼珠子一转，憋着坏呢，她咬咬牙，一狠心，把嘴里的话抖搂了出来。大家伙听我说，那老王家呀，可不是东西了，咱们村里的人都要饿死了，他们家居然吃香的喝辣的，背着咱们抓大鱼呢，昧着良心吃独食儿。你们瞧瞧，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他越嚷越大声，根子上去捂住他的嘴，都被他歪头躲过去了。哼，他们家老二还是个读书人呢，有了吃的都不想着大家伙，我看呀，他这书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听了这话，原本看热闹的几个婶子听不下去了。哟，原来是根子媳妇在这儿呢，怪不得那河里怪臭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河里臭跟我有啥关系？你别满嘴喷粪啊！哼，谁满嘴喷粪啊，谁心里头清楚。哎，我说根子媳妇呀，你男人昨天可是抓了好几条鱼呢，我可是亲眼看见了。你咋能说人家老王家吃独食呢？你们家里有鱼，还多亏了人家王婶子一家呢。什么？抓了好几条鱼？完了，老王家把那宝贝地方说出去了。哼，就算是抓了又怎样？那本来就应该是我家的鱼，那地方就他老王家知道吗？他们把那地方说出去问我了吗？看热闹的几个人咂巴着嘴巴，这才知道为啥昨天没见着根子媳妇儿。原来呀，人家早就跟着王家兄弟偷偷摸摸的上山去了。他们的眼睛瞥着根子媳妇儿，心里啧了一声，哼，看这模样就是贪心的，要抓大鱼可不就掉进水里去了，没淹死都算他命大了。其中一人的性子更是泼辣，他早就看根子媳妇那样子不顺眼了，直接伸脚把根子媳妇俩人踹进了水里。扑通的一声过后，根子媳妇在水里一边呛着水一边骂人，什么难听他骂什么，听得根子一脸的震惊，伸手抓起水里直扑腾的媳妇，不仅没抓到人，还被他媳妇扑腾的手扇了一巴掌。根子的心里生气又觉得丢脸，人也懒得管了，红着眼睛爬上了岸。不是你闹腾个啥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要去找人家王婶子的麻烦，人家怎么你了？哼，我就是看他们家不顺眼，他们家到死了我才顺心。气得根子呀在水边上用手指头一直指着他，拟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骂这婆娘。他一扭头就见着几个婶子在那看笑话呢，顿时觉得自己的面子都被丢没了。够了！根子大声吼了一声，一向老实的根子发了脾气，一下子把大家伙都吓住了，就连他那个婆娘都不扑腾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管人家的事，王婶子怎么了？人家对你不好，你可别忘了，当初连咱爹下葬的铜钱都是管王婶子借的呢。人家那时候看咱们家穷，我去还棺材钱时，人家都没要。要是没有王婶子，咱爹能有棺材摔？再说人家老二，可是亲自一家一家敲的门。你说人家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看你啊，是把这岁数活到狗肚子里去了，白活。根子说完了这些话，也没有管他水里的婆娘，白了一眼之后背着手走了。看得根子媳妇一愣，连忙拖着腿往岸上爬。哎，当家的，你等等我呀！当家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二啊，你身体不好，3年前的院士就没赶上，今年好不容易又有了，你身子骨也行了，可不能再错过了呀。祖母，我早就记着日子呢，您放心，今年呢，我肯定给您考个按手回来。屋子里的几个人都知道，老二说的不是空话。院士3年一次，虽无具体日子，但大多都是在8月。只有过了这院士的人才能当上秀才，而那按手则是考了第1的人才有资格叫的。哎，好孩子，按不按手的那不重要，咱去考了就行。明儿个和你大哥，咱们再去瞧一瞧身体啊。解决了老二的事儿，王老太太又看着老三。老三呐，你这个年纪啊，也该去学堂念书了。你呢，去念几天，实在念不下去啊，出去当个学徒，学点手艺也好。祖母，我不想去学堂，能不能不让我去？我整天听二哥念书都难受，这学堂一待就是1天，这可是要了我的命啊！让你去试试，又不是让你留在那儿一辈子。祖母，为啥非要让我去学堂？大哥不是也没去？你咋知道你大哥没去过？你问问你二哥，你大哥当年念书好着呢，就连教书先生都喜欢你大哥。哎，
要不是咱们家实在凑不出念书的钱，又没个顶梁柱，你大哥能不去念书吗？老三挠了挠头，没有吭声。他年纪小，大哥和二哥以前的事儿，他还真是不知道。王老太太看老三这一知半解的样子，直叹气。你想想啊，那账房先生，人家会算盘，就算下了雨，人家也不怕，更不用理会风吹日晒的。这不念书啊，只能做苦力活，种田、卖菜、学手艺，一年到头能赚几个辛苦钱呢？一想到三哥以后不读书就没有好日子过，苏映雪的小眉头紧蹙着。就在大家伙都沉默的时候，苏映雪伸手抓住了老三的衣裳。老三被吓了一跳，见到那小手，随即又欣喜道：“小妹，你这对小二三更棒啦！”苏映雪张着嘴巴，努力地吐出了几个字：“苏。”老三的脸上那笑啊，顿时凝固了。而屋子里剩下的几个人听了，也都是愣住了，随即都笑出了声。老三还是不太情愿的，可是看着自家小妹那黑葡萄一样的眼睛盯着他，老三最后妥协了。那我先去几天试试。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家里那鱼呀，还有几条没煮。老二，你一会儿再带10个蛋，带着东西啊，和老三去宋先生家里瞧瞧。祖母，怎么突然想着去宋先生家里了？咱们这儿啊，总共也不过2个学堂，咱们王家村的，我不想让老三去。这王家村子里的先生倒也是个不错的人，只是啊，怕看不住，再让老三受了委屈。他又看了老二一眼，心中已经有了打算了。把你三弟啊送到宋先生那儿去，你们聊得好，也算让老三有个照应。再说了，人家救了你的命，家里也有个小娃娃，就送些能吃的过去吧。好，祖母，我这就带着三弟去。这几日老王家的鸡蛋鸭蛋一天比一天多，小娃娃吃的速度完全没有鸡鸭下得快。这么想着，王老太太便又拿出了3枚鸡蛋，想着做些别的吃食给自己的乖孙女儿。苏映雪就窝在老大的怀里，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看。老王家就算是吃完了饭，屋子里又是鱼汤又是鸡蛋饼的，香味都在屋子里散不出去。与之相比，老苏家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自从老苏家那娘3个被雷劈了之后，回来之后就变得疯疯癫癫的，见着谁都要说一遍自己的2个儿子是隔壁老王的，不是苏老头子亲生的。走，赶紧走！这么些年，净给我丢人，赶紧滚回家里去！他这些年来第一次丢脸就是嫁女儿的事儿，被街坊邻居戳着脊梁骨嘲笑了这么些年。第2次就是这个疯婆娘疯疯癫癫的，见着人就说2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这下好了，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看笑话。活了大半辈子，白白帮别人养了2个儿子，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是死了1年多都不知道。报应，都是报应，这都是我的报应。老大在家里给小妹讲着山上打猎的有趣事，巧的是，只要一听到野兔子，小娃娃的眼睛就亮了。小妹，你是不是喜欢山上的野兔子？果然，听了他这句话，小娃娃本就水灵的眼睛更亮了，不断的伸手抓着王海的衣裳。小妹啊，你还小呢，带你一起去啊，太危险了。眼见着小娃娃听了这话，眼神都暗淡了，王海的心里看着难受。小妹，你等着，大哥这就去给你抓野这兔子去。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也许是运气好，今天王海刚上山就撞到2只野兔崽儿，不一会儿，2只蹬着腿的兔崽子就被拎着耳朵给带回了家。这怎么还弄了2只野兔子回来呀？今天和小妹讲打猎的事儿，一说到野兔子，他就笑。我想着可能是小妹喜欢，就去抓了2只，让她看着玩。行，有2个兔崽子也好，快给你小妹看看，她喜不喜欢。那兔子被拎到苏映雪的面前，她的眼睛看得挪不开，直跟着老大手里的兔崽转。小妹，你看这野兔崽子喜不喜欢？大哥给你抓了2只，你要是不喜欢，大哥就给你炖了吃。苏映雪惊讶地张大了小嘴巴，完全没有想到大哥居然还要给她喝兔子汤。她皱着眉头看着野兔子，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那2只兔子也像是成了精，自从知道苏映雪盯着他们流口水，身子更是抖成了筛子。抖成这样，是生病了？小妹啊，这俩兔子太小了，生了病可不好活，大哥下次再去给你抓。抓。
在苏映雪恋恋不舍的目光下，王海把兔子带出了屋子。脚刚一踏出屋子，嘿，两只兔子便不抖了，看着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这两只兔子映雪不喜欢呢？那倒不是。那这是怎么回事？映雪喜欢，怎么还拎出来了？老大将这怪事说了一遍，听得王老太太啧啧称奇。哟，还真没听过这样的事儿。这兔子怕不是要成精了吧？那这俩兔子咋办？既然没病，就扔鸡窝里去吧。这么大点儿，总不能和猪放在一起呀。进了鸡窝的兔子想着法的往出钻，王老太太看了直摇头。不行，这鸡窝里有缝隙，这俩兔子一转眼就得溜没影儿，留不住啊。祖母，这咋办？眼看着那兔子钻出半个屁股卡在了树枝那儿，王老太太伸手给堵住了。这兔子留不住，早晚要跑。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一声奶声奶气的叫声传了出来。嘿，两只兔子老实了，卡在鸡窝缝隙的屁股也不动了。老虎崽子像是只大花猫一样，伸着腰走到了鸡窝旁边，那鼻子闻了闻两只兔崽子。老大，这老虎崽子还是你带回来的，怎么把它给忘了？有它在，这俩小兔崽子肯定跑不了。这下可好了，小妹以后每天都有兔崽子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不好了！我说老大呀，你咋急成这样了？祖母，给小妹抓鱼的地方落下了好多大石头，把洞口都堵上了，以后怕是不能去抓鱼了。哎呀，这好好的地方，咋就突然被大石头堵上了？祖母，咱家还有鸡蛋呢，小妹肯定有的吃。要是天不下雨，我再出去转转，说不定还能抓点猎物呢。祖母，只要那鸡每天都吃得饱，就会下蛋。再说，我和大哥还有老三都能出去找吃的，这事啊，您就别担心了。是呀是呀，我们肯定不会让小妹挨饿，我和大哥二哥一会儿就出去找吃的。哎，希望如此吧。等着你们出去了呀，就多割些草回来，留着给家里这些活物吃。祖母，你就放心吧，这割草有啥难的？抓猎物这事就让大哥二哥去，割草这事就交给我。听了这话，老王家的几个人都在院子里露出了难得的笑。祖母，我把小妹和四弟送屋子里去吧，这天不好，在外面着了凉就不好了。老二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快去吧。哎呀，这天也看不出来是个什么时候。我说老大呀，赶紧把鱼都杀了晾一晾，看看能不能多做些鱼干出来。祖母，我这就去。老大闻言便起身去找刀子了。这么多的鱼，也不知道要弄到什么时候。眼看着上层的那些鱼都被收拾完了，王老太太又伸手去筐里捞鱼，结果就摸到了个硬东西，吓了她一跳。哎呀，老大呀，这里头啥东西啊？咋摸着这么硬呢？祖母，我在抓鱼那地方捡了个大石头，在水里还会发光呢，光是瞧着就不一样。我想着拿回来给二弟和您瞧瞧，看知不知道这是啥东西。王老太太鱼也不弄了，眯着昏花的眼睛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这是个啥东西。老二啊，你过来，这有东西要你瞧呢。没一会儿，老二就抱着两个小娃娃走了过来。祖母，让我瞧什么？那，你大哥呀从水里捞出来的，说是在水里还会发光呢，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你读的书多，倒是帮着看看这是个啥呀。老二点了点头，仔细的看了看。祖母，这是金矿。金子，咱家有金子啦！在哪儿呢？我还没见过金子长啥样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哪儿呢？哪儿呢？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呢，这么大块都看不着。啊，就这破石头是金子，还不如祖母你那块压咸菜的石头呢。我说老二啊，这大石头真的是金子呀？老二闻言摇摇头，又点点头。这一下子，王老太太看懵了。老二，你这又摇头又点头是啥意思呀？这东西到底是不是金子？是呀，二哥，你快说呀！我和大哥祖母都等着听呢，你就别卖关子了。不是金子，是金矿。金矿？那是啥？金子便是由金矿提炼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这么一块石头能提炼出来多少。二哥，那咱还等啥？赶紧把这石头炼了。没那么简单，金银铁矿都是由官府把持，咱们贸然拿着金子出去花，
少不了一顿牢饭和严刑拷打。再说熔炼也并非那么简单的事，咱们根本不懂里面的行当，也没有趁手的工具，这金矿咱熔炼不了。老二这话听得王老太太后怕呀，得亏问了老二，要不然说不定还要被抓起来呢。他看着这大石头一阵唏嘘。老大看了那大石头几眼，倒是满不在意。横竖也没什么大用，拿出去又会招惹是非，咱就把这大石头收起来吧，压到床底下去。二哥就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了吗？这可是金矿啊！没法子。那咱就不能找个铁匠熔炼去？咱家没有工具，铁匠总该有吧？不行。啊？为什么呀，二哥？三弟，这石头虽然不是金子，但也是金矿，要是拿出去肯定惹人眼红，说不定会逼问咱们金矿的位置，甚至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东西咱们绝对不能拿出去。你想呀，一些鱼就能让那些人黑天半夜的守着，你说要是他们知道咱家里面有金矿，还能放过咱们家？三弟，你也应该知道咱们村子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东西啊，就当咱没见过，合着也是捡的，和咱家没缘分。我说老三呐，你可别在这石头上打主意了啊！一会儿回屋去，给咱那床啊垫个脚得了。我听祖母的。自从知道这东西并不能拿出去买东西，也不能炼成金子之后，老王家的几个人便对这东西失去了兴趣，怎么看着都觉得碍眼。唉，这些要是能换吃的也好啊，这么个东西有啥用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谁也没有注意到老二怀里的小娃娃正紧锁着眉头，像是在思考什么事情一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这大石头垫床脚正合适。今天啊，还有好多河虾，看着怪大的，一会儿剁碎了，给你小妹放到蛋羹里一起蒸着吃。你大哥这鱼块啊还没切完，我说老三，你去挤羊奶，老四这羊奶都不够喝了。老三应了一声，恋恋不舍地看了小妹好几眼，才从木板床上蹦下来，跑着出去了。屋子里就只剩下了苏映雪和呼呼大睡的老四，还有看着他们俩的老二。王娜摸了本书，就倚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屋子里只剩下他翻着书的声音。明明二哥昨晚上翻来覆去一整晚都没怎么睡，怎么今天起来一点都不困呢？这样的话，要怎么样才能把东西拿出来？苏映雪等呀等，终于等到了二哥有些困意，见到二哥手撑着脑袋打瞌睡，他吐了个口水泡泡。下一秒，垫床的大石头消失不见了，屋子里出现了一地的袋装奶粉。苏映雪看着这些东西，眼睛都亮了。这些东西也是能喝的奶，虽然她不清楚是什么奶，可就是知道这是能吃的东西。前些日子祖母说的话她也听到了，四哥真是一天比一天能吃，前几天还只喝3大碗的羊奶，昨天就变成了一顿5大碗了，所以他换了好多的奶粉给四哥。苏映雪也是个小机灵鬼儿，本来那陌生的地方还有罐装的奶粉，可是那串数字太多了，他掰着手指算了半天，又想起二哥平日里说的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只有2个数字的袋装奶粉。王娜一晚未睡，此时刚有了些睡意，正打着瞌睡，便听到了自己小妹的笑声。刚睁开眼睛，看看小妹在笑什么呢，便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他的身形一顿，便想到了什么，赶紧下了木板床，俯身往下看。果然，那块用来垫床脚的金矿已经不见了。他无奈地摸了摸小妹的脑袋。小妹，这次又是什么东西？苏映雪歪着头呀了一声。哎，小妹，你可快些长大吧，这样二哥就不用每次都猜你在说什么想什么了。哥哥，奶。见着小妹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的东西看，又看着床上的老四，王娜突然明白了什么。祖母，大哥，老三，你们进屋子里了。你这个小机灵鬼，害怕老四饿着呢，咱家里头这些人呢，怎么可能让老四饿死？你呀，白担心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说老二啊，地上这些个东西又是啥呀？祖母，小妹怕老四饿死，又弄了些奶。哎呦喂，映雪呀，你这个小娃娃，鬼机灵啊！苏映雪睁开眼睛看了一眼，便躲着不吭声了。她早就察觉到祖母不喜欢她往出拿那些东西了，可是金矿留在家里没有用，还不如换些能吃的给四哥呢。王老太太哪里不明白呀？
他的小孙女早就把他和老大老二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早就记在心里面了。王老太太瞥了眼孙女，小丫头还真以为装睡能骗得过她吗？她的心里头又愁，这么小个孩子咋还啥都知道呢？还没学会说话呢，居然还担心起家里头的事儿来了。祖母，这是好事，为啥你老是不高兴？你知道个啥呀？他心里头担心的那些事儿，老三咋能明白呀？祖母，你也不要再忧心了。小妹虽然小，但她机灵又聪慧，自然有她自己的考虑。是啊，祖母，小妹又不像老四那么傻，只知道吃，还机灵着呢。王老太太原本还心事重重，但是听着老二和老三这么劝了一会儿，心里也跟着飘忽。也是，她的孙女儿瞧着就聪明，可不像是那些脑子不清醒的。先留一个看看是咋个喝法，剩下这些呀，都搬到咱家那小仓库去。祖母，我先去打扫一下。祖母，我也去，打扫的也快一些。快去快去！王老太太点着头，摆了摆手。屋子里，苏映雪的两个眼睛顿时笑眯眯的，被低着头一直观察她的老二抓了个正着。怎么，现在不装睡了？小娃娃闻言，立马又闭上了眼睛，看得一旁的王老太太是又好气又好笑。老王家几个兄弟也是个个聪明，那袋子里的奶粉，他们连猜带蒙了一会儿，没多久就研究明白了这东西究竟是如何弄的，当即冲了2小包递给2个小娃娃。屋子里顿时飘散出了一股好闻的奶香味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大哥，你们见到老三了吗？小妹和老四是不是和三弟在一起呢？是啊，老三这孩子呢，不会是带着映雪和老四出去玩了吧？看着外面砸在地上的大雨，屋子里的几个人顿时心里一惊。哎呦喂，这大雨的日子，老三怎么就往出钻呢？祖母，我们去找。老大老二啊，我也去。这仨孩子还这么小，万一上了山遇到点事儿可咋办呢？祖母，家里头总得留个人，要不咱家那么多鸡鸭，出了事怎么办？见祖母依旧犹豫，他赶紧说道：您放心，一找到小弟，我们立马就把人带回来。说着，不等王老太太反应，便拉着老二一起冲出了屋子。2个人顾不得大雨，在外面不断的大声喊着，因为不知道老三去了哪里，只能是哪里都走上一遍。大哥，咱们这样找下去不行，得想想老三能去哪儿。这哪能想得到？正在2兄弟心里乱成了一团线的时候，老大突然说道：老二，我知道了，他肯定是抱着小妹和老四上山摘野果子去了。昨晚上他就问我哪片山里有红果子，我昨晚上就怕他出去上山，才没告诉他。老三肯定是自己偷偷去找了。老二面色也是瞬间沉了下来，原因无他，只因这附近的山老三早就熟的不能再熟了，比他的2个亲哥哥还要熟呢。如果要去，这小子肯定是去了不常去又远的山上。瞬间2个人心里咯噔一下，暗道糟了。大哥，咱去牛儿山。那牛儿山是离着王家村好远的一座山，那山上的野兽多得数不胜数，就算是胆子再大的汉子，也没有人敢一个人进去。老三的年纪小，又不懂那么多，所以才有胆子钻进了牛儿山。小妹，这里好喝呀，我肚子也好饿，你和老四肯定也饿了吧？早知道就不带你俩出来了，红果子没找到还淋了雨，等回去祖母肯定要骂我。小妹，我想喝祖母做的鱼汤了。小妹，我好困啊，你困吗？老三止不住的念叨，眼睛止不住盯着山洞外头看，就等着雨停了，好快点回家。可他怎么等怎么盼，这雨啊就像是和他作对一样，就是不停下。这个时候又赶上老四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许是饿极了，他的嘴巴一瘪，忍不住委屈的放声大哭了起来。真好看，点个订阅吧。哭，再哭就招来狼把你叼跑了吃掉。也许是听见了吃字，老四的眼睛都亮了，泪珠子憋了回去，又开始咯咯咯的笑。就长了个痴心眼儿，听见有吃的就乐成这样，早晚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快，小妹，你饿啦？都是三哥不好，早知道就不带你俩出来了，在这儿跟着我又冷又饿。自责愧疚的话还没有说完，老三只觉得自己的怀里一沉，好像多了个什么东西。哥哥，吃！一阵声音响起之后，老三在一个袋子里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鸡腿儿。小妹，祖母说的没错，你可真是个小福星，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要不是你，说不定我和老四得要饿死在这里。
高兴过后，老三很快的镇定下来。下一秒，苏映雪的小嘴巴里被塞进了几丝细细的鸡腿肉。小妹，你先吃，哥哥喂你。苏映雪抿着嘴巴里入口绵软的鸡腿肉，小手还不断的拉着三哥的衣服。小妹，我这就吃，你别急啊，我先给老四喂几口，要不然一会儿他该馋哭了。说着，他又往老四的嘴里塞了几条被撕碎的鸡腿肉，之后才嗷呜的一口咬了上去。这鸡腿可真是太好吃了。不过他也只是咬了一口，便继续喂弟弟妹妹。兄弟三人轮流着吃。苏映雪的饭量不算大，而且鸡肉对他来说不算很好咀嚼，吃饱了肚子就扭过头不吃了。老四倒是头一次吃鸡腿肉，像是许久没见过荤腥一样，他一口接着一口。吃，四弟你可真能吃。四弟，明明是和小妹一样差不多大的小娃娃，你咋就这么能吃呢？要不是小妹来了咱家，就照着你这个饭量，你得天天饿肚子。老四听不懂，任着老三在一旁念叨，嘴巴里吞咽食物的速度飞快。不一会儿，两兄弟就把这大鸡腿吃了个干净。老三揉了揉自己的肚子，打了个饱嗝，将骨头踩进了脚下的泥土里，就怕这山上有什么野兽在寻着味儿找这过来。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人迹罕见的树林里接连响起了几声呼喊，让正舔着嘴唇的老三耳朵动了动。大哥，二哥，我在这儿呢。小妹四弟太好了，大哥二哥来找咱们了。大哥力气那么大，这下咱们就不怕遇到什么危险了。老大循着声音找过来，一见到老三便急切地询问：老三，你没事吧？小妹和老四呢？我没事，小妹和四弟也好着呢。大哥，我刚刚还听见二哥的声音了呢，他人呢？三弟，我在这儿呢。听见二哥的咳嗽声，老三的心里是既害怕又自责。大哥，二哥，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带着小妹和老四乱跑了。先别说这些，小妹和老四怎么样了？二哥，老四睡着了，小妹也挺好的，我们刚才还吃了个大鸡腿呢。哥，这腿。老大老二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老三说的大鸡腿是什么意思了。两个兄弟相当有默契，谁也没有问这鸡腿是从哪里来的，都选择将这件事给忽略了。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没事。就这样过了一晚上，天终于开始放亮了，雨也终于小了些。咱们现在就赶紧赶路回家吧。祖母一人在家里头，我不放心。咱们一晚上没回去，祖母肯定急坏了。只有老三吭哧了半天不敢吱声，毕竟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他带着小妹和老四跑出来找红果子。老三，你是不是累了？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再赶路？大哥，我不累，就是突然被脚下的东西绊了一下。是啊，累了就歇一歇，也不急于这一时。哎，大哥二哥，我真的不累啊。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只是被东西绊了一下，他急忙朝脚底下看。大哥二哥，你们快看，就是这东西绊的我真没骗你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大老二原本还想说几句玩笑话逗弄老三的，可是当他们的视线落在那个土疙瘩上时，瞬间变了脸色。大哥二哥，你们咋突然这样子？想起自己听过的那些传闻，老三吓得身上直冒冷汗。大哥二哥，咱们是不是碰到了啥东西？这是谁的坟？还是替谁挡的灾？咱们要不要拜一拜？三弟，你想什么呢？我和大哥只是吃惊牛儿山上有只东西，这地方这么荒，都不好上来烧纸钱，谁会在这儿立坟？这个时候，老大又蹲下仔细的看。没错，就是家里那东西。这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土疙瘩，长得和个萝卜一样。哎，萝卜？这真是臭萝卜，和家里一样的。没错，就是那东西。是啊，三弟，这就是你口中的臭萝卜。哎，大哥二哥，咱现在咋办啊？之前听那赤脚大夫说，这东西都是小姐夫人们用，那得多值钱啊！咱们可得把这东西带走，不能留在这儿。老二，你会挖这东西不？哎，大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长在土里的山参，不过我曾经读过一些有关于山参的书。我嘛，纸上谈兵，
真弄起来还是得靠大哥你啊。很快，老大便按着方法开始挖了起来，没一会儿便将山参挖了出来。啊，大哥，这山参也太小了吧，没咱家那个大，肯定没家里那个值钱。说完了，他还看着老二道：二哥，你也说句话呀。山参的价格我不知道，要是想问呢，下次去医馆的时候可以带去问一问。不过总归是山参，总不能和萝卜一个价。老三，你二哥说的对，再小也是山参，总该值些银子。咱快带回去给祖母看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走喽，回家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儿，我错了，我再也不大晚上抱着小妹他们出去了。以后啊，你要是再敢大晚上出去乱跑，我就拿棍子打断你的腿。祖母，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去乱跑了。老二，你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给祖母瞧瞧。看着老大老二几人神神秘秘的样子，王老太太心里直犯迷糊。哎呀，啥东西呀，还得放衣服里头收着。要给我看呢就快些，灶台上还热着鱼汤呢，你们赶紧去吃。直到看着老二怀里头掏出来的东西，他顿了一下。这是山参？这是咋回事啊？你们咋还弄了个山参回来呀？哦，老三回来的时候绊了个跟头，原本还以为是个土疙瘩什么的，结果我和二弟过去一看，就发现是个山参。是啊，祖母，就是他差点把我绊倒。牛儿山说不定还有，下次咱们再去看看，说不定就能多弄回来几只山参了呢。哦，原来是跑到牛耳山去了。我说昨个一晚上都没回来。老三呐，你跑得可真够远的呀！啊！老三说漏了嘴，看了自己祖母一眼就不敢说话了，急忙捂上了嘴巴。这东西又不是漫山遍野的长，有了一个还不知足啊！那牛耳山多危险呐！啊，别的村子又不是没有人去，你自己说说，都死了多少人了？好好的回来还不够，你还要去？祖母，我再也不去牛儿山了，我再也不去了。这老三呐，可真是个胆子大的，这孩子现在就野成这样了，真不知道以后可怎么办呢？哎呀，都先去吃饭吧。祖母，这山参……哎呦喂，瞧瞧我这脑袋都被老三给气糊涂了。先在我那放着吧，等到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了，就拿去医馆问问，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祖母，要是卖不掉可咋办？哼，卖不了就给你们炖了吃，那还能怎么办？点个订阅吧。婶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呀？你家老大身上咋背个这么大一个筐啊？我和老大上山啊，找点茅草。怎么的呢？你要跟我一起找啊？婶子，你可真能说笑，我这家里头还一堆活呢，哪有空帮你弄茅草呀？不帮忙你问个屁呀！家里头有活还站在这胡咧咧。说罢也不管王红梅是个什么反应，便迈着腿带着老大转身离去了。等着王老太太走远了，这群婆娘才开始马后炮。嘿呀，红梅呀，你说你今天这是咋了？平日里你不都是躲着王婶子走吗？今儿咋还上赶着和人家说话呢？咋？他咋那么金贵啊？和他说句话都不行了，还不给我好脸色？什么东西呀！我呸！红梅，人家王婶子走了，你来了能耐了。刚才当着王婶子的面，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有能耐就当着人家面吐唾沫呀，这背后里啊，这样有啥用？人又看不见，你心里也不解气呀。我们啊，可不像你，人家都把有鱼的好地方都告诉你了，你居然还惦记人家筐里头有啥好东西，可真是丧良心。几个人虽然平日里都是嘴碎又爱闲聊的，但也看不上王红梅和根子媳妇那样的人。人家给你一口吃的，怎么还能反过来在背地里骂人家呢？况且在场的几个婆娘也不都是傻子，就王红梅心里头的那点小算计，他们能看不出来吗？就是惦记着王婶子有好东西，怕人家藏着掖着不告诉。咋？就我想知道，你们就不想知道？他家能找到第一个抓鱼的好地方，自然也能找到第二个。告诉咱们那破地方都没鱼了，我往他筐里头看一眼咋了？哎呀，看一眼倒也没啥，
就怕呀像跟自媳妇一样，到时候是又瞎又哑。哎呦，你少说了一样，跟子媳妇还缺了一条腿呢。是呀，你们说这王婶在家里头还真是邪性啊，得罪他们家的都没好下场。啥叫邪性啊？你会不会说话？人家那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哼，我看你们就是嫉妒我生了个儿子，你们这群只生丫头的老母鸡。我说红梅啊，就你家那个儿子有啥可骄傲的？你们家蛋子偷鸡摸狗不学好，你咋还神气上了？哎呀，要是我有这么个儿子呀，生下来我就给他掐死。哎呀，啥东西呢？有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呢，简直是丢了祖宗的脸。眼看着自己插不进去话，王红梅屁股一扭，脖子一甩，干脆转身回家这么好了。看，点个订阅吧。大哥，你和祖母出去找到啥好东西啦？快让我瞧瞧。哎呦，好东西，好东西！咱们这村子里头能有啥好东西啊？每天都想着那些有的没的。怎么净是些木头？这也不值钱呀。哎呀，不是木头还能是啥？咱们这村子里头不就靠着这些木头吗？要是没这些东西烧火，你能吃上饭呢？祖母，我不是嫌弃木头，但是您看，咱家每次出去啊，不是珠子就是虎皮，最近还弄了颗筛参。您和大哥这次出去，不是也应该弄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吗？闻言，王老太太和王海都是一愣，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神情中皆是一片震惊。老三这孩子心眼长歪了。哎呦，你个小崽子啊！你居然还想着不劳而获，白捡便宜了！说着就脱下鞋来，照着老三的背上抽去。院子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哀嚎声。祖母，我也没说错，你打我干啥？大哥，这是怎么了？三弟又怎么惹祖母生气了？老二不是没见过祖母发火，但是以前下手都不会太重，今天可就不一样了。没响一声，老三的身上就多出了一个红彤彤的鞋底印子，可见祖母是真的下了狠手往死里打的。王海直接伸手拉住了老二，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老二听了也愣住了，他有些难以置信。这些真是老三说的？是啊，老三就是这样说的。老二，这事你可不许管，咱们家里这些日子捡回来的东西太多，老三这心思他飘了。他年纪小，想法又简单，很容易走弯路，让祖母打一打也好，也能让他长长记性。他闻言点了点头，断了想要上去帮忙的心思。老三确实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了。老三挨了一顿鞋底子，整个人蔫哒哒的，顿时老实了。哎呀，老三呐，你今儿个是不是还不服气呀？啊，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儿了？老三咬着嘴唇不吭声，一脸的倔强。老大老二，你俩过来和老三好好说说，他哪儿做错了？老大闻言，几步就走到了老三眼前。老三，你盼着咱们家每天都能捡到值钱的东西是好事。老三的眼睛刚一亮，就被老大接下来的话浇了个透心凉。都说长兄为父，父亲不在家，是我没有管好你。老三，你见过几个不劳而获的人有好下场？咱们村子里头的王芳子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自己又懒，家里的地都不去浇水，种的东西都早死了，他有收不到粮食吗？点个订阅吧。不是大哥，王芳子和咱家又不一样，咱家那东西是白捡的呀，不用种。此话一出，顿时气得老大抬起手来也想揍老三。老二在一旁赶紧拉住了大哥的手。三弟，小妹来了咱们家后，咱们家是有了吃有了喝，就连以前过年都喝不上的鱼汤也进了肚子。可你想过吗？如果要是没有小妹呢？如果没有小妹所带来的这些好处，你有没有一技之长？你不喜欢念书，也不像大哥那样有力气，就凭着咱们家这运气，你天天出去能捡到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妹的运气消失了怎么办？祖母已经老了，就凭你现在这样子，养得起小妹吗？能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吗？你没钱没势，小妹以后嫁人了，受了欺负，你能为她出头说话吗？老三虽然脑子最近钻进了钱眼里，可他是真的喜欢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妹。听了二哥这番话，他顿时梗着脖子道：要是以后小妹受到了欺负，我就砍了那人。砍过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小妹以后怎么办？受欺负的还不是小妹？再说你能每日每夜的看着吗？老三闻言顿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二哥，那你说我该咋办？老三，你知道那些大户人家吗？
那些王爷驸马就算是有了小妾，也依旧对自己的发妻百依百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二哥，我不知道，那是为啥？是不是因为他们注重好名声？三弟，那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他们的发妻不必依靠夫家，就算是他们的嫁妆都足以让他们后半生衣食无忧。况且他们的家世更是一个比一个好，备有娘家人撑腰，自然无需害怕。二哥，我好像懂了，但又好像没完全懂。老三垂着脑袋，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不如大哥力气大，不如二哥有学识，每天只知道出去玩。老三，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不断的尝试后才发现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老三，你该好好想一想自己以后怎么办了。你难道就不想成为小妹的靠山吗？我要做小妹的靠山，只要有我在，就没人敢动小妹一根汗毛。祖母、大哥、二哥，你们放心，我今天夜里就好好的想，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老三认了错，王老太太看着他笑，全家人又是和和气气的吃了一顿晚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妹，你说我咋办啊？我力气不像大哥那么大，又不如二哥脑子好使。哎，我怎么这样蠢啊？苏映雪原本还有些困意，听着自己三哥在他的耳旁念叨，他睡意全无。小妹，我文不成武不就，这样下去不就变成王蛋子那样的废物了吗？哎呀，小妹啊，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哎。苏映雪在夜里也看不清楚自己三哥现在是个什么表情，只能安慰他好好再想一想。他说话还不利索，原本想说的想，出口却是变成了伤。老三听着自己小妹的声音，顿时愣住了。小妹，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你说的太对了。我文不行，武也不行，但我可以经商呀。我就喜欢和铜钱打交道，这可比念书强多了。苏映雪彻底懵了呀，小嘴巴也惊讶的张大。他赶紧拉着三哥的衣服。知道了知道了，三哥这就琢磨琢磨经商的事，小妹也不用再告诉我了。苏映雪闭着小嘴巴，彻底不说话了，拧着小眉头，一脸的忧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老三就抱着小妹，直接将自己心里头的想法告诉了祖母。他原本还以为自己会挨一顿鞋底子，没想到祖母听了只是叹了口气。老三呐，你自己想清楚就行。祖母你放心，我想好了，这还是昨天晚上小妹提点我的呢，要不然我这个脑子哪想得出来。我正发愁呢，就听到小妹说商，我一想，我可不就是适合经商吗？做点小买卖，就算赚的再少，那也是我自己赚的，总不会被饿死。哼，映雪还提醒你这个呢。是啊，祖母，小妹她就是这样说的。苏映雪睁着眼睛，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哥哥和祖母。听见他们的谈话，他顿时闭上了眼睛。老三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他决定过几天就去县里头找那些学徒的活练一练眼界。苏家村的学堂他自然也不用再去了。王老太太哎了一声，不去就不去吧。说着他喊来了老二，对着两人交代，虽然老三是不用去苏家村的学堂，但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们呢，去宋先生那说一声，再送些鱼干过去。好，祖母，我这就带着老三去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两个孩子天不亮就出去了，眼看着过了晌午，两个人还没有回来，王老太太便有些着急了。祖母，要是一会儿老二和老三再不回来，我就出去找一找。哎呀，也许是路上遇到什么事儿耽搁了。只听见院门外一片吵吵闹闹的声音，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老大，你听，外面这是啥动静啊？咋好像有好多人呢？老大也有些纳闷，他们家门前虽然有路，但并不经常过人，就算是过节也没有这么吵闹过。祖母，我去瞧瞧。说完，他便迈着大步走了出去。没一会儿，老大就回来了。见着他面露难色，王老太太心里咯噔一下。老大呀，这外面是咋了呀？是不是老二和老三出啥事儿了？二弟和三弟还没回来呢，不是他们的事儿。外面来了一些官府的人，正挨家挨户的叫人出去询问呢，估计一会儿就要来咱们家喊人了。村子里头来官兵了，这又是因为啥事儿啊？最近也没听说有土匪山贼下山呢。祖母，是因为王蛋子的事儿，这次他可惹大麻烦了。正说着呢，
外面便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正是那些官兵来叫人了。王老太太哎了一声，对着老大说道：“走，一起去瞧瞧。”她不放心2个小娃娃留在家里，便一起抱着出了门。都静一静，黄狗蛋是你们村的人，他贩卖人口，卖掉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与他同伙的还跑了好几个。你们要是见了陌生人，赶紧来报官，可别想着自己家丢了几个人才想起来要找。至于那些包庇罪犯的，也得去大牢里蹲着，有事赶紧上报，可别都藏着掖着，最后谁都没有好果子吃。此话一出，原本还想着看热闹的一群人眼睛都瞪大了，树底下顿时是一脸的唏嘘声。他们村子里是不太平，可从未出过这档子事儿啊！贩卖人口与杀人抢劫同罪，这可都是十恶不赦的大事。这要是传出去了，让他们这些人的脸往哪里放啊？尤其是那些个家里头有孩子的，更是担心的要死。他们村子里怎么就出了王蛋子这么一个贩卖人口的东西呢？王蛋子这么做，不仅是毁了他们村子的名声，更是耽误了姑娘小子的婚姻大事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呀，我说呀，王蛋子这种人就该从咱们老王家的族谱上除名。咱们老王家有他这种人，简直就是败坏咱们的名声。哎呦喂，这不好吧？毕竟是咱们王家的子孙呐。呸！咱们老王家有他这样的子孙，老祖宗在下面都不安心。我们家春草眼看着要成亲了，眼看着就要嫁人了呀。就是因为这个王蛋子，这亲事都黄了。人家媒婆都亲口说了，以后都不要咱们村子里的姑娘了，小子也不要了。你们家里头又不是没孩子，你们就不着急呀？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才一会儿的功夫，王蛋子的事儿就已经被传开了。官爷，王蛋子到底卖了几个？他都卖给了谁啊？你们知道那地方在哪里吗？你问这个干啥？官爷，我绝对没有想卖人的意思，我可不是王蛋子那种人，咱不做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那你问这个做啥？赶紧说清楚，说不清楚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家里的姐姐几十年前就是被卖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人去了哪儿。我想着几位官爷要是知道，能不能帮忙找找？哎，这都是官府的事儿，不能对外说。你倒是可以先来报个案，等有了消息，我们自然会来通知你。那人连忙点头称是，脸上是又喜又急。其中的一位官爷又说道：“人卖到了哪里，怎么卖的，自然不能说。王蛋子卖的那几个倒是可以说。”众人又竖起了耳朵，等着接下来的话。你们村的王方子就是他卖的，现在还没找到人在哪儿呢。此话一出，顿时像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怪不得他们长时间都没有看见王方子的人影呢，原来是被卖掉了。几位官爷看众人惊得嘴巴都合不上，又指着说道：“他的亲爹亲娘也是他自己卖的，另外几个就不说了，不是你们村的，说了你们也不认识。”啥？卖亲爹亲娘？我的老天爷！王蛋子亲娘，那不是王红梅吗？哎呦，这个真是造孽哟！红梅多疼这孩子呀，好吃的好喝的都可着王蛋子。哎呀，结果呢，一把年纪了被亲儿子给卖了。哎呀，好了，都散了吧。我说老大呀，咱们也走吧。刚转过身，他便听着老大沉声道：“说，你拽我胳膊干啥？”王老太太猛地回头，那个哭诉丢了自己亲姐姐的庄稼汉子正拽着老大呢。官爷，官爷，你们赶紧过来瞧瞧！几位官爷立马小跑着过来，厉声道：“怎么回事？刚刚就是你喊的？”没错，就是我。官爷，你们可得好好瞧一瞧，他们家里原来可没有女娃娃，现在突然就多了一个，说不定就是从哪里买的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放你娘的狗屁！你一天天在外头忙，你能知道村子里头的事儿？这孩子就是我儿媳妇苏晴生的，这俩孩子是双胞胎。你个瞎了眼的老东西！我们家老二可是读书人，我们家能做出来那种事儿吗？看看我们家的几个小子，就知道我们家教育有多好了。你还敢在这里血口喷人？你都是我儿媳妇生的孩子，你竟然敢说不是我家亲生的？哎呀，官爷，这女娃娃确实是老王家的孩子，就是身体不好，没怎么出过屋子。是啊，再说了，人家老二还是个念书的呢，以后可是要考秀才的，最注重名声了。他们家里头心肠可好了，也没有人会买个女娃娃回来精心养着呀。
要买也是买小子，能传宗接代呀。是呀，我们村那个王芳子啊，看人家小女娃好看，前阵子还想着把小娃娃抢走了卖了呢。幸亏人家哥哥祖母都在，没让他得逞。我们都知道呀，那王芳子可不要脸了，就当着人家亲人的面硬抢，这可真是报应哟。现在轮到王芳子自己被人卖了。哎呦，这群碎嘴子可算是说了点有用的话。他急忙拽着老大的胳膊，把两个孩子往关爷的眼前递。关爷，你们瞧瞧，这两个孩子虽然小，但也能看出来这鼻子眼睛都长得漂亮。我儿媳妇苏晴啊，就长得漂亮，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她长得好看？我老太太就敢在这里说，这十里八村的，除了我儿媳妇，别人也生不出这么好看的孩子。他连忙拽着老大，让几个官爷看。你们瞧瞧，我这大孙子模样也是长得俊着呢，这仨孩子鼻子眼睛可都长得一模一样啊。几个官爷闻言，盯着两个小娃娃和王海看，几个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听谁的。祖母，我和二哥回来了。这两位也是你孙子？哎，没错，这两个也是我孙子，小一点的叫王柏，大一点的叫王娜。几人听了点了点头，看着老大想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你儿子是不是充军去了？叫王商。我记得你儿子就长得挺俊的，和你这个大孙子长得可像了。哎呦，没错，我儿子呀就是王生，我这大孙子长得和他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父子俩长得特别像。几人点着头又问道：你们家两个小的办户籍了吗？哎呀，没呢，孩子身体不好，可不敢带着走太远。等着你家里的小娃娃身子好了，赶紧去办户籍，可别再拖了，再拖下去可就成了黑户了。哎，是，过几日就去。他们身旁的庄稼汉子干瞪着眼睛，还是有些不相信。王婶子，这真是你家儿媳妇生的？哼，不是我儿媳妇生的，还能是你婆娘生的吗？你家婆娘能生出这么俊的娃娃来？几个官爷忙着回去交差，被耽误了时间，脸色自然不好看。哼，事情都没搞清楚就乱喊人，耽误了我们的差事，可就得把你抓去审一审了。你该不会是王蛋子他们的同伙吧？吓得那庄稼汉连忙摇头，再也不敢说一个字儿了。王蛋子被带走了，村里头几个岁数大的也忙着去祠堂找族谱，急着要把王蛋子这个畜生除名。看着庄稼汉，王老太太就生气，对着他冷哼一声，赶紧带着几个孩子回家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插上院门，王老太太这才感觉自己松了一口气呀。毕竟映雪这孩子确实不是他们家亲生的。王老太太甚至脑子想过，要是出了事儿该怎么哭怎么闹，没想到这件事居然就这么混过去了。今天的事儿啊，你们也都知道了。那几个官爷临走的时候还叮嘱咱们给映雪和老四去上户籍呢。是啊，小梅和四弟是该上户籍了，要不然以后真该成黑户了。祖母，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今天这时间还早，不如就今天去吧，正好带着小妹和老四一起瞧一瞧，再问问山参有没有人要。就这么安排吧。哦，对了，你们这次去苏家村，宋先生怎么说呀？人家没生气吧？祖母，您别担心，宋先生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人各有志，学不来就不必勉强。没生气就好。老三去学堂这事儿啊，是咱们对不住人家，失了约。等以后不忙了，咱们就带着东西去宋先生家里再瞧瞧。祖母，您决定就好。等这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老王家的几个孩子才出了门。老大老二心里都记着王老太太的话，到了县里谁也没敢耽搁时间，兄弟几个直接奔着官府去了。巧的是，他们几个人刚到了门口，就遇到了去村子里办差事的那几个人，对着他们询问几句，便放他们进去了。老三从官府里出来，还都直愣愣的，像是没有回过神来。突然，他伸手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的胳膊。好痛啊！老三，你这是干啥？大哥二哥，我真是高兴，小妹上了咱们家户籍，就是咱们家的人了，再也没人能够将小妹抢走了。三弟，
你小点声，这还是官府门前呢，你叫的这么大声，你生怕别人不知道小妹是咱家捡来的？大哥二哥，我不说了，咱们快走吧。站在门口，我总觉得心里头慌的厉害。走，咱去那家医馆问问珊珊，之后咱就回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年轻人，你可算是来了，老夫可是等你好久了。您等我？年轻人，你上次来卖的虎骨被我碾成粉做成了壮骨丹，因为造价不菲，我本来还担心卖不出去，没想到也就1天的功夫就被人买空了。那您这次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大哥，老掌柜壮骨丸卖得好，他找你啊，当然是想再买些虎骨。没错没错，你这弟弟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想再问问你还有没有虎骨。老掌柜的医馆原本都要开不下去了，多亏了那些虎骨虎肉才红火了一把，赚了些银子。这次一见到老大来了，便想着要问问他的手里还有没有虎骨这些东西。老虎是猛兽，上次能抓到也是我们运气好，您要我们去抓，我们也不敢再去了，太危险，怕是有去无回。无妨无妨，没有就算了。老掌柜仔细地看了看几人，越看越是心惊。他是学医之人，知晓一些简单的命理之术。他只觉得眼前这兄弟几个都不是命薄之人，长相更不像是他们这小地方出来的人。他一眼便断定，兄弟几人将来必定是飞黄腾达，非池中之物。那怀里的小女娃看着更是贵气，只是又是短命又是苦难，再加上富贵傍身，怎么想都是让人捉摸不透。老二一抬眼就看到这老掌柜看着他怀里的小妹，一会儿满意的点头，一会儿又摇头叹气。他赶紧的将怀里的小妹抱紧了。老掌柜自然是看在眼里，他毫不在意的问道：今日来都瞧些什么？这个时候，老大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递了上去。先不急，您先瞧瞧这个，要是收的话，我们就直接卖给您。哦，让我来瞧瞧。老掌柜接过之后，便一层一层的打开。他心里有些好奇，这年轻人又能弄到什么好东西呀？等着那山参露出来，老掌柜的胡须都颤抖了。好东西，这可真是好东西啊！这可比虎骨还有用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掌柜的，既然你说是好东西，那能值多少银子？要是100年山参，可得价值上千两了。什么？上千两？老掌柜，那你快些给我们银子。别着急，听我说完嘛。你们这虽然也是山参，但年份太少，半两不到，身躯也有破损，只能入药，无法珍藏。在几人的注视下，他说出了价格：卖得上10两银子。你们要卖我就收，你们要是不卖，也可以再去别处问问。但我觉得那典当行的老滑头只肯出3两银子。老三不信，拽着老大道：大哥，咱们先去典当行看看。老掌柜看着两人离开也不生气，还给老二倒了杯茶。年轻人，你怀里的小娃娃渴了。老二一低头，怀里的小妹果然在盯着茶杯看呢。他低头道谢：谢谢掌柜。不一会儿的功夫，老三和老大便回来了。不出老掌柜所料，那典当行的掌柜就是个典型的老狐狸，看着他们的衣着，直接开出了1两的价格，气得老三想把鞋扔到那老狐狸的脸上。没想到那老狐狸是越来越小气了，估计也是看你们年轻好骗，居然只给出1两的价格，可真是太黑心了。老三生着闷气，但到底是白来的东西，能卖上10两银子，总比回家被祖母炖了鱼汤要好啊。老掌柜笑眯眯地拿出了10两银子，小心地将那山参收好。老大也小心地将10两银子揣进怀里。他看着老掌柜，说出自己这次来的目的：这次来是想让您帮我的弟弟妹妹瞧一瞧身体，没个准话，家里祖母总是不放心。年轻人，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有我在，不敢保证起死回生，但药到病除，不是个难事儿。说罢，他便瞧着老二怀里那小娃娃说道：不如就让这小丫头先来瞧瞧，你们说说她病时是什么样子。老大几个兄弟便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羊奶泰山泰兴，
有些人舌头味觉敏感，是喝着有股怪味，你们也别逼着喝，弄不好肠胃受损。听着小妹这事儿不算病，兄弟几个才终于放下了心，长舒了一口气。好好看着这丫头，可别让她遇到危险。这丫头是个大富大贵的命呢。你咋知道我小妹是大富大贵的命？你会算命？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们别慌，学医术的人嘛，多少都会算，就是不如人家吃这碗饭的。要是不准，就当我瞎说。要是以后这丫头真的大富大贵了，请我来吃酒就好了。老四这状况，老掌柜也是没见过。他思索了一会儿，便摇头。从前倒是听过，有的人生下来便能吃能喝，一顿要吃半扇猪肉呢。这小娃娃虽然吃的是多了些，但也不算太多。他问过一些老四的情况之后，便说道：不碍事，这小娃娃就是能吃了些，胃口大，没有害处。最后轮到老二，老掌柜把了把脉，一连看了老二好几眼。我二弟身子是有什么问题吗？说来也是奇怪，你二弟这身子骨原本应该是不好的，底子太虚了，但看着面色红润，气喘的也匀称，倒不像是个生过病的人。思索了一会儿，他才说道：身子倒是没有大碍了，再好好养一养，补一补被掏空的底子。老掌柜转身离开，没一会儿就带着几个药包回来了。这药拿回去煎了喝，1天1碗，能喝上1个月。1个月后你们再来找我。这要多少钱？这点药不值几个钱，要不是你那虎骨，我这医馆都要开不下去了，更别说你们这次的山参，那也是个好东西。听老夫的，这药赶紧拿走。另外，老夫还有个不情之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您说的不情之请是什么？老掌柜的胡子抖了抖，看着老三愉悦道：你这个弟弟聪明伶俐，不如就让他在我这里当个学徒。我的为人你们也看得出来，这孩子跟着我，保准不走弯路。老大和老二都没有忙着拒绝，而是扭头问道：老三，你怎么想的？我没啥想法，虽然对药材一窍不通，但是我能学，以后要是在这儿待着也挺好的。老三想来想去，自己琢磨了这么久，也不知道该怎样做生意，倒不如先来医馆当个学徒，还能赚些银两贴补家里。想到这儿，他便抬头问道：那我要是当了学徒有铜钱拿吗？我以后要是想走，该不会扣着我不让我走吧？你说啥呢？哪有当学徒张口就问给多少铜钱的？也不怪老大这样说，当学徒的都是奔着学手艺去的，即使师傅不给，当徒弟的也不敢有一句怨言呢。有些手艺即使是拿着东西又送银子，人家也未必瞧得上，这全靠眼缘的。好啊，你小子连自己后路都想好了，我可真是没看错人，这脑子够用。他想了想说道：这样1个月30个铜钱，在我这里管吃管住，还能跟着我认一认药材，你们觉得怎么样？老三原本一点都没有犹豫，可是听到不能回到家里，他顿时又不太想去了。要是留在这里，以后岂不是见不到小妹了？那日子得多煎熬啊！老三扭过头，便看到小妹那水灵的眼睛正望着他。一想到自己赚了铜钱，就可以给小妹买大鸡腿和漂亮的衣裳，老三当即说道：就这样定了，我给您当学徒，您可不能骗我。他又对着自己的2个哥哥说道：大哥、二哥，你们回去和祖母说一声吧，今天我就留在这儿，你们有时间可以一定要带着小妹和四弟来看我哦。老掌柜刚刚还瞧见这孩子有些犹豫之色，没想到他一瞬间便改了主意。虽不知缘由，但也没有多想，对着老大他们摆了摆手：你们就回去吧，这孩子就留在我这里，你们想他了便来瞧一瞧，我这里什么时候都方便。见状，老大和老二也不好多说，和掌柜道过谢，又和老三交代了几句，这才转身离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哦，我的乖孙女儿，出去这一趟受累了吧？老三呢？他咋没和你们一起回来呀？祖母，老三去医馆当学徒了。医馆的掌柜见他聪明，
便想让老三留在那儿，管吃管住，1个月还给30个铜钱呢。王老太太闻言也是一愣，但随即又欣喜地笑了。哎呀，老三去当学徒，人家还给30个铜钱呢，这是好事，好事。哎呀，老三也长大了，也知道干正经事儿喽。老大掏出剩下的银子和铜钱交给王老太太，一样样的算着东西和价钱。山参卖了10两，买布花了1两，香油和菜油10个铜板。祖母，剩下的都在这里了，您数一下，看看对不对？哎呦，数什么数啊，我自己孙子我还能信不过啊。祖母，这还有2匹布呢，您打开看看，给小妹做什么合适？王老太太早就听到这匹布的价格了，1两银子，贵得让人咂舌。不过既然是给小孙女买的，那就不算贵。哟，这布还是桑蚕丝的呢。哎呦，你这小丫头啊，眼光好，挑的还真是好料子。是啊，祖母，卖布匹的老板娘就是说这是桑蚕丝的，看来她没骗我。那这布料能做被子吗？会不会太薄了？这桑蚕丝做的布匹呀，是好东西，透气，做成衣裳啊，穿着也舒服。哎呀，就是这料子太脆弱了，价钱虽然没有绫罗绸缎贵，娇贵的程度啊，可并不比这些名贵的料子少。王老太太看着眼前的桑蚕丝布料，也是有些为难。这布料这样娇贵，做被子是不可能的。可如果做成衣裳，又不能经常穿出去。过了一会儿，王老太太脸上总算是有了些喜悦，她笑着道：这样吧，这料子啊足够多，我呢就给映雪做一身嫁衣，留着她以后嫁了人穿。再说这样的好料子，做婚服也长脸。老二闻言把小妹抱高了些，好能让小妹看得清楚。小妹，这布匹做婚服你喜欢吗？苏映雪也不知道婚服是什么，只知道祖母要给她做新衣裳，于是她挥着小手笑了起来，连着喊了好几声祖祖。哎呀，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桑蚕丝做的布料啊，就给映雪做身婚服留着，等她以后成了亲再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春花呀，求求你们了，你们谁的水性好，救救春花吧。婶子，我去。听到老大的声音，海棠婶子顿时擦了擦眼泪，眼里带着祈求。她还没等说些什么呢，便听到扑通一声，老大居然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跳下去了。哟，老王家的老大还真敢往下跳呀！这才发完水，你们瞧瞧那河水多凶啊，像是要吃人一样。老王家这老大估计是够呛能活着回来了。哎，你瞧瞧你这说的啥话呀？人家2条命都喘着气儿呢，这不是咒人家吗？我看你呀，就是没安好心。我可没这意思啊，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啥实话呀？你就不能盼着人家点好啊？越着急越说这些没用的。海棠婶子眼睛都已经哭肿了，一见到老大跳下去，她的心里头是又喜又急。这有人救春花，她应该心里高兴的，但就怕春花没救回来，再把老大也搭上，这可让她咋和王婶子交代嘛？海棠在岸边上是越想越着急，急忙托人去老王家找人。不管怎么样，都该让王婶子知道这事儿才行。也不知道是谁大嘴巴一样在村里传了一圈，等着王老太太到了地方，河边上又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海棠，春花呢？啊，老大呢？我这俩孩子人呢？王婶子，春花和老大被水给冲走了。哎呦，这浪也太大了，这老大水性再好，他也上不来呀。王婶子，赶紧准备后事吧，河里头水花这么大，估计是上不来了。你这个烂嘴巴的东西，竟然敢咒我大孙子死！他人还没上来呢，你怎么就知道他死了？绕朝的怂货你，最怕乱喷粪！王老太太红着眼睛，拿着鞋底子开始抽人。王婶子，王婶子，你别打了，他这种人不值得你生气。我说门洞他娘啊，你这嘴可真是不积德行善，人家老大还没个消息呢，哪有你这样说话的？呀，我和你们说呀，门洞他娘这人呐，可真不行。当初人家王老太太告诉咱们抓鱼那地方的时候，他不仅不感激人家，还怨恨人家呢。
怨恨啥呀？有鱼抓，他还有啥不高兴的呀？哎呀，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他怨人家王老太太告诉的晚了，让他们家门洞多饿了一天的肚子。你胡说，我不过就是实话实说嘛。他当着大家伙的面，手指着汹涌的河水，又叫喊道：“你们看看这水，难道我还说错了？就算是下去一头牛都得被淹死。老大水性好又咋了？水性再好，他也是个人，还不得是被淹死？我就不信他能活着上来。要是他能活着上来，我就……”他眼珠子正四处扫着呢，突然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黑狗跑到了他脚边上，蹲下身，吐着舌头，拉了一坨屎啊！哎，你叫什么呀？要是老大上来了，你就把这坨狗屎吃了吧。要是他家老大上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我看见大哥了。呀，还真是老大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大哥回来了，春花也回来了。哎，冬子他娘，你可是说了，老大要是能活着回来，你就吃狗屎，我们可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反悔。还没游上来呢，你们瞎吵什么呢？那河水看着平静，谁知道里头有啥？说不定啊，河里就有水鬼把他们俩人给抓走了呢。等他们真上来，我再吃。他刚说完这话，就被王老太太当面扇了一巴掌。我们家和你无冤无仇的，你偏偏要咒我们家的人。哼，你看我今天打不打你个疯婆娘！说着，他又伸腿给了门洞他娘一脚。王老太太正教训着人呢，就听见了哗啦啦的水声。祖母，我回来了。王老太太顿时红了眼眶，嘴上埋怨道：“哎呦，你这孩子呀！”祖母，我没事儿，我就呛了几口水，倒是村花看着不太好。我刚找到她的时候，人就晕过去了。王老太太赶紧去看地上的春花，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这孩子的脸色都发白了，这可咋办呢？祖母，我来了！老三人还没到呢，离着老远就开始喊。村里这群人呢，恨不得发生点啥事都给宣扬出去。医馆的老三听见了，赶紧拽着老掌柜往村子里跑，一点时间都没敢耽搁。王老太太看见老三身后的人，就猜到这肯定是那医馆里的老掌柜，于是赶紧拉着海棠的手，恳求老掌柜救人。快把我那个药箱子拿来！医馆的老掌柜见过世面，看了几眼便知道要怎么做，急忙蹲下身来开始救人。王婶子，你说我们家春花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这孩子在水里头淹了那么久，我这心里头害怕呀。不怕啊，你们家春花啊，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我们家老大都没事儿，春花就更不会有事儿了。这边的春花没一会儿眼珠就开始转动了，又过了一会儿，她猛地吐出了几口水，这才慢悠悠地睁开眼皮。哎呀，春花呀，你感觉咋样啊？娘在这儿呢啊，你别害怕。人已经醒了，就是受了些惊吓，做些好吃的给他补一补，熬些米汤就行，过个几天就好了。海棠婶子忙着道谢，老掌柜摆了摆手，拽着老三走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豆子他娘，你看到没有啊？人家老大可是带着春花一起游上来的，人家两个活蹦乱跳的，你可别忘了自己说过啥呀。忘了也没事儿，我们还记得呢。你说老大上来你就吃狗屎。娘，他们说的是啥事儿啊？这是谁让谁吃狗屎呀？这事儿你别管，他嘴巴欠活该，他愿意吃就让他吃，噎死都没人管他。哼，你和老大没上来的时候啊，他就咒你俩死呢。这个婆娘，让他去吃。春花在村子里长大的，虽然整个人都有些懵，但脑子还好使。她稍微一想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王老太太可不管这些破事儿，看着那疯婆娘吃狗屎多倒胃口啊，她得带着孩子们早点回家。海棠啊，你和春花啊也一起来我家里头，我给这孩子弄点吃的，补一补身子。有些别的事儿啊，也该和你说一说啦。婶子，我也有话想和你说。被救起来又能咋样？让人在河里头那么久了，说不定干了些啥事儿呢。该摸的都摸了，该亲的也都亲了，我就不信春花以后还能找个好人家给嫁了。她这样呀，哪个男人敢娶她？要我说，她还不如死在河里头。她这样啊，比二手破鞋还破，活着也没意思。王老太太冷哼了一声，直接迈着腿走了过去。
几步的距离而已，吓得疯婆娘的腿肚子直打哆嗦。你要做什么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要是再敢打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哼，就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啊？门洞他娘一看到王老太太，就感觉自己的后背火辣辣的疼。他眼睛一瞥到后面站着的老大老二，更是吓得吞咽着口水，连忙往后退了几步。王老太太眯着眼睛看着这个疯婆娘，她警告道：春花是我孙媳妇儿，虽然还没有成亲，但也快了。你要是再编排人家，我就撕烂你这张嘴。不仅春花愣住了，就连老大也是有些诧异。他扭着头看了春花几眼，始终是没有说话。啥？春花是你孙媳妇儿？这事我咋没听说过呀？我们家的事儿还都能让你知道了？你是官府的官爷呀，管这么宽。看着婆娘不吱声了，王老太太就往前面走，身后还跟着几个孩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很快日子就到了8月，天气都变得凉爽了，水退了有一阵子了。官府也下发了赈灾粮，虽然每家每户分的不算多，但总比挖野菜吃树皮好多了。王老太太家里也按照人口分了些粮食，但是她脸上完全没有喜色，因为过了今夜，老二就要去参加院试了。虽说只是去县里，来去也用不了多久，但王老太太就是担心。我说老二啊，歇一歇吧，看过的书都记在脑子里呢，哪那么容易就忘了？你这样拼命啊，累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哥哥，谢谢。你看，你小妹都让你歇一下呢。小妹乖，等二哥过了院试就陪你玩。老二陪着自己小妹说了一会儿话，便又去看书了。苏映雪已经慢慢的琢磨出了规律了。每次当她遇到事情有特别执着的心愿，就会在睡着以后进入到那个奇怪的地方。于是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与此同时，小娃娃的手里抓了3袋四四方方的东西出来。王老太太正想着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孙女在做啥呢，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醒目的红色东西，还是3个。哦，映雪呀，这又是啥呀？哥哥，吃。哎呦，你看你四哥都吃得那么壮了，像个小牛犊子一样，哪家的小娃娃有他那样胖啊？哥哥，吃。王老太太也琢磨不懂自己的小孙女是在说什么。哎呀，你这孩子还真是像个小大人一样，你二哥最懂你，我叫他过来听听你这是说啥呢。没一会儿，老二便赶紧跑了过来。哎呀，映雪这孩子呀，又弄出个东西来，嘴里还一直喊着哥哥哥哥。我说老二啊，你最懂映雪的心，你快听听这孩子是要做啥呀？小妹，你想做什么？和二哥说一说。哥哥，吃。老二闻言一愣，拿起手边那东西，看着小娃娃问道：这是给我的？苏映雪的眼睛都笑弯了，不断的挥舞着小手臂。你居然还开始操心二哥的事情了。啊，映雪这孩子懂得多，又知道心疼人儿，说不定又是哪句啊被他听到了。既然是你小妹给的，你就拿着。老二啊，以后有了好东西可别忘了你小妹。祖母，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小妹忘了。行了，快看看是啥，我还得去给老四煮羊奶呢。老二看了会儿手里的东西，发现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不过吃的嘛，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没一会儿他便弄懂了。小妹，东西二哥就收了，等二哥回来就带你出去玩。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嗨，我是王家老二呀，你快出来，外面有人找你呢，你赶紧出来看看呀。没一会儿门就被打开了，老二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就是王大，是您找我？恭喜您中了2手，我是提前赶来的，县里的奖赏在后面呢，等东西都到了，您可得好好瞧一瞧。啥？老王家这老二中2手了？我的天哪，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儿啊！咱们村也有秀才了，还是第1名的秀才呢。这个时候，老三和王老太太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急忙赶了过来。这是咋了呀？大哥二哥，咋这么多人围在咱家门口呢？老三，这可是大好事儿，
你二哥中暗手了，人家还说给你家好东西呢。祖母，二哥他考上了，还是暗手第1名呢。哎呀，是啊，你二哥考上了，这要是你爹你娘知道了，肯定也高兴。想起自己那死去的儿媳妇，还有被抓走的儿子，王老太太心里一阵苦闷。老二有出息了，老大也要成亲了，可惜这俩人是看不到了。报信那人临走前还告诉众人，为了庆祝老二夺得暗手，县里特意举办了宴席，今日晌午便开始，整整摆3天，附近的人都可以去吃。大家伙一听，这可乐坏了呀！那是什么呀？那可是县里官府给举办的酒席。一群人热闹也不看了，抡起2条腿跑回家喊人，就怕去晚了没得吃。二哥，以前也没听说那些暗手有官府给摆酒席啊，咱这还有这房契地契，我看着他感觉像是来骗咱们的。老三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咋看都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二哥，没事给咱东西不是偷，就是那什么。那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话你当初问了我好几遍，结果还是没记住。对，就是这句话。我说老大老二啊，你说为啥给咱这么多东西啊？不会是肚子里憋着什么坏水的吧？祖母，你就放心吧，这东西咱家安心的拿着，别的好处还有呢。此话一出，不仅是王老太太和老三，就连怀里的小娃娃也好奇地咬着手指听。点个订阅吧。考上秀才，咱家以后就轻松多了，不仅可以免除劳役徭役，还不用上税呢，就连咱家的房屋都可以比旁人的高上3寸。哎呦，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呢！哎呀，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呀，还念叨要弄个新屋子，要不然你小妹啊，老是被虫子咬。啊，现在手里头有了房契，可真像做梦一样啊！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县里吃酒席，咱们拿着房契正好去瞧一瞧，看看给咱们的屋子到底长啥样。等着有时间了，咱们一家人都搬过去，就不在村子里住了，还能少一些糟心事，对吧，大哥？搬出去好，村子里头乱。几个孩子都想搬出去，王老太太倒是有些犹豫了。他们要是都搬走了，这村里的房子可就没人住了。要是独苗苗回来找不到他们，可咋办呢？老二聪慧，他一眼便看出了自家祖母在想些什么，便劝道：县里离村子不算远，爹回来总会找得到的。这村子里给咱分的都是种不了的烂地，屋子还都是漏雨的，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再说这要是到了冬日，你也是知道的，茅草屋子漏风又不耐寒，小妹怕是会感染风寒。哎呦，咱一会儿吃完酒席就去看看新屋子去。比起自己的小孙女独苗苗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自从看过了老二的文章，考官们就赞不绝口，更是有人断言王娜这人以后必定是大有所为，是不会甘愿困在这乡野田间的。县里的官爷听了，便又去看了看王娜这人的文章。这一看可不得了啊，别说是考暗手了，就算是状元，这也不差什么了。他们一合计，便决定大办酒席，想着等王娜这人以后有了大出息，能念着旧情，多给自己带来一些便利与好处。我说老二啊，这地方也太大了，这么多桌，咱们坐哪儿啊？祖母，大哥，你们跟我来。他刚将家里人安置好，便听到有人来喊：安守，快跟我来，好些人都等着和您说话呢，您再不去，下面怕是要打起来了。老二往下一看，下面果然有一些人开始推攘起来。祖母，大哥，我先下去一下，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三弟，你可要看好小妹和老四，这里人多，小妹又长得乖巧，可别让人偷走了。二哥，你就放进去吧，我肯定把小妹和四弟看得牢牢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婶子，你家老二人呢？宋先生，老二啊，刚才被人叫下去说话了，你呀就坐在这儿等一等，他一会儿就回来。宋玉生没有拒绝，他也知道中了暗手有许多事情要忙的，一时半会儿怕是抽不开身，于是他道了声谢，便坐在了老三的身边。苏映雪原本已经有些困了，但是他一想到这里有许多好吃的，又强撑着睁开眼睛。
那倔强的小模样啊，别提有多可爱了。小妹，你要是困了就睡会，等着上菜了我就喊醒你，你就放心吧。这些好吃的三哥肯定是让你吃到嘴里，就算是你睡不醒，三哥都要塞到你的嘴巴里。听了老三的话，苏映雪眨了眨眼睛，她心里头美滋滋的，抓着老三的衣服直喊哥哥。哟，你小妹这么小都会喊人了？那可不，我小妹可聪明了，说话就是比别人家娃娃要早。原本我四弟都不会说话，我祖母还以为他是个小哑巴呢，没想到后面他居然是跟着我小妹学，人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就是个学人精。闻言，宋玉生觉得有趣儿，便抱着自己儿子到苏映雪的眼前。我儿子这么大了还不会喊人呢，今日让他呀也好好学一学。宋先生，你家这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叫宋玉书。好听，我小妹的名字也可好听，叫映雪，还是我二哥翻书找到的。不过我二哥一直说这名字是我小妹自己用手指的，不过我不信，随便用手指的名字咋可能这么好听？肯定是二哥翻了好久的书精细挑选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老三怀里的小娃娃像是听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一般，惊讶地张着小嘴巴。怪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宋先生的儿子便觉得有些眼熟呢，原来这个现在和他一样大的小娃娃竟然是宋哥哥小时候啊。苏映雪的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身边的小娃娃看。苏映雪看着眼前和他一般大的小娃娃，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傻了。这附近很少有姓宋的人，宋先生的眉眼又与宋哥哥长得那样像，他早就该想到的。苏映雪回想着以前的日子，咧着小嘴巴有些出神。老三正在与宋先生交谈着呢，感觉到怀里的动静，他急忙低下了头。小妹，这是咋了？饿了还是尿了？快与三哥说说。只见原本安静的小娃娃吭哧吭哧地伸着小手要去抓自己身边的小娃娃，嘴里还奶声奶气地喊着哥哥。点个订阅吧。小妹，你是不是睡糊涂认错人？你哥哥在这里呢，我是你三哥，你咋还对着别人喊哥哥呢？叫哥哥也无妨，映雪月份看着是要小一些。老三拧着眉，满脸的不情愿，这可是他妹妹，咋又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哥哥呢？家里面4个还不够吗？我说老三，说话怎么要跟大人一样？这么好的日子，你可别给你二哥找麻烦。祖母，你看看小妹，非要喊人家哥哥，我才是他哥哥。小妹是不是生病了？咋还开始乱惹人了？你瞎说啥呢？人家宋先生怀里的小娃娃比映雪大了2个月呢，映雪喊一声，这有什么的呀？大哥，祖母，大哥，你们听见了没？小妹喊的不是哥哥，是三哥。嘿嘿，小妹喊的是三哥，这是在喊我呢。三哥呀，我家这孩子居然说话了。宋先生心里是又惊又喜，老三却是气得发抖。这个小男娃分明就是学他小妹说话呢，有了老四这个学人精还不够，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自从知道宋先生怀里的小娃娃便是宋哥哥，苏映雪有事没事都盯着看。小妹，小娃娃有啥好看的？你看看三哥，还长得不比小男娃好看。上次还有买药的别人夸我长得好看呢，上不济还有大哥，你为啥非要看他？眼看着小妹被刚认识没多久的小男娃夺走了视线，老三不高兴了，他嘴里不停地对着自己小妹念叨，眼睛还狠狠地瞪着那个小男娃，就像是一只被抢了肉骨头的狼崽子。老王家的几个人做好了决定，都开始各自忙活了起来。老大明日还要成亲呢，自然是要先去找春花和海棠婶子说一声。老二啊，你就先带着映雪和老四啊去咱那新屋子瞧瞧，可得把你小妹看紧了啊。祖母，你们就放心去，小妹和四弟就交给我照顾。王老太太亲昵地摸了摸小孙女的头顶，这才笑着离去。点个订阅吧。春花在家里左顾右盼，就等着出门了。可真等着出了门，她又看着自己的亲娘哭。哎呀，你这孩子，大喜的日子咋还掉眼泪了呢？这可不吉利啊！快把眼泪给我憋回去。娘，瞧你这话说的，那眼泪都流出来了，咋能憋回去啊？你在家脾气大就算了，嫁了人以后可不能啥事都凭着自己的心气儿了啊！王婶子是个好人，
王海也是个好孩子，你们俩以后呀，好好过日子。等娘卖掉了村里的房子，就去找个近一些的地方住下，也好方便去看你。其实王老太太已经和海棠婶子说过了，让海棠婶子一起搬过来住，反正还有空房子呢。但是海棠婶子不愿意这样做，自己女儿是嫁到老王家，人家以后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合情合理，她住里面可就不像话了。拜过堂之后，王老太太给每人抓了把瓜子、花生、大枣这些东西，让大家伙吃着。等着热闹够了，便都将人打发走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吃的，可不能留着这么多张嘴吃饭。夜里，月亮爬上了树梢，褪去了热闹，老王家总算是安静下来了。孙媳妇进了门，王老太太自然有些话是要交代这对小夫妻的。我们老王家也没什么规矩，你们这些小夫妻的事儿，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呢也不插手。你们啊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成，但就是有一条啊，不能欺负映雪。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我看得比命还重要呢。你们日后谁要是欺负他，就是和我过不去。春花是王老太太从小看到大的，就算知道春花不是那样子的人，她也还是要对着两人提醒了一句。毕竟人嘛，都是会变的，日后的这些事儿，谁又能说得准呢？还是将丑话说在前头，多敲打敲打，省着日后惹麻烦。祖母，您放心，我肯定对小妹好，要不然我就不得好死。对，我也对小妹好，不然我也不得好死。哎呦，你们这两个孩子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哪有人成亲当天发这样的毒誓的呀？你们啊，心里就记着映雪就行了，别弄那些嘴上的哗哗哗。祖母您就放心吧，我肯定记着呢。行了，这大晚上的，你们小夫妻啊就赶紧回去歇着，我带着映雪啊也就回去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妹，你快出来吧，祖母的东西都带好了，就等着咱们俩过去了。四哥，我这就来。哎呀，小妹，咱们快走吧，再等下去，祖母怕是要打人了。四哥，哪有这么严重？祖母就是脾气急了些，才不会打人呢。小妹，你咋还想着出来种地了呢？咱们家的东西够吃，那个种子种着还费力气。再说了，这天这么热，要是把咱俩晒坏了可咋办呢？也没什么原因，这是想帮祖母干生活来着。咱家地那么多，要是都靠祖母和大哥和嫂嫂，那也太慢了。小妹，你这下可把我坑惨了。咱们好多事情呢，你还拉着我来种地，要是把咱家这些地都种完了，不得把我累瘦了呀。不过也没事，四哥就喜欢和你待在一起，感觉特别安心。不就是种地吗？我倒是要看看这活到底有多累人。我堂堂男子汉，难道还会被一个小小的种地给难住吗？听着这话，苏映雪弯着眼睛在后面笑。老王家的好地多，又因为老二的原因，根本就不用向官府交税，所以这几年王老太太都会带着家里人把空地上都撒上种子，等着种子长成了菜，足够一家人吃上许久，甚至还能有些剩余的拿出去卖。这事儿是件好事儿，可就是太累人了。所以王老太太这些年也就只叫了家里的几个年长的孩子来种地。至于老四和苏映雪，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家的田地呢。小妹，这儿呢，快来！嫂嫂，我们这就来。哎呀，慢点儿，慢点儿！嘿，嫂嫂，你就别担心了，我和小妹好着呢，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啊，嫂嫂。哎，小子，大哥和祖母呢？不是说要种地吗？咋没看见人影呢？这边上那片地杂草太多了，得好好清理一下，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小妹四弟，你们真想好了？这种地可不是玩呢，做起来可累人了。这大太阳还晒着，你们得要脱层皮呢，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不只是手上要磨得掉皮，就你们这两个的小身板，第二日估计要躺在木板床上起不来呢。嫂嫂，我不怕，我是真的想要种地。嘿，既然小妹不怕，那我就更不怕了。见两个小娃娃这样有兴致，春花笑着弯下身，从地上拿起两个小锄头。家里的锄头太大太沉，你们用不合适。那，这是你们大哥做的两个小锄头，你们试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嫂嫂，这个锄头好用，我喜欢。我用着也挺趁手的。你们喜欢就好。后面那2块地呢，就是祖母留出来给你们用的，
也不知道你们要种什么，就留这边挨着的这2块地，日后你们挑水也方便。这地呢，你们2人1人1块，可别抢起来啊。老四听了，苦着脸看着那块地，要不是小妹非要拉着他种地，他才不来呢。这么热的天还得刨地，这不是嫌日子太悠闲了吗？可是没办法呀，小妹说要种完这2块地，才能给他那些做食物的方子呢。老四这些年日子过得也是滋润，既没有挨过饿，也没有受过冻。虽说老王家吃不到传说中的山珍海味，但是这几年光靠着卖菜卖蛋也攒了不少的铜钱，自然不会让老四饿肚子。可渐渐的，老王家发现老四这孩子不只是喜欢吃，还喜欢烧菜做饭。做出来的菜虽然还算不上好吃，但也已经很不错了。苏映雪每次也都在一旁尝味道。老四这次来，主要是因为他不舍得小妹自己去种地，而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妹答应给他一个做食物的方子，听说做出来的东西味道可好吃了。哎，小妹，那方子要啥东西做？你吃过吗？是用土豆做的，我没吃过。好，小妹，你都没有吃过，你咋知道那方子做出来的东西好吃呢？万一做出来不好吃，可咋办呢？再说了，土豆这东西又是啥呀？我都没有听说过，是土里的豆子吗？苏映雪摇了摇头，从衣上的兜子里掏出来一个看起来圆溜溜的食物。哎，小妹，这又是啥呀？这个就是土豆。哎，小妹，这又是你弄出来的东西啊？你藏的可够深的呀！这走了一路了，我都没有闻到什么味道。要撕开外面的东西才能闻到味道，要不然就算是大黑来了也闻不出来。小妹，你可真行啊！这衣裳兜子里啥都有呢，你这兜子可真是没有白缝啊！这么缝的，不用可惜了。说罢，他一口咬上了手里的烤土豆。小妹，怎么样？这东西好吃吗？好吃，四哥你快来吃啊！老四听了，先是试探的咬了一小口，顿时眼睛一亮，随后大口的吃了起来。半个烤土豆，也就是老四一个巴掌大小，没几口就被他吞到肚子里了。哎呀，小妹，这个叫土豆的东西味道真好吃啊！哎，既然它这么好吃，咱赶紧种土豆吧。种子你带来了吗？好看，点个订阅吧。1、2、3，四哥，我怕咱们种不活，一共就拿了15个土豆芽，都在这里了。也行，那咱就先把这些种上试试吧。不一会儿，苏映雪就将这15个土豆芽都种了下去。小妹，你这手都破皮了，要不咱回去吧，这地咱不种了。四哥啊，咱俩都来了，就继续种地吧。你看这小土豆芽多好看。小妹，这2片地这么大呢，你这15个土豆芽也只是种了个边，要是真的把这片土地都种完了，那得要好久呢。再说了，你现在的手都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要是再干下去，就怕你筷子都握不住了。四哥这不是心疼你吗？四哥，我不怕，干农活肯定是要磨手的，我只是打剪子就好。哎，算了，随你吧，四哥帮着你一起种。四哥啊，这次种子我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得要种出来才知道。没事，咱先种下去，就算长不出来东西也没事，反正咱家地多，这2块地荒一段时间也没事儿。说着，2个小娃娃一起抡起锄头刨地，2人一快一慢，加起来竟然也是种上了1块地。啊，要是2哥和3哥在就好了，这个时候咱们早就种完第2块地了。苏映雪听到4哥提及2哥和3哥，莹亮的眼睛里光芒有些暗淡，她也想2哥和3哥了。几年前，老二一下子考中了状元，不只是村子里和县里，就是在远处的京城也是名动一方。那可是皇上亲自选的状元，殿试的第1名呀。要是按照以往的惯例，那肯定是少不了一番赏赐，赐下京里的院子，举家搬到京城里去住的。王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这么想的，可未曾想到他们家老二虽然是状元，却只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官职，更是没有任何赏赐。旁人都猜测这王娜是不是犯了什么忌讳，要不然这状元咋能只封了一个一点都不重要的小官职呢？王老太太想着老二自己都是如履薄冰，更是不敢带着一家人去添乱。这些年他们依旧在镇子里住着，
老二却是被绑在京城无法离开。这么算起来，除了时不时寄回来的几封书信和一些东西，老王家的这些人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老二的人影了。至于老三，他随着年岁渐长，也不想在医馆里待着了。他的胆子大，主意多，和老掌柜说了一声之后，就奔去了镖局。镖局那是什么地方呀？走南闯北，天天出去押货，干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就算是有医术傍身，老三的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是被土匪劫镖，就是被对家的镖局坑害，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王老太太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气个半死，等她拎着棍子找上镖局的时候，老三早就随着镖车跑得不见踪影了。这几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叶雪啊，回来的这么早，是蒸土豆都卖光了？有大哥哥和嫂嫂，还有四哥帮忙，卖的当然快啦。而且咱们这蒸土豆味道好，比糙米好吃，没一会儿就卖光啦。卖了1600个铜板呢，好大一堆啊！我的木匣子都要装不下啦。唉，能卖掉的就好。你大哥和大嫂是帮忙去了，你四哥呀，那是去添乱去了。他没把土豆吃没，都算不错了。至于铜钱的事儿，卖多少那都是他小孙女的，他可不管。四哥没帮到忙，也卖了好多土豆呢。好好好，咱不说你四哥的坏话啊。祖母，您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映雪啊，你咋突然这么问呢？祖母您总是在叹气，而且眼睛看上去总是带着忧愁，像是不开心的样子。唉，乖孙女儿，有些事儿啊，祖母得告诉你。你要是不喜欢，日后就当祖母没说过。要是你听进去了，想做啥就做啥，祖母啊也不拦着你。祖母您说，我听着。苏映雪被王老太太伸手往身边拽了拽，这才小心翼翼地将那木匣子打开。苏映雪瞧见那玉佩，目光微愣，这是她小时候身上带着的那枚玉佩。王老太太没有犹豫，她拿出匣子里的玉佩交到苏映雪的手中。祖母，苏映雪不傻，当她看到自己的祖母拿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她就已经猜到了祖母要与她说些什么。看着自己的小孙女眼眶发红，王老太太心里也不好受。她拽着苏映雪的手，拿着那枚玉佩，重新将其挂在苏映雪的脖颈上。好看，这玉佩啊好看，我的小孙女儿更好看。这么瞧着，倒是和发大水那天一模一样。那时候啊，咱家还住在王家村儿，路又不好走，再加上发大水，祖母心里就害怕，结果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脚下一滑呀，直接就掉水里面去了。本来呢，祖母都以为自己要死了，结果呀，一阵扑腾，手就抓到了你那个小木船。苏映雪听着王老太太讲这些，一直抿着小嘴巴不说话。王老太太没有注意这些，她还在继续讲着以前的事儿。当初啊，祖母瞧见你这脖子上的玉佩，就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啊，一定是非富即贵。当时也想过你是不是苏家村哪户人家的孩子，可我想了一圈啊，都觉得不能是苏家村的。那帮人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就算是有，也舍不得挂在小娃娃脖子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映雪啊，这玉佩啊，肯定是你亲生爹娘留给你的。你之前年纪小，怕你弄丢了，祖母就没敢给你，一直放在床的下面。现在你长大了，也有主意了，这玉佩啊，也是时候该给你了。有了这个，你以后找亲生的爹娘也方便。祖母，我不找他们，别赶我走。我长大了，能做饭会洗衣服，我还能帮家里赚钱，您别不要我。哎呀，祖母不赶你走，祖母到啥时候都不能不要你。祖母，您别让我找我亲生爹娘，他们当初要是喜欢我，就不会把我扔了。就算是他们把我找回去，也不会对我好的。映雪啊，别这么想啊，
谁都有个不如意的时候。要是你爹娘真的不要你，也不会给你留下这个玉佩了。他们既然留给了你，肯定是希望你以后能找回去。说不定啊，是因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实在没办法了，才把你放进小船里飘走的。祖母，我爹娘他们真的是这样才把我送走的吗？那肯定是啊，要不然谁能舍得把这么可爱的小娃娃给送走呢？都这么些年了，也没瞧见有人来找，肯定是还不到时候。映雪啊，这事儿祖母说了不算，还得看你自己。祖母早就说过，你想找亲爹亲娘就去找，祖母不拦着。你要是不想找啊，咱就不找，咱家又不缺你这一口饭，祖母养得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嫂子，咱家今天做的啥菜呀？咋这么香呢？用土豆做的菜，里面还放了肉呢。嘿嘿，杀猪可真好，咱家这几天净吃肉了，比过年的日子还舒坦呢。吃，就知道吃。哎呀，咱们家该吃晚饭了，也不知道映雪醒了没醒。老四啊，你去瞧瞧去。祖母，我这就去。老四说完就乐颠颠的跑了。他去的时候还特意喊了几声：“小妹，咱家要吃晚饭了。”小妹，你是不是睡着了？四哥，我醒着呢，没睡着。小妹，你的脸咋这么白？你是不是生病了呀？走，四哥和你一起去医馆。四哥，我没事，就是睡着凉了，缓一会就好，不用去医馆。老四半信半疑，但也猜不出什么东西，只能跟着苏映雪一同去吃饭。小妹，祖母做了新菜，还是用土豆做的呢，那味道闻着可香了。走，咱快去尝尝是个啥味儿。两人来到吃饭的桌子前，碗里都已经盛好了饭。小妹，四哥没骗你吧？是不是可香了？好香啊！祖母挑的菜看着就好吃。看着好吃，吃着更好吃。来，祖母给你夹菜，你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啊？嘿，小妹，我也给你夹菜。老四说着也动起筷子。祖母啊，这个土豆是肉味的。呀，祖母，大哥，你们也快尝尝吧。小妹说的是真的，这土豆还真是肉味的。王老太太和老大他们听了，也夹了块土豆尝了尝。还真是肉味儿。哎呀，这个土豆可真是奇怪啊，难不成和鸡一起炖了就是鸡肉味儿？这头一次吃到能变成肉味儿的菜呢。老王家一家人都觉得这土豆是个好菜，下次准备再杀一只鸡试试，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烧菜，看看到底能不能变成鸡肉味的。老四把米饭倒在剩下的汤汁里搅拌，米粒儿吸收了汤汁，味道闻起来勾人。只吃了一口，他就满足的感叹：今天这菜可真好吃，剩下的这汤汁拌饭我还能吃2碗。哎呀，都吃6大碗饭了还吃呢，也不怕撑破肚子，差不多就行了。那我吃完了这碗就不吃了。有好吃的东西，老四也没有忘记苏映雪。小妹，你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虽然只是汤汁，但我这么一拌，饭里都带着肉味了。听了这话，已经吃饱的苏映雪又尝了一口。四哥，这个好吃，很香的，这么拌着汤汁吃，比吃菜还要香呢。你要吃，四哥这碗都给你。四哥你吃吧，我已经吃不下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妹，这怎么办呀？咱卖东西的地方没了。算了，咱们再找别的地方吧。这里卖东西的人多，要是咱们再拖一拖，就没有位置了。小妹，依我看，那个人就是故意的。四哥，别这么想，这个摊位不是固定的，别人占了卖东西也正常，是咱们今日来晚了，不怨别人。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占了他们昨日位置的那个小商贩对着买完东西的人说道：“您下次再来，我这都是水果，可不比那个土豆差。”等着客人走了，那个小商贩骤然变了一张脸，他骂道：“狗屁的土豆，今日我就让他没地方卖。”
什么东西，一个个的都要卖土豆。哼，小妹，你还为他开脱？你瞧瞧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哎呀，四哥，你就别生气了。他卖他的食物，咱卖咱们的土豆，赚银子要紧，咱不和他们一般计较。再说了，咱昨天卖的好，今天肯定也能卖得好。这是卖食物的地方，就这几个巷子，只要是想买土豆的人，转一转就能瞧到咱们啦。哼，小妹，怪不得手里有银钱的人都争着抢着买铺子呢，不用担心被赶走，地方也都是固定的，客人想要买就能寻上门。唉，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下钱买铺子呀？到时候就不用受这份气了。四哥，咱们会有银子买铺子的，无论是铜钱还是银子，都得慢慢赚。咱们现在赶紧去卖土豆啦！哎呀，我都被气糊涂了。大哥和嫂子呢？咱们赶快去找一找吧。老大和春花选的位置不算偏，离他们昨日的位置也不过是隔了半个巷子。苏映雪和老四赶到的时候，老大正给人称土豆呢。哎呦喂，我正念叨这俩小娃娃呢，这不就来了？这俩孩子长得好呀，模样一看就周正，不像别人家的那种歪瓜裂枣。人家老王家哪有长得丑的？你们看看人家这老大长得也俊呀，要不是成亲了，我都想着让我家女儿嫁过去了。哎呀，你说啥呢？知道人家成亲了还说这话？人家老大这媳妇也不差呀，你女儿再好，人家老大也不见得能瞧得上呀。就是，你瞧瞧，人家老大媳妇手脚利索，模样也不错呢。不错是不错，就是5年都没生个娃，上次还听说是老大不行。婶子不是这意思啊，我这嘴呀就这样。老大媳妇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这铜钱你收着。这个婶子匆匆地把铜钱交到春花的手里，尴尬着一张脸，赶紧地提着装土豆的篮子离开了。老大媳妇儿啊，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他那个人啊就那样，我们认识，他心不坏的。是呀是呀，他就那个样子，你当他放屁就是了。两个婶子又劝了几句，见今日这样也不好聊下去，买完了土豆也都拎着篮子离开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嫂嫂不要听别人胡说，祖母说了，没小娃娃只是缘分还没到，等缘分到了自然就有。是啊，嫂嫂肯定会有小娃娃的，到时候我和小妹2个人一起带着嫂子的小娃娃玩。别瞎想，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我没有啊。今日买土豆的人，有些是昨日买过觉得好吃特意寻过来的，还有一些是新客，品尝过后决定买了回家吃的。今天老大他们只是卖了一会儿，就已经卖光了2筐了。突然的，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吵吵闹闹的声音。老四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听清楚那些人到底在吵什么，干脆拉着苏映雪跑过去看热闹。啊，小妹，这不是咱们昨日卖东西的地方吗？是啊，四哥，那个奔在地上的还是占了咱们地方的人。哎，还真是那人。小妹，他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吧。婶子，他这是怎么啦？怎么有那么多人打他？是呀，看着可真惨。你们问他呀，哼，他呀可没干什么好事儿。听着这婶子说了这件事的经过，苏映雪和老四不由得愣住了。原来占了他们摆摊地方的人是个卖饼子的小商贩，可是偏偏这个小商贩做黑心的生意，卖的饼子是发酸发臭了的饼子。他还与购买的客人说这是他们家祖传的酸饼子，实际上卖的却是放了好几天没有卖出去的馊饼子。是我逼他买的吗？那是他们自己愿意买的。哎呀，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钱两清，凭什么打我啊？你们凭什么说你家儿子是吃了我的饼子才出事的？你们这一天里肯定还吃了别的东西呢，凭什么认定是我这饼子出问题啊？我告诉你们，可别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哎呀，我这腰腿疼啊，哪儿都疼。不行，你们赔钱，不赔钱休想离开。银户两清，我家儿子昨日除了你的饼子什么都没吃，自打吃进肚子就上吐下泻，现在还在医馆里躺着呢。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不行了，你就跟着他一起去见阎王买，我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要弄死你！你这个黑心的小商贩，拿馊饼子出来害人，你就是个害人精！四哥，他可真惨。哼，什么惨？那是活该，让他占咱们的地方，还背地里骂咱们，他这是活该，自作自受。小妹，你可不要可怜这种人。四哥，我知道。
两个小娃娃手挽着手看热闹，没一会儿就惊动了官府的人。好了，都散了，别都堵在这里看热闹，这些人全都带走。那小商贩和打人的那几位都被一并抓起来带走了。很快的，这趟街市又恢复了热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还以为能看久一些呢，没想到咱这儿的官兵这么快就赶过来了，真是无趣。好啦，四哥，官府赶来的快是好事，咱也不能在这儿看热闹，咱们还得卖土豆呢。两人回去的时候，老大已经从家里背回来2筐新蒸出来的土豆。他们摊位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在那儿看着筐里的土豆，一脸的新奇。哎，你们家这土豆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在咱这县城里活了40多年了，山上山下都走过，可没见过这东西。各位叔叔婶子，我们家这些土豆是我大哥在一个山上发现的，也就是我大哥经常上山，熟悉那儿的路，要不然可就危险啦。这有啥的？这山上我也走去，也没瞧见出过什么事情。你们就说说，这土豆到底是哪个山上的？是啊，有这种好东西，可不能让你们自己家都给占了吧？你们说一说位置，我们也好去找一找，填饱肚子。就是啊，我家里的老婆都怀胎7个月了，就等着我弄些好吃的给她填饱肚子呢。你们这土豆我没钱买，我自己去挖总行了嘛。你们行好，就把这长土豆的地方告诉我们。咋的？你们羡慕人家能找到这样好吃的东西，就想着来分一杯羹了？人家老王家老大经常各个山头上去打猎的人都说危险，你们几个细胳膊细腿的东西去了就是去喂狼。家里媳妇儿怀了7个月了，才想着出来找吃的，早干什么去了？人家能找到那也是本事，凭什么要告诉你呀？那山上还有名贵药材呢，也没看你们上山去挖呀。说白了，你们就是眼红人家老王家赚铜钱。苏映雪听着耳边的吵闹声，拧着小眉毛，情不自禁地咬着嘴唇。这一幕落在其他人的眼中，那就是小女娃受到了惊吓。你瞧瞧你们几个，都把人家小女娃给吓哭了。就是自己没本事，还容易眼红，什么毛病呢？婶子别打了，我没哭啊。什么没事啊？你哭没哭的，婶子还能瞧不出来呀？哼，这种人就得好好的收拾一顿，好让他们长一长记性。看着那3个人抱头逃窜的样子，那个婶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像是出了自己心中的一口恶气。谢谢各位婶子，还有这位老爷爷。这有啥谢的？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小女娃，这群人可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盯上你们这土豆，估计要想方设法的从你们嘴巴里套出来这土豆到底长在哪里。这次没问出来，估计下次还要再来的。有你大哥在，他们倒是不敢做些什么，只是这些日子可千万不要自己出门了。我知道了，爷爷，您说的话我记住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说王三儿，你小子藏得可深啊！你来了我们商队也有2年了，你家里到底是做什么的？又有些什么人？你可是一点都没往外透露啊！是啊，你看着可不像是普通人，该不会背着我们有啥大身份吧？王三儿，你要是真有啥大身份，可别忘了我们2个。你看你这俩哥哥，平日里可是没少掏心掏肺的对你啊。就像前日，你说想吃饼子，我们可是二话没说就给你买了。那不是你们和我打赌输了吗？那饼子干巴巴的，害我喝了好多水，急着去茅房，差点掉队。听到别人提到自己家里的事儿，老三明显的愣怔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就回过了神，眉眼笑得明晃晃的。说到身份，我能有啥大身份？我要真有那个本事，也不至于混到商队里啊！谁放着享福的日子不过，来这里受苦受累啊？也是啊，人家王三干活吃苦又卖力的，那些有脸面有身份的人可做不来咱这种活。哼，只是说笑的，瞧你这话，咋还当真了？那饼子的事儿你也别记仇，明日咱们出发的时候再多给你买几个。这次给你买带馅儿的饼子，肯定好吃。老三的年纪在这商队里是最小的，旁人都是30多岁的年纪，自然最喜欢逗老三玩。今日商队一早就要去交运一批新的货物，因为这次要去的地方远，老三一早就起来准备路上要带着的那些东西。屋子里的另外2个人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老三的眼睛看着门的方向有些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安静？老三的心里起了疑，手上的东西干脆的也不收拾了，直接扔在一旁，大步走出了屋子。二哥，
你怎么在这儿？老三像是见了鬼一样的，他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看着斜倚在他门口的哥哥，略为心虚的挪开了眼睛。5年的时间过去了，比起在家中的时候，老二的身形更加的颀长高瘦。老二听到老三的声音，微微的勾着嘴角，他也不说话，一双眼睛就那么淡淡的看着老三。这个时候，和老三住在同一个屋子的那2个人急匆匆的赶了过来。2人看着老三在那傻愣愣的站着，只以为是老三惹怒了这位前来找人帮忙的官员。这位官爷，您消消气，这小子不是故意的，如果冲撞了您，我们替他给您赔个不是。那2人说着，一巴掌拍在了老三的后背上。你小子平日里嘴巴不是挺甜的吗？赶紧说几句好听的话。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只是看到这位小兄弟有些面熟而已，并没有发生什么争执，道歉的话也不必说了。这位官爷，您这次就放心吧，我们商队要是碰到了您要找的人，保准帮您带回来。对，您就放心吧，既然收了您的银子，我们肯定尽心尽力的帮您找人。哼，你们商行的本事我自然是听过的，你们身边的这位小兄弟看着出身不凡，武艺超群，不知怎么称呼呢？回这位官爷，这小子叫王三。哼，王三可真是个好名字。唉，我那弟弟许久未曾归家，也许是死在外面了吧，又或许是被外面的孤狼野狗吃了也说不定呢。这人呢，我也就不找了，定金就赠与这位小兄弟好了。这位官爷，您无需如此沮丧，我们这商队平日里也没少帮着找人，我们找回了不少人呢。是啊，那可是您亲弟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咋能说不找就不找了？王三，你小子也快来说句话呀！只见平日里话最多、看着最机灵的老三，嘴唇动了动，一张脸早已是涨得通红。在那2人的注视下，他缩着脖子往前走了2步，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弱弱的喊了一声：“二哥。”哼，这位小兄弟认错人了吧？我家里只有个叫王柏的弟弟，可没什么叫王三的。二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这么多年不回家的，我应该多写几封信的，就算是来了京城，也该知会你一声的，我也不应该让家里人惦记。二哥，我只是想出来多挣点银子。这些年家里人一直都在寻你，你悄悄溜走的那天，祖母就去镖局找你，结果你跟着镖局一声不吭的走了，连封信都没留。小妹每次帮着家里写信，都问我有没有找到你，这几年我都不敢给小妹回书信。你要是想走，和家里说一声，也没人会拦着你，可你就这样子走了，想过家里人有多担心吗？你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可再怎么胡闹也有个限度。听说你经商的路上经常帮忙去寻人，我听说了，特意赶过来找人帮忙。老三，你是不是没长心？帮着别人寻人的时候，你就没想过家里人也在这样子找你？你在外面做什么活我不管，但你最好找个时间回家看一看。说完了这些，老二也没管跪在地上的老三是个什么样子，直接是头也不回的走了。王三儿，刚刚那人是你二哥？老三垂着脑袋点了点头。你二哥我知道啊，当年名动京城的状元，听说最后当了个小官，为人清廉正直。你来了京城，咋不和你二哥说一声啊？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哥哥，早就乐开花了。你可别问了，没瞧见王三心里正难受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妹，你说二哥咋突然弄回来这么多东西啊？他是不是要回家了，把那边的东西都搬回来了？有可能是担心咱们过得不好，才想着捎带一些东西回来。至于二哥是不是要回家，这我不知道。我也想二哥，也想三哥，他们到底啥时候能回家呀？我也想二哥和三哥。祖母，这是二弟托人快马捎回来的书信。王老太太认识的字不多，她只认识一些简单的。她眯着眼睛瞧了半天，也没有看出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映雪这些日子不都在读书吗？快来念一念你二哥这封信，正好让祖母瞧一瞧，你这字儿啊认了多少了。说着，王老太太便摆了摆手，把苏映雪叫到跟前，再把那信纸塞到了她的手中。见苏映雪愣着，老四急着催促：“哎，小妹，你快看看二哥说了些啥呀？”四哥，你别急，我这就瞧瞧二哥都写了些什么。知道老二这是用快马捎回来的书信，老王家一家人都听得格外认真。其实信纸上一共也没有多少字，
苏映雪基本上都是认识的，她只看了几眼，眼泪一下子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哎呦，祖母的乖孙女儿，咋还哭了？是不是你二哥在信里头说啥了？你快说一说呀！老大在一旁拧着眉，好似想到了什么。难道是找到了老三？啊，三哥在哪呢？他怎么都不回家呀？他有没有和咱们说什么呀？大哥说的对，二哥这快马捎回来的信，就是因为三哥说是在京城托商队寻人，结果正巧在客栈里碰到。二哥还说要是不出意外，过一阵子三哥估计是要回家里来看看，让咱们家里的人不用担心。小女娃脆生生的声音刚落，王老太太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她手捂着嘴，耷拉着眼角，默默的掉眼泪。祖母，没事儿，祖母没事儿，总算是找到你三哥了。出去这么些年，也不说捎个信儿带个话，我还以为他死在外边了。哎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祖母，你不是之前还说要打断三哥的腿吗？祖母，你到时候能不能轻点打呀？我怕三哥到时候被你给打跑了。好的不记，净记那些没用的。我之前是那么说的吗？我说的是老三不回来打断他的腿。你三哥好不容易回来，我打他干什么呀？小妹，我肯定没记错，祖母就是说等着三哥回来打断他的腿。那时候你也听到了的。四哥，我左派堆了好多东西，咱们该干活了。再拖下去，恐怕要忙到夜里。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莎莎，四哥，祖母，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我去看看。苏映雪到了门前，便问道：“是谁？”是映雪吧？我是宋玉生，苏家村的教书先生，你还记得吗？映雪啊，门外是谁呀？祖母，是宋先生，是宋先生来啦！听着苏映雪的话，王老太太浑浊的眼珠子都亮了不少，她手比眼睛更快，赶紧的打开了家里的大门。宋哥哥，映雪妹妹。见宋玉书还记得自己，苏映雪笑得开心，一双杏眼都多了几分色彩。哎呦，玉书这孩子都这么高了。王老太太上下看了看宋玉书，惊讶了一番，她随即又夸赞道：“哎呦，这孩子长得俊呐，比我们家老四可俊俏多了。”老四瞧着自己小妹一直看着外面的那个宋玉书，心里就已经很郁闷了。现在一听到王老太太的话，他的心里更是不爽极了。他往前走了一步，直接跨到苏映雪的前面。四哥，你挡住我啦！哼，有什么好看的？王老太太瞪了老四一眼，让他老实一些，随后又赶紧的招呼着宋先生进了院子。我还想着这几日啊，去你们家一趟，给你们送些东西呢。你们今儿个来了正好，晚上回家正好把那些东西都带回去。王老太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这一路上，苏映雪也没见到宋玉书几眼，她一直被老四拉着胳膊，那手恨不得直接捂在他的眼睛上。四哥，你这是做什么啊？宋哥哥你见过的，咱们很小的时候还在一起玩呢。哼，我咋不记得和他一起玩过？小妹，你看看他这身子，瘦得和竹竿一样，白长那么高的个子，这不是个傻大个吗？而且你看呀，他进了门笑都不笑一下，冷着一张脸，垮得和咱们东边的破山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欠了他铜钱呢。四哥，你小声点，你会让祖母听到啦。宋先生当年救了老二，虽然一年也就是去个一两次，但只要是家里有东西，王老太太都不会忘了宋先生的那份儿。老四自然也知道他们家和宋家的关系，听了苏映雪的话，他急忙闭上了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要是带着孩子方便，我就带着玉书一起去了。可是那路太远，我也不想着孩子跟着我吃苦，这才想着求您帮忙。宋先生，咱们两家这关系啊，您就放心吧，就让玉书这孩子住在我家，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绝对少不了这孩子的。您的为人，我自然是信得过的。说着，宋玉书将身后的小包袱拿出来，一打开，只见里面全都是铜钱和碎银，还有几件衣裳。因为不知道您肯不肯让玉书留下，被子什么的也没带来，可能还得让玉书去取几趟。嗨，一个孩子能吃多少啊？您这又不是走了就再不回来了，拿这么多铜钱和碎银子干啥？
王老太太知道宋玉生的日子过得不容易，这些银钱恐怕是他所有的家当了。这银钱您就收下吧。王老太太没有全收，像是为了让宋玉生安心，她就拿了那些零碎的铜钱，便于携带的碎银都拿着布包好，让宋玉生带走。哎呦喂，可别再推来推去的了，您走这么远的路，这些碎银子呀，您带着，要是真想给呀，就等您回来了再给我。这被子什么的呀，您也别急，我这里都有，要是着急的话，一会儿让我家老大去拿就是了。宋玉生道了谢，心中很是感动。他看了看王老太太，说道：取东西的时候，还是让玉叔带着你们一起去吧。有些吃的都放在家里，以后家里没人住，放在屋子里也是浪费了。他沉吟片刻，家里还有些能用的东西，也不值什么钱，要是能用得上的话，就都搬过来。行，一会儿啊，就让老大他们跟着过去看看。他们家倒是不缺什么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只是王老太太怕宋玉书念旧，人家爹要出远门，这好久瞧不见人影，留个东西在身边，经常看看也是好的呀。老四带着苏映雪在不远处看着，不一会儿就见到宋先生起身离开，王老太太和春花出门送人。老四噔噔噔几步跑到宋玉书的面前：宋玉书，宋先生都走了，你咋不走呢？我爹出远门，带着我不方便。所以呢？所以我以后住在这儿。啥？你以后都住在我们家呀？老四的心中一惊，看着宋玉生站起来，他连忙后退了几步。你要干嘛？别以为长得比我高，我就怕你了。你这种瘦竹竿一样的人，我一拳下去就能打死好几个。到时候你骨头折了，可别哭着喊着求我手下留情。四哥，你少说几句。老四有多少本事，苏映雪是知道的，这话分明应该是反过来说才对的。一边是自己的四哥，一边是宋哥哥。苏映雪左瞧瞧右看看，一脸的为难。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宋哥哥，我四哥他不是那个意思。什么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就算是天上的老王八来了，也改不了。四哥，是天王老子，不是天上的老王八。哼，我管他是什么。宋玉书沉默了片刻，我去茅房。老四傻愣愣的看着宋玉书出了屋子，一脸的不敢相信。小妹，他刚刚那脸拉得老长，我还以为他要打我呢，他居然只是想去茅房。宋哥哥外楼内热是个好人，不会打人的。哼，好人？小妹你可真是的，咋看谁都是好人呢？他看着自己的小妹，觉得这事儿不太妙。自己小妹这么好骗，这宋玉书住在他家里，不得把他小妹骗得团团转呀？哎呀，三哥以前讲的话本上都说了，这种脸长得面一样白的书生都是负心汉，心狠手辣，夜黑风高，杀人灭口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就算是上辈子，他也没见过宋哥哥长大后的模样。从老苏家逃跑之后的事儿，他是一件都不知道。宋玉书是不是负心汉，这事儿他是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宋哥哥。上辈子宋玉书给他送吃的事儿，老四不知道，他只以为苏映雪又是被骗了。看着自己小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老四愁眉苦脸的直叹气。老大进了屋子之后，就见到老四在那儿挨个不停，他小妹在一旁劝着，也不知道是在说些什么。怎么了？听到老大的声音，老四像是看见了救星一样，赶紧跑去老大的身边诉苦。一向沉稳的老大有些意外，宋先生的儿子以后住在咱家？可不是嘛。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就见宋玉书从屋子外走了进来。他看着老大想了想，喊了一声：大哥。嘿，宋玉书，你管谁喊大哥呢？那是我大哥，你不能这样喊他。四弟，你们三个年纪一般大，玉叔喊我一声大哥也没什么。宋先生的事儿我听我四弟说了，被褥什么的一会儿去拿。那就有了大哥了，不过不急啊。门外还有一棵腊梅树，不挪到土里去吗？廖掌柜爷爷说让我种在土里，我差点都把这事儿给忘了，我得赶紧把腊梅树种下去。宋玉书想了想，要我帮忙吗？当然可以啊，我先去拿锄头，找个好地方。说着，苏映雪小跑着出了屋子，看着宋玉书一同跟着出去，老四气得直跺脚。这么好看，
点个订阅吧。大哥，你看看他，一进了咱家就黏着小妹。你平日不也经常黏着小妹？小妹4个哥，就算是挨个叫一遍，我都得排第4个。现在又来一个，月份还比我大，这以后我不得排第5了？胡说，咱们老王家就咱们4个兄弟和1个妹妹，你怎么会排第5？哎，宋先生也是没办法才让儿子住在咱家。当年，这个我知道，宋先生当年救了2哥，是咱们家的大恩人。你知道就好，这些话以后可别再说了，也别让祖母听见。大哥，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乱说，你别生气。哎呀，坏了！又怎么了？老四急得头也没回，一个字都没说，生怕自己去晚了，自己的小妹就被别人给骗走了。要挪到哪里去？家里的空地已经不多了，要不然就种在后院吧。是刚刚那屋子的后院吗？没错，就是那屋子的后院，家里的果树都在那边呢，我还养了好多漂亮的小花，只是今年水少都没开花，要不然后院会好漂亮。你家后院日光不充足，排水也不算好。听着宋玉书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苏映雪扭着小脑袋看向他，黑亮的眼睛里满是不解。腊梅喜光，要是养起来就要给它找个日光充足的好地方，最好是土肥沃，排水也好。宋哥哥，你家里也养腊梅树吗？不曾养过，只是看到过一些关于腊梅树的书籍，那些书都是爱花如命的人撰写的，你尽管照着养就是，不会出差错的。谢谢宋哥哥。那这腊梅树该如何养？这花朵看上去好嫩的样子，是不是要经常浇水？腊梅耐旱，需要的水很少，不会一下子就死掉。原来是这样，宋哥哥，你真厉害，连怎么养腊梅树都知道。要是你不在，这腊梅树肯定就被我养死了。没有很厉害，都是书本里看到的。小妹，你不是要种这腊梅树吗？你想好地方了吗？苏哥帮你种。宋哥哥说要排好水的肥沃土地，还要日光充足的地方才适合种腊梅树。他想着自己家里的地方，心里一下子有了主意。要不然就把它们种在小石潭边上吧，没有东西挡着，日光足，那里的土也好，这腊梅肯定长得好。他说啥你就信啥呀？四哥啊，我没有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些都是宋哥哥在书上看到的，那些书都是会养花的人写的，肯定不会有错。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前面有人。好，哪有人？我瞧瞧。只见2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正蹲在前面不远处的干草堆里，2个人看着呀，像是在说着什么话。嘿，还真是哎。小妹，你说他们蹲在那儿干啥呢？我不知道。宋哥哥，这2个人你认识吗？认识，这是我娘那边的亲戚。啊！此话一出，不只是苏映雪惊讶的张大了小嘴巴，就连王老太太几个人也都是一脸的震惊。宋玉书的娘，宋先生从未跟别人提起过，就连关系较好的老王家人，他也没和别人说起过。哦，你娘她……我娘姓苏，是苏家村的人。王老太太一家人只知道宋玉书从小就没了娘，可不知道他娘是苏家村的人呢。宋哥哥，我娘以前也在苏家村住，说不定他们2个以前还见过呢。这个娘自然是指生老大老四的亲娘，而不是打他骂他的苏家婆娘。应该是没见过的，当初村子里没有人同意我爹和我娘在一起，他们就一起私奔了。我娘难产没了，我爹才带着我回来的。本来是想着让我姓苏，叫苏玉书的，但是我娘家里那边不要我，就和我爹姓宋了。你娘的娘家人那边不待见你们，为啥还让你们留在村子里呢？因为我爹识字，外面请教书先生太贵了。哼，这群丧良心的人，该不会是一个铜钱都不给你和你爹吧？这群王八蛋居然打着这个主意，人家一个当爹的拉扯儿子养大不容易，他们居然还让人家白干活，这群丧尽天良的玩意儿！您别担心，我爹他不缺钱财，要不然也不会带着银子和铜钱来找您的。那你这孩子咋这么瘦呢？我不太喜欢吃肉。啊，肉那么好吃，你居然不喜欢？
你这人可真是奇怪。哎呦喂，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看见肉就走不动路了？宋玉书，你咋还回来了？坏了，这下可坏了！眼看着俩老头扭着脑袋小声嘀咕，王老太太清了清嗓子：“两位大哥呀，你们刚刚说坏了是啥意思呀？”他的心里正纳闷，就瞧着这俩老头一溜烟的跑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东西拿完了没？动作快点，宋玉书回来了。爹，宋玉书回来了，咋这么快？宋玉书那小崽子不是和他爹走了吗？现在又回来干啥呀？问这么多做啥？这地上的东西咱能带走就带走，动作快点。我们俩可看见那小崽子带着好几个人过来了，估计一会儿就到了。怕啥？这屋子当初虽说是咱卖给宋玉书和他爹的，但那都只是口头说一说，咱可没写房契。他们爷两个不住了，这屋子现在就是咱们的。宋玉书那小崽子又没证据，就算是他告到县老爷那儿去，咱也都是有理的。俩老头眼珠子一转，觉得这婆娘的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屋子都是他们的了，他们收拾自己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拿呢？宋玉书家的位置比较偏，相对于苏家村那些平整的土路和好地段来说，他们家住的并不是什么好位置。他们刚走到门前，就看见那个木门变成了两半。这门是被人拿斧子劈开的，这斧头印子还在上头呢。宋哥哥啊，你家是不是进贼了？咱们快进去瞧瞧。说罢，他赶紧揽着宋玉书的胳膊往屋子里跑。小妹，等等我呀，等等我！祖母，咱们快跟上，这屋子里有人。那还看啥呢？咱们快跟上去，别让几个孩子出了意外。玉书来了。来，坐坐坐。你们怎么在我家里？哼，没规矩，来了不带东西也就算了，连人都不喊一声，有娘生没娘养。今天我这个当舅舅的可得替你娘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是你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了，听听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也不知道你爹是怎么教你的。老头子啊，玉书好不容易回来，你咋能这么和孩子说话呢？这可是你妹妹唯一的孩子啊！我妹妹都死了多少年了，要不然她能这么没大没小的？都是宋玉生给这孩子惯的。苏映雪凑近了宋玉书，小声地问道：“宋哥哥，他们是谁啊？”我大舅、二舅、二舅妈，还有我二舅妈的儿子。王老太太不想进屋，干脆带着老大他们站在了门槛边上。长辈和你说话，你没听见？你耳朵聋了？哎呀，说话就说话，喊什么喊的？显得你嗓门大呀？啊，显得你长嘴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玉书啊，你看看你都要收拾些什么东西，让你大哥带你回去弄。不许动！我看谁敢动啊！这房子是我们的，这里面的东西自然都是我们的。这房子我爹当初拿了钱的，你们说好这房子是卖给我爹了。卖给你们了？谁说的啊？房契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当初他二舅拿到了银钱之后，这房契一拖再拖，看在都是亲戚的份上，他爹又不好意思隔三差五的就去催，去了几趟没有要到房契，这事儿也就这么算了。宋先生一时的大意给宋玉书惹了麻烦，没有房契，这一切都是空谈。苏映雪虽然听得有些糊涂，但也明白这房子是付了银钱的。你们这不是骗人吗？骗人是会遭报应的。小丫头，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拿不出房契，这屋子就是我们的，你们找谁说理都没用。什么报应不报应的，老头子我可不信这些。乖孙女儿，咱不怕啊，咱不听他们这几个老癞蛤蟆瞎嚎。他当即对着老大道：“收拾东西去，少跟他们废话。”收拾什么东西啊？这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你们要收拾什么东西啊？老大身材魁梧，往那一站像头熊似的，足以让人的腿肚子打颤。宋玉书的二舅妈只感觉好像是有人贴着自己的脖梗子后边吹阴风，冷得她牙齿打颤，脑袋都不敢往起抬。玉书，咱们走。老大喊了一声，宋玉书拉着苏映雪离开了屋子。当家的哥儿子，你们倒是说句话啊！这要是再等下去，这屋子啊就要被人给掏干净了。
咱可是好不容易才等到宋玉生这爷俩走了，没想到这小崽子竟然又带着人回来了。你看你那男人，眼神像是要杀人一样。还有那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太，咱这可咋办啊？吵吵啥？人家还没走远呢，你这么大声，生怕人家几个人听不见。这两个小屋子之间也没隔多远，宋玉书的二舅妈也怕被老王家的几个人听见，急忙捂住了嘴巴。他们这次来就是想搜一搜这宋家父子俩的家底儿，毕竟当初那宋玉生拿着银钱要买这屋子的时候可痛快了，就算他们要了10两银子，那宋玉生也是痛快的拿了出来。按照他们的想法，这宋家父子俩应该有更多的钱财才对呀。可是他们把这屋子挖了个底朝天，就连地底下的树根子都挖出来了，还是什么东西都没瞧见。点个订阅吧。怎么样？看出点啥来了？这贼是个女人。啥？女贼？对，女贼。那墙上的脚印我看了，鞋印不算大，男人肯定是穿不下的，这么小的脚印，所以咱家进这贼肯定是个女人。可是那鸡鸭为啥没偷走啊？苏映雪拧着小眉毛，一抬头便瞧见苏玉书抿着唇，欲言又止。宋哥哥啊，你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啊？小石潭边上有老虎的脚印和那女人的脚印，这贼也许是被老虎吓走的。经过宋玉书这么一提醒，老王家的几个人这才想起来，自打他们进了家门，这大老虎就在院子里左右跳的跟着人的屁股后面跑。要说是看到大老虎为了保命，这鸡鸭呀确实可以全都扔在一边，毕竟这些东西哪有小命重要啊。大黑，你可真厉害呀，以后鸡骨头都给你吃。大黑确实是厉害，要不然咱家的鸡鸭就要被人拿走了。这几日啊，都别睡得太死，要是有什么动静，赶紧起来瞧一瞧。祖母您放心吧，有我在呢，那贼要是再来，我就把他抓住。苏映雪捧着小脸蛋想事情，一旁的老四见到了，凑过去问道：小妹，你想啥呢？我在想究竟是谁进了咱家。咱们回家的时候，那个贼早就跑了，这贼是谁，咱可不知道啊。哎呦，你们说能不能是米行的那个婆娘？我想来想去的，咱们家这阵子也就和他们家结过仇了。那婆娘小心眼的很，最喜欢斤斤计较，咱家下了她这么多次面子，应该是急了吧。可是米行掌柜人还挺好的，上次还对着我笑呢。上次咱们家买米，他也卖给咱家了呀。开门做生意的，他不对着你笑，难道还对着你哭啊？这好人坏人哪是这么分的呀？再说了，咱家买米那是拿了银子的，又不是白给咱的。四哥啊，你说我容易被人骗，要我看你更容易被人骗。二哥以前说过，这叫蛇鼠一窝，物以类聚。哼，这两个老鸡贼，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东西。我就不信这一个被窝里头还能睡出来2种人。咱现在啊是没证据，这话呢咱也别出去乱说，咱自己心里头有个数就行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都晌午了，咋也没听到个动静？不是说这老王家和县老爷关系不错，这老王家都进了大老虎了，咋没听说县老爷派人去抓呢？嘿，急啥呀？咱再等等，我估摸着一会儿就能去看热闹了。哼，人家借刀杀人，咱呀这叫借县老爷杀老虎。当家的，还是你这主意想得好呀。原本他男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啊，他的心里还有点犹豫呢。现在这么一想，要拿老王家的那些东西，这大老虎是必须得除掉的。虽然他的心里明镜一样，这大老虎80%是老王家自己养的，但他和别人说的时候都是藏着掖着的，说这老虎是自己从山上跑下来的。那个县老爷还算是个管事的人，他就不信县老爷能放任着这吃人的大畜生。哪有，这事说到底呀，还是媳妇儿你起了个好头。等着这大老虎没了，咱家到时候就去拿鸡鸭，少几个他们家也发现不了。此时老王家的几个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愁色的。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消息到底是谁传出去的，但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归不算好事。我说老大呀，咱家这事儿
你看看有啥办法？王老太太话音刚落，便听着自家院子的大门有动静。哎呦，这群糟心的东西，这么快就来了！王老太太哎呦了一声，连忙从椅子上起身。走，咱去门口看看去。王老太太带着几个孩子到了大门口，只听见那敲门的声越来越响。等着他们见到门外的人，全都是一脸的震惊，直愣愣地杵在原地没动。王老太太更像是傻了一般，一下子湿润了眼眶。只见这个高大魁梧的人见了王老太太，扑通一声就双膝跪在地上。娘！本来王老太太泪水还在眼眶里打转，直到她听到这一声娘，眼泪再也憋不住了，泪珠子刷刷的往下掉，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想念都给哭出来。春花张了张嘴，小声的问老大：“这是咱爹？”是。王生离开家的时候啊，他年纪也不小了，脑子里还是记事的。虽然看着有些陌生，但老大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门外站着的就是他爹。娘，儿子不孝，这么多年才回来看你。不晚，只要能回家，啥时候都不晚。你这孩子黑了，瘦了，看着咋还这么凶了呢？走，咱们进屋里头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没看到自己想见的人，王生的眼神闪了闪，急着问道：“娘，晴儿人呢？”苏晴啊，她生完老四，人就没了，当天晚上就走了，没挺过第二天。王生的眼珠子一下子就红了，他没想到自己这一走，媳妇儿就没了，连最后一眼都没见到啊！你个小崽子，你咋才回来呀？你咋才回来呀？苏晴走的时候啊，就一直喊你名字，就想见见你，到死了都没瞧见呢。哭够了，王老太太叹了口气。不过啊，苏晴带孩子们都是极好的，她自己人都快不行了，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让我好好的照顾这几个孩子。娘，是我对不住你们。哎呀，有啥对不住的？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以前的日子啊，再怎么不顺心，不也挺过来了？这叫苦尽甘来，咱家的好日子在后头呢。等办完了事儿，明儿个你就到苏晴的坟头去看看去。王老太太拉着自己的独苗苗，好像是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些年想说的话一口气说出来。王老太太没敢问自己儿子这一回来还走不走了，就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是爹爹吗？是，这就是你爹。王生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的小女娃，粗声道：“你不怕我吗？”他刚才瞧着老大身边那小子，可是怕他怕得要命，都这么半天了，一声都没敢出。不怕。这是晴儿生的老四。王生看着自己的亲娘问道：“啊，这不是老四，真要算起来呀，这孩子得是咱家老五。咱娘俩呀，晚上再聊啊，有些话在这说不方便。”王生点了点头，没有吱声，只是眼睛依旧盯着小女娃看。这是老大，你应该记得的，这孩子呀，跟你长得最像。这是老大媳妇儿，成亲好些年了。这孩子呀，是海棠家的闺女，老大和人家可是一起长大的，算是青梅竹马啦。爹。王生一愣，这才想起来海棠家里的那个小女娃，怪不得看着有些面熟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妹，咱爹长得可真凶啊，眼皮子上头有那么大的一道子疤呢。以前我觉得大哥长得就够凶了，现在和咱爹一比较起来，我觉得大哥一点都不凶。小妹，你刚刚胆子可真大呀，还敢和咱爹说话呢，我刚才吓得都差点出不了声了。爹爹不凶，我觉得一看到咱爹就很安心。以前咱家有大哥的威名，一般人都不敢惹咱们家，现在又多了个咱爹，
在家以后的日子一定安稳。小妹，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我其实也没那么害怕，就是第一次见到咱爹，我还有些不太习惯。他们正说着呢，就听到自家大门口又传来哐哐的敲门声。哎呦喂，坏了，这下可坏了！呀，啥坏了？是不是咱家出了啥事儿？可不是嘛！当初啊，在村子里，大家伙都穷着，关系也不好，但也不算坏。咱家日子过好了，他们都嫉妒咱们家，我倒也能理解。原本想着这县里的日子好过，邻里之间呀应该会和睦一些，没想到这些事儿啊是一件儿接着一件儿，把我老太太当死了的，往死里欺负咱们家。娘，你倒是说说呀，咱家到底有啥事儿？爹爹，大门口有可能是要抓大黑的人。大黑？爹的宝贝女儿啊，大黑是谁？大黑是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是大哥以前打猎的时候捡到的。这些年没人见到过大黑，不会潜下入在家里这个贼。我和老大都猜呀，那贼是县里米行的那对夫妻。哎呀，平日里装的人模人样的，实际上啊是一肚子坏水啊。对，没错。说起这事儿，老四也不怕了，扯着嗓子道：对，他们家都是坏蛋。那个米行家的女人还说嫂子是不下蛋的母鸡，她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二哥当官夫人呢，还想让大哥和嫂子和离，再娶他的侄女呢。爹爹，大黑很听话的，别让他们把大黑抓走。放心，有爹在，他们不敢抓大黑。听着哐哐作响的敲门声，王生的嘴巴里挤出了一声冷哼：哼，有我在这儿，就算是京城里的皇帝来了，也得好好想一想。我倒是要看看这米行的夫妻俩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哎呦，生子，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这要是让别人听到了，咱家日子还过不过了？王生没有吱声，早已经跨着大步迈了出去，周身的衣裳都带起了一阵风。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此时，老王家的门口里里外外聚集了一大堆人看热闹。哟，老王家真有大老虎呀，该不会是假的吧？人家都瞧见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要是真有大老虎，得赶紧把他弄死。这大老虎饿极了可是吃人的，可不能让他祸害咱县里人。哟，你这话说的好听啊，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还能不知道？你不就是等着县老爷带人来把大老虎给打死，好等着分肉吗？就我是这么想的，来这里的哪个不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只听到老王家那厚重的大木门传来了吱咯吱咯的声音，接着便是一条结实有力的大腿踩在了地面上。他们再一抬头，瞧着那张脸，顿时惊呼出声：这不是老王家那个老大吗？这几日没见，咋晒得这么黑了？不光是黑了，你看看这身子骨，咋感觉个头都变高变大了？莫非是我眼花了？哎呦，这眼皮子上头咋还有道疤呢？看着怪瘆人的。王生的眼睛很有神的，不怒自威。他抿着嘴巴往门前一站，只是眯了眯眼睛，这群人就不敢说话了。看着身边的这群废物畏畏缩缩的，米行婆娘心里干着急。她扒拉着身边的人，挤着身子到了最前面。王家老大呀，我们来这一趟可都是为了你们家好。那你想怎么办？哎呀，你说你家跑进个大老虎多吓人呐！这要是老虎跑没了，可是要出来吃人的。这种畜生凶狠着呢，这不是怕你们家打不过吗？我们都是来帮忙的。再说了，现在吃的又少，要是杀了，我们也都能跟着分点肉吃，填饱肚子，是吧？原来这就是米行的那个婆娘。王老太太在老大和春花的搀扶下出了大门，身后还紧紧地跟着2个小娃娃。众人一瞧，顿时傻眼了，这怎么有2个老大呀？这哪位才是老大？咋长得这么像呢？王婶子，到底哪个是你家老大？左边这个呢是我大儿子，右边是我大孙子，他们2个都是老大。一群人嘴巴张得老大，很是不可思议呀。这王家老大他们倒是听说过，可以前不就被抓去当壮丁了吗？现在竟然还活着回来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爹爹，这个女人就是米行家的婆娘，就是她想管咱家的事。
小妹说的没错，姨爹就是这个坏女人，她想要拆散大哥和大嫂，还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我二哥呢。就是你想管我们老王家的事儿？王生眯着眼睛问道。我的天哪，这王家的大儿子咋这么吓人呢？这看上去可比王老太太的大孙子吓人多了呀！哎呀，王老太太大孙子的手能握碎了大石头块，这都说虎父无犬子，那王老太太这儿子岂不是更厉害呀？我哪能管你们老王家的事儿呀？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的。爹爹别听他的，上次就是他说嫂嫂的。对，小妹说的没错。哎，你个小丫头片子，你！闵行婆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就被王生一个眼神吓唬住了。一大群人看向闵行婆娘的眼神顿时变了。这闵行夫妻俩虽然是奸商，做事不厚道，但平日里也都是装得人模人样的。他们谁能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做出了这种事儿？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事儿闵行婆娘做的可不地道啊！一时间，他们纷纷的为老王家打抱不平起来。闵行家的婆娘，你这事儿做的可不地道啊！就是，人家王老太太还在呢，你咋能管人家小辈的婚事？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咋？我为啥不能说呀？春花，你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我这话说错了吗？啊？这么多年占着茅坑你不拉屎，你嫁进老王家下没下一个蛋？你自己不能生，就别挡着别人。我侄女人长得不错，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哪比不上你了？再说了，我闺女身子结实，长得又俊，这附近十里八村的都是有名的，配你们家老二绰绰有余。别以为自己家里出了个状元郎就神气的不行，3年出一个，早就烂大街的名号了。你们家别给脸不要脸。闵行家的婆娘，这话你是真敢说呀？这西蛮郡县里的不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就在县里长大的还不知道？你家姑娘身子是结实，那可是实打实的200多斤呢，一般人家的猪也就这个基数了。人家老二状元郎到你嘴里好像那地里的浪白菜，你说着容易，你咋没让你家男人也烤一个去啊？当年人家县里给办的酒席吃了好几天呢，就属你家吃的最多，连吃带拿的，人家那菜刚上桌就让你扣你家盆里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真这么烂谷子的事儿谁记得呀？现在说的是老王家这事儿，我闺女配他们家老二就是绰绰有余。王生黑着一张脸看向这满嘴疯话的婆娘，目光凶狠。他在这里站着，这个婆娘还说了这么多的疯话，可想而知以前得有多嚣张啊！只见王生攥紧了拳头，众人还没有瞧清楚他的动作呢，他人就像是一阵风一样，已经到了这满嘴疯话的婆娘面前了。你找死！救命！救！王生的心里怒火冲天，可他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婆娘掐死。看着软囊囊面条一样的婆娘，王生嫌弃的松了手。王生的余光又瞥到了自己的小女儿，小女娃抿着小嘴巴，看得王生这个当爹的心里难受。他的眉头皱了皱，不想再和这群人废话。这大老虎是我家的，是我给我小女儿带回来的宠物，这老虎我不可能让你们把它杀了吃肉。这咋可能啊？这大老虎不是山上跑下来的吗？不，绝对不可能。老王家的，你们家该不会是想要把这老虎肉独吞，不想分给我们吧？各位叔叔婶子，方才听你们的意思，你们也只是听说的，对吗？叔叔婶婶，我家的大老虎只关在家里，没出过门。要是有人瞧见了，肯定是来我家偷东西的时候瞧见的。我家最近这几日都进了贼，各位叔叔婶子可得小心些，别让自己家里丢了东西。这两个该死的小崽子！哼，大家伙可别被老王家的人给骗了，他们这一家人黑心着呢。家里那大肥鸡、大肥鸭，鸡窝、鸭窝里都快装不下了。啊，对了，他们家还有羊呢，那大鱼一条都有我整条胳膊长了，身上的肉可肥了。明明有着这些东西，他们家还想抢着老虎肉，做人太不地道了。闵行家的，你说的是真的？对呀，听你这话好像亲眼瞧见过似的，你咋知道的？这鸡鸭的事儿啊，我也是听人说的。
不过前些日子，这老王家光是在我们家米行买米买面，就花了好些个银子呢，买了一大堆。我听说他们家里还有别的好东西呢。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呀？前几日我家里进了贼，那贼还是个女人家。我说米行家的那贼该不会是你吧？这咋可能？我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我嫌丢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就是王婶子家那位前些年被带去当壮丁的王生吧？没错，是我。哎呦，生子呀，这是县老爷，以前可帮了咱们家不少忙，对咱家老二啊也是很关照的。呵呵，婶子，咱县里好不容易出了个状元，庆祝一下是应该的。别的县里就算是想庆祝，也没有状元郎啊。这他们正说着呢，瞧见远处跑来了2个男人。这2个人从人群中轻易的就挤了过来，随后什么都没说，直接往王生的一左一右那么一站，像是2堵墙似的。王生兄弟，你身边上这2人是你的朋友？王生眼看着一群人伸直了脖子看，竖着耳朵听，便一伸手直接将县老爷拉到了一旁。县老爷正惊讶着呢，就看着王生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东西，只瞧了一眼呢，县老爷就差点被吓得晕过去。这竟然是虎符！王生兄弟，啊不，王生将军，您这是？敌人不才，被抓去当壮丁的第一天，就因为前方战事吃紧，上了战场。第一日上战场，便徒手拧下敌方20余人的脖子。第2日，我们大将军就斩了敌方首领的首级，这才保住了存着粮仓的城池。因为我们大将军武艺不凡，力气大的扛得起千斤顶，又因为战绩屡战屡胜，我们都称大将军为千胜将军。您就是千胜大将军，是小的有眼无珠了。大将军，小的斗胆问一句，您这次回来，多年没回家，想念家中的老母亲和妻儿啊，回来就好。您这一身功名在身，王婶子知道了，心里肯定高兴。王生听着这话没有吱声，心道啊，他娘听了可能不会高兴，还可能拿着鞋底子抽他呢。祖母，爹爹在说什么？哎，祖母也听不见呐，估计呀是说大黑的事儿呢。众人只瞧见县老爷和那王生说着什么东西，可2个人都刻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想听也听不到，急得他们是抓耳挠腮，心里犯痒痒。过了一会儿，县老爷走了过来。这大老虎的事我都听说了，那是人家王生特意驯养带回来的，就是为了看门护院，和狗也差不了多少。你们想杀人家的大老虎可不行。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啥？这大老虎还真是王生带回来的呀？听这话应该是啊，县老爷不能骗咱。不是说这大老虎是山上跑下来的吗？咋就变成了王生带回来的啦？说？听谁说的？你们一个个的说出来，这消息就算是传来传去也都有个头。本官今日就要听一听，这话到底是谁说的？威严的声音吓得米行婆娘抖了抖身子，她想悄悄地溜走，却直接被县老爷的护卫伸着胳膊给拦住了。问完了话才能走，现在谁都不能走。县老爷带着人一个一个的盘问着，势必是要顺藤摸瓜揪出这个最开始传话的人。这查来查去，一下子就查到了米行婆娘的身上。你就是米行家的婆娘？老王家有大老虎这话是你传出来的？米行婆娘抖着嘴唇不敢说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点说。我县老爷，您可得管一管这米行家的婆娘和掌柜。昨日的米行的下等糙米可都是卖到了30两银子一斤，这税收的事儿您可得好好查一查，看看这数目对不对，可别让有心人钻了空子。李掌柜，我看你是在找死。闭嘴！我先处理老王家这大老虎的事儿，至于你这肆意疯涨粮价的事儿，你最好是能找到什么好由头。米行婆娘还想说上几句话，但她这舌头啊，突然就像是不管用了一样。王生虽然不知道县老爷要咋处置这米行的婆娘，但心里也能猜出个大概来。爹爹，大黑不会被抓走了的吗？大黑不会被抓走。
爹爹，这2个叔叔是谁？爹，这2个人是你在外面认识的朋友吗？算是。婶子，王生兄弟，这米行的婆娘我得先带走，改日再来和你们说话。哎，去忙吧，我们就不耽误你了。王生在一旁抱拳，只见一躬身恭敬道：多谢。不用这样客气，应该的。县老爷您这次真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这一声喊得县老爷心里之诧异啊！可县老爷不傻，他的脑子一转便清楚，这大将军应该是不方便透露自己的身份。这么想着，他也没再谦虚，而是笑呵呵地看着老王家一家。为民除害，职责所在。行了，都别看热闹了，散了吧，都快回家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位姑娘，请问你此次来访是有什么事情吗？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我会代为转告我祖母。如若没有什么事，就请回吧。这风雨天着了凉可不好。你就是王家老二吧？我知道，你叫王娜。姑娘，我是王娜。你好像感染了风寒，这病拖下去只会更严重。我送你去医馆吧，有什么事情等你病好了再说。我不去医馆，别送我去医馆。这不是张姐姐吗？小妹，你认识这人？认识。张姐姐是在咱们县里卖豆腐的，人送外号豆腐西施呢。对了，二哥，张姐姐还总是给咱们家送嫩豆腐呢。老二闻言目光微敛，这卖豆腐的豆腐西施名号在他们县里很是响亮，就算是老二回家没有多久，也早就有所耳闻。如今见到，却又觉得有些蹊跷。这女子人送外号豆腐西施，那必定是面容极其娇俏漂亮。老二垂眼看脸部，上面有着一块足足有小半张脸的褐色胎记，和漂亮二字丝毫不搭边。二哥，他生病了，咱们快把他扶到屋子里面去吧。把他带到咱家的客房去吧，再去找祖母说一声。王老太太和春花赶到，正好瞧见老二和老三坐在屋子外，这才猛然的松了一口气。还好他这2个孙子脑子不傻，是个懂得这些礼数的人。老三呐，你腿脚快，去把老掌柜的请到咱们家里来吧。祖母，二哥说送这豆腐西施去医馆，他都不去，肯定是在怕些什么事。您现在让我去请师傅过来，这能行吗？去吧，老掌柜的为人呐，我还是信得过的，他不会乱说。这张姑娘啊，人不错，估计是遇到什么难事了。祖母，我师傅的为人咱家里都清楚，你们就在这里看着，我去找我师傅来。王老太太叹了口气，看向一旁的老二，狐疑道：你和张姑娘认识？不认识，未曾见过。那怎么听老四说张姑娘一进门就要找你呢？祖母，我不知道。王老太太想着老二整日在家，自打回来后就没怎么出过门，和张姑娘见面那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知道不是痴情女找负情郎的戏码，王老太太一下子放心不少。老二啊，这里还有我和你嫂子呢，你留在这里呀，也没啥用，赶紧回去歇着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哎呦，老掌柜的，您可算是来了，您要是再不来呢，这人恐怕都要没救了。不急，你们先让我给他瞧瞧病。老掌柜一瞧，顿时愣住。这不是县里那个卖豆腐的姑娘吗？怎么在老王家躺着？老掌柜压下心头的疑惑，直接为张师瞧病。唉，还好你们让老三去找我，这要是烧到明天，还真就成了傻子。老掌柜嘴上说着，手上也没有闲着，他从药箱里翻找出了一副汤药。这是专门治风寒的汤药，你们赶快熬一熬，给他灌下去。我先给他扎几针，拖延些时间，让他缓一缓。春花听到这话，急忙伸手接过了药包。我去煎药。春花没一会儿就端着一碗汤药走进来了。王老太太端着碗，捏着张师的脸，一碗汤药一股脑的给他灌进了肚子。没一会儿就瞧着张师安静了不少，嘴巴里也不再是念念有词的说胡话了。虽然这脸上依旧是红着烫着，可是对比着之前的状况，可是好了不少。
掌柜老爷爷，张姐姐烧好了吗？映雪啊，这药啊得吃上几天呢，这一副药下去就能让她睁眼，我可就真的成了神医了。你们说这张姑娘都多久了？这额头摸着也不烫手了，怎么就是不醒呢？还没醒。哎，可不是嘛！你们说，总不会是脑子烧糊涂了吧？要不然我去给张姑娘叫叫魂儿，说不定是晕太久了，魂儿睡没了。娘，您什么时候进这种东西了？哎呀，我就是着急，随口一说。我什么时候信过那些东西？不过这张师一直住在咱家，也不是回事啊。哎，这人还没醒，他那屋子破，又没个人照顾，咱要是把他送回去了，这不出几日啊，又得烧起来。那张姑娘人不错，没对咱使过坏心思，咱家可不能这时候把人家给送走了。三哥，求求你了，不要这种时候送张姐姐走，她很可怜的。行，既然小妹你开口了，三哥也就不执着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一个窈窕倩影款款而来，步履蹒跚，却是有些虚弱，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莎姐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一直晕着，我们都很担心你。小英雪，我没事，你这个小机灵鬼可别再为我担忧了。安抚好了小女娃，张师在老王家人的注视下，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张姑娘，您这是做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来，快起来！您别劝我了，这一跪您受得起，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受得起。要不是你们一家人，我说不定早就没命了。张师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还没等王老太太说话，忽的把手探到自己的脖梗处，紧接着便看到他的手一用力，竟然撕下了一张薄薄的面皮似的东西。三哥，他把脸撕下来了。王老太太半晌没有说话，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张师的这脸蛋看着确实漂亮。王老太太怎么看都觉得张师不像是他们这土地里刨食的人。没想到张姑娘竟然生得这样漂亮。我老太太呀，见识少，只觉得好看。从前是迫不得已，为了苟活性命，只能改姓埋名。我的真名唤作张雨诗，是上一任大将军张成的女儿。屋子里的人除了老二和王生，全都是满脸震惊。可张成大将军不是已经被满门抄斩了？满门抄斩？因为啥呀？坊间传闻说是张成大将军犯了事，惹怒了圣上，不少人都猜测张成大将军与敌国相通，被圣上发现，这才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可明眼人都知道，其实就是京城那位忌惮张成大将军，怕他谋反，先一步将人杀了，再把兵权分散。只不过老三没有继续往下说，老王家的人却都明白了。只不过一下子出了个王生，凤鸣国此时必须要推出一个将军。圣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再杀一个将军，这凤鸣国就算是彻底完蛋了。这也正是京城的那位一直没敢动王生的原因。我爹他明明是个忠贞不二的好将军，奈何圣上忌惮我爹手里的兵权，明知道我爹根本不会生出谋反的心思，还是硬往我爹头上扣了个帽子。通敌，简简单单2个字，说出来轻巧，却是要了我们全家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我们全家人都没能幸免，如今也只有我一人改头换面，苟活于这世间。别说是我们家，那端王府和圣上一母同胞也没能幸免，一家上至70、80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娃娃，全都没能幸免。这事我知道，瑞王爷育有1子1女，当初他们家的2个孩子跑了，一直没抓住。圣上明面上一脸悲痛，实际上每年都派人去寻找那2个孩子的下落。那要是寻到了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张姑娘啊，你这没了家人，以后该何去何从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可苦着呢。以后这世上只有张师，不会再有张雨诗。多亏了有我爹的老朋友相助，换了一张脸，我才能逃出来。只是
我想过安生的日子，却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年我东躲西藏，也是一直没有逃脱掉，所以我才想着上门求您帮忙。哎呀，别着急，这又没有别人，你起来慢慢说。三哥帮帮忙，快拿个椅子来。哎，老三应了一声，当即拎着一把椅子放在张师的面前。你起来坐，有些事儿也得你说了，我们家才知道能不能帮忙。张师这才起身，只是也没有坐下，就那么站在那儿。我那日来就是有事相求，不过我淋了雨，又一下子晕倒，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也不知道这些日子外面的情况。哎，这些日子能有什么情况啊？这县里头就那么些人。只是张姑娘，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儿要求上我家，你倒是先说说。我想当您的二孙媳妇。张姑娘，你怎么会忽然说起这件事儿啊？是不是我们家老二欺负你了？你有事赶紧说出来，老太太我给你做主。我之前并不认识您二孙子，只是从别人的嘴里说起过。那你这是？那日我来敲门也是迫不得已。那日我看着有人拿着我几年前的画像寻人，虽然我这面容是能改变，可是每天都过得畏畏缩缩。所以张姐姐才想要嫁给二哥当媳妇儿吗？可是张姐姐之前都没见过二哥，又不知道二哥的脾气。书籍上说，只有两情相悦的人才能成为夫妻呢。映雪说的没错，这成亲是大事，可不是儿戏，怎么能三言两语就定下来呢？虽然你们这男未婚女未嫁的，但到底是没感情的。这要是想成亲呐，你们怎么也得相看一阵子，看相处不相处得来才是。我不在意这个。哎呦，不在意这个，你在意哪个呀？好孩子，听我一句劝啊，我这话可不是瞎说的。我家老二呢也跑不了，你们要是合适，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是我有求于人，有没有感情都不重要，只要您二孙子肯娶我，我明日就能嫁到你们家。就算是让我当牛做马，我也不会有一句怨言。嫁妆我自己有，彩礼也不用你们家出。哎呀，这可不行啊！你这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再着急也不能这么个急法啊！再说了，哪有人成亲不要嫁妆的？这可使不得。我说老二啊，我倒是想听听你咋说，你这心里头到底是咋想的呀？老二的目光微垂。祖母，您之前一直想让我找个姑娘，现在这不就有了？我没什么意见，张姑娘要是想明日成亲，我自当同意。王老太太听到这几句话，气得心肝疼。她这个二孙子，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的，脾气竟然和他们老王家的人一模一样。这婚事说出口像是闹着玩似的，竟然明日就要成亲。哎呀，罢了罢了，你们这些孩子脑子里想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想不明白。你们自己的婚事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说罢不再言语。二哥啊，我是不是要有二嫂嫂啦？二哥要成亲，你就这么高兴？当然高兴，大哥有了大嫂，日子过得很幸福；二哥有了二嫂嫂，日子肯定也会过得像大哥他们一样甜蜜。二哥写字以后就有二嫂嫂研墨，要是屋子外下了雨，二嫂嫂还会帮忙把二哥你的书搬出去晒太阳。二哥以后也有媳妇儿疼啦。不过大哥对大嫂嫂很好，都舍不得大嫂嫂干重活，有好吃的也会留给大嫂嫂吃，还亲手给大嫂嫂做了木簪子。二哥啊，你也会对二嫂嫂那样好吗？那得看你二嫂嫂是不是值得你二哥那样做的人。说罢，他看向张师，向着大敞着的门外伸出手臂。张姑娘，成亲不是问题，可在下也有许多话要交代。如果你不嫌麻烦，请移步门外听一听，过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那咱们出去说。两人走出了屋子，王老太太连叹了几口气，一转头看到王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看看你教的好儿子，死脾气跟你一模一样的。王生没有吱声，虽然儿子是他和媳妇儿生的，但实际上算是他亲娘一手带大的。可他这时候一张嘴，无论说啥都是火上浇油。依他看呀，这家里的孩子们脾气倒是都像他娘。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张姑娘，你需要我的身份和名望来摆脱追杀你的人，而我年岁也不算小了，需要一个妻子来让我祖母他们安心。我成亲，妻子的学识、长相，甚至是身份，在我眼里都不重要。我只有2个要求：一是对我小妹好，2是不要多嘴。在家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要守口如瓶。如果你能做到这2点，我自然会答应你的请求。虽然说做不到舍命相随，但至少可以相敬如宾。日后你要是有更喜欢的人，也可以与我和离，我自然不会阻拦。我喜欢你们家的小女娃，这事不用你说，我也做得到。老二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笑意。在张师惊讶的目光中，老二道：那我这就去准备东西。张姑娘，也别等到明日了，咱们可以今日便成亲，以免夜长梦多。谁都没有想到，老二成亲竟然这样快，都没等到明天，时间就在今晚。这个速度，就算比起天上的雷电也没差多少了。这一眨眼，日子就过到了惊蛰。原本应当是雨水增多、春雷乍现的时候，偏偏这老天爷就像是和所有人开了个玩笑。自从前阵子下过一场1天1夜的大雨之后，就再也没了动静。这贼老天呐，下那么一点雨够干啥用呢？这半日的日头啊，就得晒没不少的水，这不是要把咱庄稼人活活逼死吗？娘，这雨啊，总有一日要下，您别急。我能不急吗？啊，这水囤的再多，也总有喝完的那天。这要是一直不下雨啊，不得把咱们家人都得渴死了。王生垂着脑袋，娘，我今儿来是有一件事想与您说。啥事儿？你说。王生本来心里还有点底气的，可现在一到了王老太太面前，肚子里的话反而不敢说出口了。哎呦喂，有啥话就说，咱们娘儿俩有什么事儿还得藏着掖着的。娘，那我可就说了啊，咱说好，您听了可不能生气。行，娘肯定不生气啊，你说吧。娘，儿子要离开家去战场了。你说啥？生子，你这才回家多久啊？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啊？生子，咱不去行不行啊？那战场你就非去不可吗？啊，咱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不比啥都强啊？娘，我一定要去，我带兵打仗就是为了您和孩子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我这次不仅要去，还要带着老大一起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还要带着老大一起去？生子呀，这可使不得呀！你们正日里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不小心就要掉脑袋呀！春花才怀上，你就想让那未出世的孙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吗？啊，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祖母，我想跟爹走。你这个死孩子，你和他走什么呀？你要往哪儿走啊？啊，这个家你不要了？我舍不得祖母，也舍不得家里的弟弟妹妹还有媳妇儿，可咱们县就这么大，咱家没有爹和老二，就像是地上的小蚂蚁，谁见了都能踩一脚。娘，您就让老大跟我一起走吧，我带他出去见见世面，以后要是能混个一官半职，咱家的日子往后更是顺风顺水。王老太太一下子红了眼眶，顺风顺水有啥用啊？他们现在家里有吃有喝，这日子过得还不够好吗？这孩子们一个两个的都想着往外跑，想着出去看看，那外面到底有什么好的？老三是这样，老大也是这样。见王生和老大两人心意已决，王老太太也没了办法。哼，哎呀，我看你们两个怕不是一早就合计好了吧？王老太太眼睛一瞪，可一想到孩子们要走了，浑身上下又泄了气。什么时候走啊？娘，我今晚上就带着老大走，马匹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想着和您说一声。哼，果然是一早就商量好的。既然就决定好了，还和我说个屁呀？拿你娘我寻开心呐！啊，娘，之前我走那是被抓去当苦力，整日没个书信，您都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整日担忧。哼，我可没担心你。王生顿了顿，儿子这次走，怎么的也得和您说一声，只要有时间，肯定会托人送信回来，给您报平安。
王老太太瞥了他一眼，这才没有吭声。良久，他叹着气看向老大：“哎呀，你爹倒是无所谓了，但老大呀，你媳妇儿可是才怀上啊！你们的事儿我老太太不掺和，但春花那边可得你自己去说，我可不会帮你劝人的。还有家里头这几个孩子，你也得和他们说一声。这几个孩子呀，平日里都和你最亲近，你这一走，他们心里恐怕也不能好受了。”祖母，我知道。知道就好，不是说晚上就走吗？还不赶紧去准备东西，站在我这儿做什么呢？王生和老大两个人被抬手赶走，等着关上门见不到人影儿，王老太太这才一下子掉了眼泪。真好看，点个订阅吧。匆匆忙忙，日子眨眼间就过了1个多月。开春是多雨的季节，一直阴雨连绵，也没有人再去在意一场雨水。哎呀，这映雪这几个孩子哪儿去了呀？这大下雨天的，难不成是踩水坑去了？祖母，小妹和玉叔没去踩水坑，之前小妹又送去了几本书，估计都躲在玉叔屋子里玩呢。唉，眼看着玉叔这明日就要走了，恐怕小妹又要难过不少时日。王老太太跟着叹了口气，却也是没什么办法。大约半个月前，宋先生就托人捎来了一封书信，让宋玉书跟着送信的人一起走。王老太太虽然打心眼里相中了宋玉书这个俊俏的小娃娃，但怎么也不能不顾人家亲爹的意思，把人留在家里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玉书这一去呀，怕是不会再回来了。屋子里，宋玉书手握着笔，自己端正，抄写着最后一份书。只是瞧见窗子边的那抹身影，他却一下子乱了心神。宋哥哥啊，娘亲说银镯子本来就是一对，这只镯子在我这里，那另外一只去哪里了呢？四哥那天哭了好久，想要另外一只银镯子，要不然我再去给四哥打一只一样的镯子，要不然四哥每日都惦记着吃饭就不行。不行，不许给他打。啊，宋哥哥为什么啊？四哥只是喜欢。那也不行。宋玉书抿了抿嘴巴，浅色的眼睛里有着说不清的情绪。宋哥哥，你快说呀，为什么不让我给四哥打银镯子？难不成是有什么秘密？因为另一只镯子在我这里。这下子轮到苏映雪一愣，一双杏眼都不可思议的微微睁大。还没等他问出口，又听到宋玉书开口：“青婶婶说想让我当你的小郎君，如果你喜欢的话。”所以那镯子是定情信物。啊，原来是定情信物啊！我喜欢宋哥哥，我要宋哥哥当我的小夫郎。什么？我说要宋哥哥当我的小夫郎，别人都不是知根知底的，我只信得过宋哥哥。收了娘亲给的定情信物，你就是我的人了，可不能再喜欢别人啦。以后要帮我看着铺子的，还要帮我管账本，还有要帮我种地收菜。好。什么？只当你一个人的小夫君，不会再喜欢别人。我会管账，会种地，也会做生意，功夫也不错，所以你要多喜欢我一些。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小妹让宋玉书给骗走了。小妹说宋玉书是她的小郎君，还要给她带咱们家的黄桃干。祖母，不要给宋玉书吃桃干。二哥，你去和宋玉书说，桃干给他也行，但是他不能是小妹的小郎君。老二啊，这莫不是几个孩子随口开玩笑玩闹的啊？祖母，这事也不能只听老四的，我先去找玉书问问看。你和大嫂几个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去就来。有关于自己小孙女的事儿，王老太太哪里坐得住呀？眼看着老二迈着大步走出了门，她也赶紧的带着2个孙媳妇，还有哭哭啼啼的老四跟了上去。没一会儿，宋玉书的屋子里就挤满了老王家的人，就连老三和苏映雪都被叫了过去。玉书啊，听映雪说你是她的小夫郎，这事是不是真的呀？是真的。祖母，你看我没有骗人，就是宋玉书把小妹骗走了。你这小子，枉费我对你那么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对待。玉书，你们还都是小娃娃，说的话自然当不得真。
如若日后真有缘分，等着你们都长大了再做决定也不迟。你明日就要随人离开，怎么能如此轻易许下承诺？这可不是君子所为。都吵啥呢？知道你们是心疼映雪，但再咋样我也得问问你们小妹是个啥意思吗？要是你们小妹真喜欢呢，难不成你们还要棒打鸳鸯？祖母，小妹还小呢。祖母，二哥说的对啊，小妹这般年纪，什么鸳鸯不鸳鸯的，就算往后小妹长大了，那也是许多年后的事了。映雪还没说话呢，都吵啥呢？王老太太一脸和蔼看着小女娃问道：映雪啊，祖母问问你，你是咋想的呀？祖母啊，我觉得宋哥哥很好。好什么？哎呀，让映雪把话说完。宋哥哥能干活，会种地算账，日后还可以帮我打理铺子。瞧着小女娃罗列着宋玉书的长处，侃侃而谈的小模样，王老太太心里一下子想得通透。玉书啊，祖母之前呢也是有这个想法的，只是瞧着你要走了，才没给你爹通一封书信。可是你这一去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再说这天高路远呢，你们也见不到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您不用担心，我答应映雪妹妹每个月3封书信。我爹说日后要留给儿媳妇的传家宝，我也已经交给了映雪妹妹。宋哥哥啊，你说的是这个吗？小女娃的声音一出，老王家几个人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了。老二见多识广，一眼就瞧出这是一块品质极好的羊脂玉。可他们凤鸣国并不产羊脂玉，也并不推崇羊脂玉，反倒是听说龙腾国最喜爱白玉，尤其是龙腾国的皇室，皇子手里都有一块象征着身份的羊脂玉令牌，而那块皇家祖传下来的羊脂玉更是传说中被人谈论的东西，根本就没人瞧见过。宋玉书家境贫困，却拿得出羊脂玉的令牌，身份必定不是普通的百姓。老二看着那块羊脂玉，眉头紧锁，看向宋玉书的目光也带上了审视。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小女娃惊讶了一声：宋哥哥，我知道啦。知道什么？宋哥哥是龙腾国皇室的人。玉书啊，你真是龙腾国的人呐！啊，是祖母，我是龙腾国的人。没事儿，人嘛都是有好有坏的。就算你不是我们凤鸣国的人，祖母也觉得你是个好孩子。龙腾国喜欢打仗，近些年更是搅和的硝烟四起，搞得周边的各国都不消停，尤其是凤鸣国这样的小国更是深受其害。一说起龙腾国的人，大部分人既羡慕又厌恶，羡慕人家龙腾国风调雨顺无灾年，厌恶龙腾国的人四处打仗，害得好多人家破人亡。平日里无论是谁提起龙腾国，都是吐口唾沫，骂上一句祸害1000年。哎呀，你这个小机灵鬼啊，是不是一早就看出来玉书不对劲了？祖母啊，我刚刚才想起来的，之前也没想过宋哥哥是龙腾国的人。王老太太叹了口气，对着宋玉书语重心长：玉书啊，你和映雪从小到大感情好，祖母知道，只是这玉佩呀，你还是先拿回去。传家宝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也得问一问宋先生，可不能就这么送人了。祖母，我爹一早就同我说过，如果日后有了喜欢的姑娘，就要把玉佩送出去。如今这玉佩既然给了映雪妹妹，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宋玉书执意要将玉佩留给苏映雪，眼看着劝不动，王老太太没再提这事儿。两个孩子情投意合，若是硬要拦着，倒是颇为不妥当，好像那非要棒打鸳鸯的恶毒老妇人。王老太太正在左右为难，宋玉书忽然出声：祖母，您放心，日后映雪妹妹要是心中另有他人，我必定不会打扰，那玉佩就当是新婚礼物，也不必归还。若是映雪妹妹还想要我做她的小夫郎，我必定风光迎娶，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得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嫂嫂，我回来啦。哟，乖孙女回来啦，肚子饿不饿呀？昨个你说想喝排骨玉米汤，今儿个一早啊，我就和你嫂子去割了几斤排骨，都是小火慢炖的，你快尝尝去，看看味道淡不淡。
祖母不急，大哥还有爹他们捎信回来了，我拿回来读给你们听。行，反正一会儿老四也快回来了，一起吃也热闹。这信呢，你也先别急着读，等咱家里人齐了你再念。我先去把汤盛出来啊，你和你大嫂先歇着。王老太太刚离开，一个小娃娃憋着一口气儿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姑姑，小姑姑，小姐你慢点。小姑姑抱抱，小姑姑抱抱。抱什么抱？你小姑都累一天了，来，娘抱你啊，别麻烦你小姑。不要，我要小姑抱。王成杰，别顺着杆子往上爬，你小姑一天天忙得厉害，哪有你这么缠着人的啊？赶紧给我过来。苏映雪叹了口气，俯身把小娃娃抱在了腿上，小娃娃这才眉开眼笑了起来，一直挥着小手傻笑。就知道缠着你小姑，你瞧瞧你啊，真是脏的，真是没边了啊！也就你小姑姑脾气好，要是换了别人，屁股都给你打开花。没事的，大嫂，小姐还小呢。四哥小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你别说，这孩子和四弟小时候那磨人劲儿还真是像。小妹，你最近可得小心些。我听别人说，京城那帮小姐可是对你怀恨在心，给你编了不少瞎话呢。都说了些什么啊？说你克爹克娘是灾星转世，还说你小时候被咱祖母扫地出门过，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咱们家的事情他们知道个屁啊！祖母前几日拎着棍子满街追人，是因为这事儿？祖母原本不想让你知道这事儿，怕你听了心里难受。可我觉得小妹，你还是有些防备的好。那些京城里的瞎话都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可不得了啊！这瞎话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肯定是有人故意在背地里使坏呢。可我与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小妹，你这自打开了个小14，真是眼里只有那些糕点茶饮，一点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吧？前几个月有个京城里来的公子哥，自从见了你就惊为天人，整日说要娶你为妻。四弟知道了，就拿着把菜刀把人吓走了。可那人贼心不死，直接画了幅你的画像带到京城。我听人说，那人是不小心假带在书卷里的画像掉出来了，被他们一同上私塾的学生瞧见。那群人夸赞小妹你呀，容貌艳丽，惊为天人。竟还有这等事情！这事在京城闹得厉害，大伙儿都说凤鸣国第一美人的名号应该给小妹你才对。估计那帮子世家小姐恨你恨得心痒痒呢。原来是这样，不过这凤鸣国第一美人的名号我并不在意，给谁都与我无关。话是这么说没错，就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嫂嫂不必担忧，京城离咱们这儿远着呢，难不成他们还会跑到这县里来找我麻烦？谁知道呢？那些富家小姐都是想一出是一出，咱们还是小心些为妙。最近你在铺子里做事儿也要小心些。苏映雪笑了笑，拿起桌子上的鞋看，这鞋子漂亮，下次等三哥回来肯定又要多加上10几双。当初卖鞋子这事儿还多亏了你和你三哥，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喝西北风呢。我才不会让嫂嫂喝西北风呢，我可舍不得。前几年春花和王老太太在家里没有事情做，闲得发慌，两人一合计，干脆一个做鞋底，一个绣鞋面，本也只是无聊的做着玩，可是没想到老三还想卖到京城去。春花当时吓得连连摇头，就那么一双鞋，再好看也是脚上穿的，能卖那么远吗？可她实在禁不住苏映雪左一句好看，右一句漂亮，狠狠心让老三帮忙把那几双鞋捎到京城去。谁都没有想到，这么一卖，竟然还成了京城里的紧俏货了。好看，点个订阅吧。龙腾国的寝宫内，宋玉书在桌前看着那封凤鸣国来的书信，坐立难安。一旁服侍的老太监知道自家主子有个心上人，他打眼一瞧那凤鸣国的书信，心里更是猜出了几分。主子可是有什么忧心事？不如说给老奴听一听。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可都准备妥当？都已准备妥当，都在库房里存放着呢。宋玉书点了点头，思绪却是一下子飘荡。他刚到龙腾国的时候，几年前龙腾国的老皇帝一死，无论是虫还是蛇都想坐上那皇位。虽然早就打点好了一切，可是突然的暴乱还是让宋先生和年幼的宋玉书措手不及。内忧再加上外患，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开始，龙腾国就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短短几日，宋玉书就消瘦了大半，可提笔写书信还是会写上安好，映雪妹妹勿念。
直到去年开春，宋玉书刚想要起身前往凤鸣国，手底下的人又突然上报说龙腾国内那可以让人陷入幻觉的药物开始泛滥成灾，百姓苦不堪言。宋玉书开始顺藤摸瓜，一连抓了几条大鱼之后，将那些害人不浅的药一并处理掉。日子恍恍惚惚，他这才乍然发现，竟是又过去了1年。玉叔，爹，您怎么来了？阿福说你这几日气势难安，就想着过来看看你。阿福什么都担心，就连宫里的猫都惦记。您不必什么事都问阿福。阿福不说，我也知道你有心事。我是你爹，这点事儿我还看得出来。如今龙腾国安稳，早已不是当初民不聊生的模样。你要是想出去走一走，爹也不会拦着你。是有些事要我出去。出去找映雪。是，当初答应映雪妹妹许多事，拖了几年，一件也没能让她如愿。如今龙腾国安稳，我想去找映雪妹妹。你和映雪一同长大，是青梅竹马的情谊，你们2个孩子互相喜欢，我这当爹的肯定不会从中阻拦。你这支支吾吾的是在做什么？有话就要说，不要总是板着一张脸。真不知道映雪看上了你哪一点？我也不清楚。果然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人，平日里遇事再冷静，提到和心上人有关的事，也会变成一团浆糊。然而下一秒，宋玉书的话让宋先生的笑凝固在嘴角。爹，我要带着嫁妆去入赘。后面的那些话，宋先生已经听不大清楚了，他的脑子里只有2个字：这么好看，入赘。点个订阅吧。老王家饭后很是清静，春花早就抱着小锦等在了一边，眼巴巴的等着苏映雪读信。原本苏映雪手里捏着的是老三在外面捎回来的信，可是一瞧见春花那抓心挠肝的样子，她干脆的把王生和老大的那封家书找了出来。拿到哪个读哪个。小妹，你换一个做啥？四哥，你真是不解风情。大哥出去这么些年，捎回来的信一只手都要数得过来。先给嫂嫂读大哥的信，也好让嫂嫂安心。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有些想大哥了。就先读大哥和爹的信。苏映雪笑眯眯的抽出信纸，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了起来。王生倒是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只是问家里人是否安康，又告诉家里他一切都好，不用惦记。到了老大这里，交代的事情就多了些，除了问家里人的近况，又问苏映雪和老四最近的铺子开得如何，累不累，还有春花和孩子的情况，王老太太的身体，最后又唠叨着家里的柴火和水缸。哎呦，你们这大哥可真是的，都跑出去那么远了，竟然还惦记着家里的柴火和水缸。哎呀，可真是够操心的。家里的几个人，就属王海和老大的信最少，也最让他们惦记。王老太太刚松了口气，就听到小孙女儿惊呼了一声：“乖孙女，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哥出什么事儿了啊？”是二哥和二嫂说是在京城里盘下一家酒楼送给我，让我抽个时间去瞧瞧。嗨呀，不就是个酒楼吗？又不是啥稀奇的东西。你二哥二嫂给你啊，你就收着。这给自己妹妹送点东西怎么了？那改日咱们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全家都去京城瞧瞧去。要是住得惯，直接在那边买个宅子也不错。此话一出，老王家人都跟着笑了起来，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这铺子在这小小的县里都是开得如此红火，凭着小女娃的本事，去了京城岂不更是如鱼得水？哎呀，这生子和老大有本事，在外面混了这么些年，一个大将军变成了2个大将军。老三呐，这些年在外面东奔西走的卖东西，他心里高兴，我也就跟着高兴。哎，我这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老二和他媳妇儿了。提起老二和张师，王老太太整张脸都忧愁了起来。2年前老三出去做游商，本就让人担心，万万没想到老二又被新皇给叫回去当官。这个新皇帝新官上任3把火，虽说没做什么对不起百姓的事情，可他的那些手段残忍又极端，让人听了就毛骨悚然。你们说京城那位到底是个啥意思呀？要是看中老二啊，偏偏又没给升官；要是不看中，又是不远万里
派人来请的。哎呀，那位是个狠茬子呀！你们说，万一老二做错了什么事儿，那不得掉脑袋呀？祖母您别担心，二哥有本事，人又聪明，谁出事儿，二哥都不会出事的。再说了，二哥和二嫂还能送我铺子，想来在京城应当是过得不错的。过阵子咱们去京城瞧一瞧，正好能够看看二哥和二嫂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原本王老太太正和春花在家里做鞋子呢，没想到忽然有人上门，说他们家的小14有人闹事，不仅死了一个人，就连县老爷都带了好些个侍卫过去看了。王老太太一听，顿时扔下了手里的针线，赶紧拉着春花和小锦窜出了门。这一路上，王老太太的心都直颤悠，好像要跳出嗓子眼儿。直到亲眼瞧见苏映雪，她心里的大石头才猛然放下。乖孙女儿，你和你四哥都没事吧？刚才家里来人了，说你们那个小14出事儿了，还死了个人呢，可把祖母给吓坏了。祖母您放心吧，我们没事儿。祖母您别急，死的那个是郑大发，不是咱家的。郑大发去咱家那铺子做啥？是因为啥闹的事儿啊？老四赶紧把小14里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末了他忍不住握紧了拳头道：祖母，您是没瞧见那两个人有多嚣张，还想着让小妹给他们当小妾呢。家里的活全都让小妹做，还想让小妹生10个，挑挑拣拣的，好像咱家能看上他们一样，真是不要脸。还想着生10个，你咋不娶个老母猪回去？就他们那俩小子，当初年岁小的时候，我娘就说这长大了呀，也不能是个什么好东西。如今一看，果然如此。郑大发教出这样的儿子，又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死了也就死了，他活该。这两家简直是欺人太甚。哼，就算郑大发没死，我都要打死他。他们两家不是喜欢卖臭鸡蛋吗？明儿个那翠儿砍头的时候啊，祖母去扔几个臭鸡蛋给你出气。就算是他死了，也得让他知道咱家不好惹。祖母，那翠儿不是明日砍头。咋不是明日砍头呢？难不成是拿了钱财，疏通了关系，找人把他们搭救出去了？祖母您别着急。苏映雪摇了摇头，指着身后那人道：原本是要砍头的，但大哥哥觉得那两人过于恶毒，便让县老爷伯伯把他们带走了。又挖眼珠子又剪舌头的，听着就吓人。王老太太的心都系在自己的小孙女身上，现如今顺着苏映雪的小手望过去，这才忽然发现他们家几个孩子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呢。王老太太抿了抿嘴，细细打量，只觉得这人气度不凡，周身仿佛都带着贵气，一看就不是他们这个小地方能养出来的人。再听说这人竟能改了县老爷定下的事儿，他便愈发觉得这位后生不是一般人，说不定比他儿子还要有本事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位后生，今儿个的事儿多亏了有你呀。别说是映雪了，我都想回家做几个拿手菜招待招待你。后生啊，你可千万别嫌弃呀，我们这地方什么东西都是吃个新鲜，可不如别的地方那般精细。老四瞧着王老太太拉着姬叶子的手亲昵地拍着，这老四才猛然间想起他们竟然还没有提起过这姬叶子的身份。瞧着自己的祖母拉着阎王爷有说有笑，老四顿时急得满头汗。不嫌弃。可哪知姬叶子被人这样拉拽着也没生气。老人家，你倒是挺护着你这小孙女的，要是旁人受了欺负，可不敢像您一样。那是当然啦，我们家里呀4个臭小子，就这么一个小孙女儿，那自然是当宝贝似的宠着。有些事儿啊，就不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要不然旁人都以为咱好欺负呢。单看王老太太的长相，虽然不算和蔼慈祥，但也和泼辣胆大不挂钩。这些话从一个老农妇的口中说出来，姬叶子更是有些意外。她顿了顿，又问道：听说您家里原来不是在这县里住着的？哎，是啊，原本呐是在王家村住着的，但是我们家以前过得窝囊，被人欺负的差点饿死了，要不然也不能搬到这县里不回去。哎呀，我们家和王家村的那些人呐，可没啥感情可谈。啊，那挺好的。若是在村子里与那些人日日相对，只怕映雪会学坏。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才赶紧带着孩子们
来到这县里头住。不过我现在想啊，也不一定。映雪这孩子从小就听话乖巧，与旁人家的孩子一点都不一样。我这小孙女啊，样样都好。映雪自然是样样都好。王老太太听到这话，神情古怪地瞧了姬叶子一眼，只觉得这位后生夸人的语气就像是在夸自己家的小辈似的，怪稀奇的。她应了几声，也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姬叶子这外来人说话文绉绉，她会错了意思。两人谈话，王老太太有问必答，只是她的心里头隐隐的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这样贵气逼人，看上去像无话的石头的后生，她平日里是不想搭理的。可是今日不知道为啥，一瞧见姬叶子，她这心里就仿佛是瞧见了自己的孙子一样亲切。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儿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后生啊，你住的那地方想必是不错的，怎么想着跑了这么远来我们这里呀？新人。我们家在这里住了许多年了，这县里头的人呐，我们都认识。你要找什么人，不如说说看，万一我们家要是见过，你能省去不少时间呢。10几岁的年纪，是个小姑娘。我们县里头这么大的小姑娘还是挺多的，你得再说的仔细一些，要不然我可不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个。王老太太正竖着耳朵听，忽然瞧见姬叶子停下脚步，转过身。后生，你这咋还停下来了？她一抬头，便瞧见姬叶子深色的漆黑眼瞳中，明晃晃的倒映着她小孙女的身影。王老太太再老再糊涂，这时候也琢磨出不对劲儿了。后生，你要找的人不会就是我小孙女吧？没错，我就是来找映雪的。映雪她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王老太太松了手，只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像被抽走了。她原本也只是那么随口一猜，没想到还真是给她蒙对了。她自打见了姬叶子，就觉得这后生眼熟得很。也是，你们这眉眼呐，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早该看出来的。王老太太叹了口气，脸已经冷下来了。这么些年都没有人上门寻人，王老太太心里是有些怨气的。她瞧着姬叶子已经没了好脸色，怒声道：这亲可不是你想认就认的，要不要认全得看我小孙女的意思。映雪不大点的时候就常想着家里人是不是不要她了才扔了她的，那时候我还劝映雪说不能，可我们家等了这么些年也没个人来。映雪如今都多大了啊？10几年了，就算是在土里一锄头一锄头的挖，也早该找来了呀。是我的错，当初若是再等一等，我们兄妹也不必隔了7年的相见。听你这话，莫非是7年前来找过？来过，只是当时下着雨，有个小叫花子冒充了映雪的身份。究竟是哪个挨千刀的，竟然敢冒充映雪？一想到自己的亲孙女因为那个小乞丐的一句话耽误了这么些年，王老太太就气得心肝痛。王老太太身后的春花嘴巴张大，吓得语无伦次。祖母，小妹不是娘生的吗？啊，原来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老大没和你说。王老太太瞧了春花一眼道：哎呀，你娘当初啊就生了老四一个，映雪这孩子是我当初捡回来的，这不是怕别人说闲话吗？我就一直说映雪是和老四啊是龙凤胎，说映雪身子骨差，一生下来就去寺庙养了一阵子。实际上啊，这俩孩子差着日子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祖母，这日后可咋办呀？人家家里人都找过来，咱以后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小妹了？可是我这样实在是舍不得。小姐要个小姑姑，小姐要小姑姑。哎呦，哭啥呀？走不走那都是映雪自己的事情，咱们跟着瞎掺和什么？映雪啊，这认亲的事儿啊，全凭着你的心意，无论你是个啥想法，祖母都依你。祖母，小妹可是在咱家里长大的，这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就说是小妹的亲哥，你也不怕他是骗子？小妹，我不同意你跟他走，万一他把你骗走了卖掉怎么办？
你说是你亲妹妹，就是你亲妹妹了，你有证据吗？四哥，这话还是我来问吧。他上前几步，一双好看的杏眼盯着姬叶子打量。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我四哥说的对，你说你是我亲哥哥，可有什么物证？口说无凭，我可是不认的。自然是有的。当初家中上下被满门抄斩，我抱着你逃命，却又怕日后相见无法相认，把你放入小木盆中后，我便把爹给我的那块祖传玉佩放入了襁褓中，外圈为玉，内圈为金，正克姬姓，反克家训。听着姬叶子详细的描述着玉佩的模样，苏映雪几乎可以断定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他没有想到重活了一世，竟然当真有人寻他。当初姬府家破人亡，老二和老三都是同苏映雪说过的，只不过那个时候苏映雪只是当着旁人家的故事听，并不能感同身受，只是觉得姬家可怜，平白无故遭遇皇帝的猜疑，葬送了那么多人的性命。现如今得知姬府死去的都是自己曾经见过或者是熟悉的人，苏映雪的心里难受，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垂着小脑袋，眼眶有些湿润，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喊了一声：哥哥。听到这脆生生又带着委屈的一声哥哥，姬叶子再也忍不住，双手颤抖着将苏映雪搂入怀中。映雪，哥哥在这儿。两世才瞧见一眼的亲哥哥，想起前世的苦苦等待和期盼，苏映雪哭得有些伤心，没一会儿就红了眼眶。哥哥，那爹和娘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当初府里只有我带着你跑出来，爹娘为了拖延些时间，让咱们两个活命，没多久就被抓住了。没关系，哥哥早就报了仇。当初大伯明知道咱们家忠心耿耿，不可能有丝毫反叛之心，他却还是不顾他与父亲之间的兄弟情谊，随口找了个由头，将咱们全府上下500多口人杀干净。既然他那么看重皇位，那我便抢过来。妹妹，你不知道他被我抓住的时候哭得有多狼狈，我抓住他的时候就派人挑了他的手筋脚筋，挖了眼睛耳朵，锁在地牢里。他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又害得咱们兄妹失散这么多年，我绝不可能让他好过。说着，姬叶子发红的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冷意。他死了，爹娘也再也不可能活过来，直接弄死太便宜他。这些年我一直吊着他一口气，就是等着找到你，再带着他去咱爹娘坟前跪下磕头认错。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哥哥，我从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扔出来被抛弃掉的，我之前等了好久，也没有人来找我，如今终于等到你来找我，可为什么我还是没能见到爹和娘？没关系，以后还有哥哥陪着你。爹娘如果知道咱们兄妹都活着，他们在地底下也能安心了。姬叶子和苏映雪兄妹两人相认，王老太太和春花也不是不识趣的人，更何况王老太太知道这是苏映雪的执念，更不会从中阻拦，干脆带着老四几个人走远了些。瞧着姬叶子已经将自己的小孙女安抚好，王老太太这才走上前：后生啊，这巷子里头虽然没什么人，但终究是外面，不如家里交谈方便。正好啊，之前映雪就说要请你饮酒吃饭，咱们不如这就回家去吧。好，劳烦您了。嗨，不麻烦不麻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们这个岁数啊，在我眼里都还是个孩子呢。三言两语的功夫，几个人就进了宅子。饭菜还要好一会儿才能好呢，你们先吃点桂花糕，垫一垫肚子。多谢。姬叶子一愣之后，随手掰下了一块糕点，缓缓送入口中。哥哥，这桂花糕好吃吗？里面加了蜜糖呢。好吃。妹妹，你那小14里好像并没有卖这桂花糕啊。原本是想去拿小14去卖的，不过四哥说这东西加了蜜糖，价格昂贵，在这县里买的人少，不容易卖出去。再加上这糕点做起来不如馄饨和凉饮方便，就一直留着给家里人吃。哦，原来是这样。哥哥喜欢这桂花糕，我晚些时候可以再去做一些。不用，盘子里的这些就够了。他正说着，忽然瞧见小女娃的手里抓着个东西，往他的手里一放。小妹，你这是？哥哥说了那么多证据，我当然也要拿出东西来证明，让哥哥放心了。
无需证明，你我之间血脉亲情，更何况你容貌与娘亲极其相似。见到你的第一眼，我便认出来你是我的亲妹妹。哥哥，我和娘亲长得很像吗？娘亲长什么样子？很像。娘生的国色天香，冰肌玉骨，不仅容貌出众，才学更是渊博。娘当年谱一曲，万金难求，题一首诗也是被文人墨客口口相传。娘是当年名动京城的第一美人。啊，娘亲好厉害，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厉害。妹妹知道娘的事情？二哥从前讲故事的时候与我说过一些，不过二哥说的大多都是坊间传闻，当不得真，让我听一听就算了。哥哥就在这里，咱们兄妹二人多年未见，为何老是提及你另外几个哥哥？难道哥哥不如你其他几个哥哥好？怎么会？哥哥你风流倜傥，举世无双，英俊又潇洒，是世间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呢。怎么还会拍马屁？是不是见了谁嘴巴都这么甜？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哥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王生的粗眉一皱，听着苏映雪的问话，放缓了语气。是玉书回来了。苏映雪一愣，恍然想起上次听到这个名字还是在许多年前，如今仔细一算，竟是过去了这么些年。相比于王生的自然，姬叶子的面色复杂又玩味，神色也让人难以捉摸。陛下，可要放人进来？放他进来吧。没一会儿，门外就有了动静，一群人不由得将目光挪过去瞧。叶雪妹妹，我回来了。玉书哥哥，你真的回来了？真的回来了。他说完，便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塞了过去。玉书哥哥，可知你送这木簪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凤鸣国，只有两情相悦的人才会送簪子。我若收下了你的簪子，你便可上门提亲。我知道，此生虽短，相遇已是缘，不求荣华富贵，只求恩爱白首不相离。所以，叶雪妹妹可要收下。一旁的姬叶子听闻这话，眼中有些冰冷。饶是姬叶子一早就查到自己的小妹与这宋玉书是青梅竹马，做足了心理准备，可真当瞧见这莫名其妙出现的妹夫，依旧是有一种自家水灵的小白菜被野猪拱了的感觉。姬叶子望向窗外藏起来的几道身影，嘴角忽地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让王公公出去一趟。宋玉书还未等到想要许诺的话，便见到几名富家子弟被王公公带了过来。哎呦，这后生今儿个是咋回事儿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与之相反，老大老二几个兄弟瞧见那突然出现的几个人，似乎是读懂了姬叶子的心情。公主殿下，这是小的专门命人为您打造的金步摇。公主殿下，这是小的命人用上好的韩玉为您雕琢的玉簪。几道声音响起，全酒楼的人都语塞了。那少年郎和小公主的情谊呼之欲出，有眼睛的人都瞧得出来，合着是皇帝不想让妹夫顺心如意，才找来这么几个人搅和呀。不过姬叶子做事一向是随心所欲，做出这种事来也不足为奇。他们也只是好奇，这接下来的事情，那小少年该如何应对呢？苏映雪有些惊讶，她缓缓摇头，问起缘由。我记得我未曾见过你们，也没有说过半句话，你们为何要送我簪子？小公主天人之姿，我等接过画像后便思之不忘，如今献上簪子，也是为了不留有遗憾。小公主是有福气之人，若是能娶公主为妻，是我的福分。公主您若肯答应，我爹娘自当带着最昂贵珍稀的珠宝上门提亲。这个时候，手拿玉簪那人忽地听到了一声轻笑，他顿时循着声音扭头看向宋玉书。你笑什么？能娶到小公主，难道不是天大的福分吗？难道你不想带着聘礼上门提亲？我和你们不同，有何不同？我是来入赘的。闻言，苏映雪微微一愣，又忽地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前世第一次见到宋玉书的时候，明明连饭都吃不饱，宋玉书却是每日都要教她识字，一如如今这般，总是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那小小的身影逐渐与眼前人渐渐重合，她想，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吧。我要玉书哥哥。清脆的声音响起之后，宋玉书的嘴角微微含笑，走至苏映雪的身后，他手微微颤抖，握着那根檀木簪，
像是梦中演练过千百次那样，将乌黑的发丝缠绕，再缓缓地插进那根木簪。十里红杖十里路，十里红纱永不负。燕雪妹妹，莫要负我。